7个尸血，保我无敌！滚！哎呀呀，好痛啊！就这么想要赶我走吗？留在这里给你们养老送终，不是挺好的？不出声，那我可真走了。你们别太想我。唉，小明儿这一走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大道中庸，色即是空。别担心，他已经远胜我等了。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化万物。这孩子打小就聪明。民以食为天，药以丹为先。7个姑娘那儿我也打好招呼了，他们会按计划行事的。唉，看来师傅还是关心我的嘛，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而已。都快100岁的老家伙们还这么傲娇。7位师傅，养育之恩没齿难忘，弟子此去必不辱使命，实现诸位师尊之愿。师傅们给的这张去江州的车票倒是不错，居然还是软卧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大的。大是大，但你长期心情郁结，导致内里经脉不通，时常胀痛，不早治疗恐会病变。他居然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毛病。哇，这么豪华，比我在山上住的舒服多了。师傅们平时一毛不拔，这次为了让我下山，真是大出血呀！楚明啊，你此次下山，除了弘扬国术道统之外，还要与你7位师姐相认。我还有7位师姐？没错，在你还小的时候，他们每人习得一位师傅的本领后，就被送到了世俗人家。虽然你得了我们7人的全部真传，但也不要自傲。看着这枚信物，先去江州寻你7师姐吧。找师姐们有什么好的？不如我在山上悠闲自在。我前几日瞧见你在偷看这本杂书。哎，还给我了！我只是认真品鉴传统古典文学名著而已。若是我告诉你，你几位师姐个个国色天香，比这书中之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呢。我要下山，我要弘扬国术道统。当时还以为大师傅是在开玩笑，没想到现在却成了真。对了，师傅们说下山到处都少不了钱，特别给我准备了一些。这些是给你在江州花的，等找到了你7师姐，就可以让她养你了。嘿嘿，到底有多少呢？我500块，我在山上1个月也花不了20，这要是省着点儿，岂不是能用好几年？有人吗？是同城的人吗？你好呀，小哥哥。到江州之前，我们就是室友啦。山下的女孩子果然都这么好看吗？哦，不对，室友？难道要跟那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待上1整天？这就是网上冲浪时那些网友说的艳遇。爷爷，我们的铺位在这里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爷爷。原来不是孤男寡女啊。你好啊，年轻人。这老者的声音浑浊，喘气又带着杂音，说明胸腔里有问题啊。老先生，你这几年有没有觉得心脏有些许不适？又是一个调查过老夫身份、故意攀龙附凤之人吗？真是世风日下。小哥哥，我爷爷身体好得很，你可不要乱说。那也许是我想多了吧。气虚上浮，说话时夹杂着古怪腔音，不出意外的话，
这老人的心脏应该是遗传性的先天亏虚，而且还会遗传给后人。可惜了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唉。爷爷，您怎么了？我的胸口好疼，感觉喘不上气。您先躺下，我去找人帮忙。列车员，快去找医生来！我爷爷发病了。于小姐，于老他怎么了？别废话了，快去啊！是，我马上过去广播。爷爷，您坚持住，医生马上就来了。若是用大师傅传授的医术，很快就能治好。可师傅们还说过，在山下随意出手助人，有时也会殃及自身。不对，师傅们还教过我，医者仁心，当悬壶济世。小姐姐，其实我可以。医生来了。太好了！病人现在什么状况？我爷爷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刚才突然发作了，求求您救救他！先天性心脏病突发，这病年轻人都危险，何况是个老头，万一没治好，岂不是污了我的名声？医生，快给我爷爷看看吧！先天性心脏病突发，这病年轻人都危险，何况是个老头，万一没治好，岂不是污了我的名声？医生，快给我爷爷看看吧！看他的情况，需要做心电图跟超声波才能进一步诊断。但是火车上根本做不了这些检查呀！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。你，小姑娘，我可是江州市区级医院的副主任，不是那种不管不顾的赤脚医生。没有检查，我是不会下诊断的。什么检查？这家伙明显是在推脱，压根儿就不想施救。爷爷，症状还在恶化，老爷子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医生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求求你救救我爷爷！抱歉，没有检查，救不了。江医生，你知道那位老人是谁吗？谁啊？他可是那个只要跺跺脚，整个江城都要抖3抖的余家家主。余家？你确定吗？当然，火车票都是实名制的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多谢提醒，要是我攀上高枝，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这位小姐，请让一下，我需要马上对老爷子进行心肺复苏。医生，你刚才不是说……救人要紧，检查等下车之后再做吧。不对，大师傅曾经讲过，西医的心肺复苏主要是帮助心脏骤停和无法呼吸的人，但这位老人不是这个症状。快出手！他不是心脏骤停，而是功能性缺失。你那样按压很危险。小子，这位病人现在陷入昏迷，当务之急是先让他清醒。我这样做有错吗？而且我可是区级医院的副主任，你是哪家医院的？敢质疑我的判断？我不是医生，只是一名中医学徒。中医？那种全凭安慰疗法，靠吃草根树皮治病的伪科学还有学徒，真是可笑。难不成你觉得那套老掉牙的古旧玩意儿比我近10年的行医经验还要准确吗？可是如果你现在贸然进行心脏按压，老人的胸腔必然承受不住，到时候肋骨断裂插入心脏，就是神仙也难救了。这家伙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，但现在无法做细致检查，先保住命要紧。而且这老头救不救得了也并不是那么重要，只要让余家人知道我已经全力施救，目的就达到了。如果运气好还能醒过来，就算是回光返照，余家人也必然会对我感恩戴德。余小姐，你别听这小子胡说，我一定尽全力抢救余老。他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？难道是从列车员那里听说的？而这位小哥却根本不认识我们，并且他之前一口就道出了爷爷的病情，想必是有真功夫的。时间紧迫，快让我施救吧。先等一下。余小姐，这位小哥，你刚才说那位医生的治疗手法有问题？没错，就算他能暂时让你爷爷醒过来，但在我看来，最多也坚持不过3天。毕竟靠回光返照是救不了人的，你说是吧，副主任？可恶！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爷爷他真的没救了？当然有救，
他只是心火虚弱，气血不足，导致经脉堵塞。只要用针灸刺激穴位，让血液重新流转，就能好转。真的吗？于小姐，你确定要相信一个不知道哪来的江湖郎中？是啊，江医生可是大医院的名医啊。名医？我不是傻子。这位江医生一开始明明不肯治疗，态度突然反转，应该是知道我爷爷的身份了吧？这……完了完了，弄巧成拙了。这位小哥，哎，我爷爷就拜托你了。那你先让老人平卧躺好，后面的就交给我吧。于小姐，三思啊！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可怎么得了？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吗？那当然。我在山上的时候，大师傅经常让我拿大野猪练手。有次一头母猪难产快死了，我3针下去，它瞬间起死回生了。野猪难产？您听听，他在说什么胡话啊？哼，居然拿人跟猪相提并论，土鳖还想抢我表现的机会，那就让你试试。这病我都不敢说能治，等你逞能出了岔子，于家肯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老爷子，忍着点儿，这种引血归流的针法可能会有点疼。血海百会关膻中，合谷太冲配石宣，进。最后一针。吐血了！爷爷，中医治病，心火虚弱，就这样也敢来救人？我看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了。别急啊，副主任，让子弹飞一会儿，没听过？你飞个屁！这种不入流的医术，飞再久都没用。爷爷，您怎么样？胸口突然不疼也不闷，感觉舒服多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爷爷，您怎么样？胸口突然不疼也不闷，感觉舒服多了。老先生，刚才你吐出的正是堵塞心脉的淤血块，所以才会感觉身体轻松了不少。等下我帮你抽针。原来是这样，多谢小师傅救命之恩。这二位是？我是这节车厢的列车员，刚才您突发疾病，我帮您请来了医生。于老，我叫江波光，是区级医院的副主任，是专程来给您治病的。给我治病？哼，明明就是看人下菜。那怎么是那孩子在给我扎针呢？他不过是误打误撞罢了。您下车后可以移步去江城医院住院诊治，我会给您用最好的设备。小师傅，我这病需要去住院吗？不需要，在家吃药调养就能好。原来是这样，江医生，谢谢你的安排，老夫暂时就不去贵院叨扰了。哼，这小子坏过大事，不能这么放过他。老先生，您别动，我帮您抽针。好。结束了。这手法，小师傅果然不是一般人。小子，你的医师资格证在哪儿？要是拿不出来，我就马上报警。赤脚医生无证行医，万一搞出人命，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哼，警察很快就会来了，不过不是找我，而是找你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马上就让你进去吃牢饭。例行巡视，请拿出自己的证件。哈哈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是江州市副主任医师江波光，这里有个无证非法行医的家伙。你就是江波光？我就是啊，怎么了？呵呵，你涉嫌诱导患者使用假药厂生产的伪劣药品，导致患者已经出现严重不良反应，严重的已经危及生命了。跟我们走一趟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看他印堂发黑。七师傅教的忘气之术果然从不走眼。小哥哥，你刚才怎么知道警察要来抓他？嗨，我就是瞎猜的。那你猜猜我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？哎，这女生身上好香啊，
跟烤野猪的香味完全不同，果然诚不欺我。你说话呀！事情嘛，我猜不出来。不过你这2天要小心穿绿衣服的人。好，你都猜不出来，为什么要让我小心？都说学中医的人都会算命，你肯定也会吧？行了，琳琳，别为难小师傅了。小师傅，我这病可有什么调理的方子？当然有，我给您开，连续服用3个月，应该就能根治了。此话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回去按照我写的方子抓药就行，都是常见药材。毛笔？这个年代还有人用毛笔？老先生，您这病是遗传病，最好全家人一起服用。这你也知道？我只是推断，大师傅说过，居高位者劳心，心力不足，自然缺损。老夫还第一次听见有人对我说这种话。掌舵一个家族，无时无刻不是在风浪中航行，但凡有一丁点闪失，就是传承生灭，其中苦楚，外人又知道多少？小师傅，无论药方有没有用，老夫都代表余家再次谢过。举手之劳罢了，您不必如此客气。琳琳，那接下来你们2个互加个微信吧。小哥哥，你扫我的码吧。扫你的码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二维码呀。二维码？你难道没有手机吗？谁说的？看，这可是三师傅给我的宝贝，除了打电话，还能上网冲浪呢。这也算宝贝？好老的型号啊，还能正常使用吗？当然，你看，这不就开机了？那就加我好友吧，你有微信吧？微信？我哪有什么微信？在山上，我大师傅微信最高，大家都听他的。我说的是手机微信。手机还有微信？琳琳，这位小师傅不能用常人眼光猜度，你就别为难他了，存一下电话号码就行了。是，爷爷。保存完成。等到了江州，我请你吃饭。举手之劳罢了。对了，要是真请我吃饭，我想吃华莱土。老夫还真没去吃过，倒是不妨一试。起初我还以为他是来攀附的小人，没想到竟是一位如此奇妙之人。可惜琳琳早就被王家给盯上了，若是他们以家族利益威胁，琳琳就必须加入王家了。保存完成。等到了江州，我请你吃饭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可惜琳琳早就被王家给盯上了，若是他们以家族利益威胁，琳琳就必须加入王家了。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老先生，你可是有什么担心的事情？一点小事而已，此时此刻能遇到小师傅，就已经是我的造化了。您气色明亮，运势很好，不必过于忧心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你就麻烦了，千万小心穿绿衣服的人哦，不然恐有血光之灾。哼，爷爷就是运势很好，怎么到了我这就成了血光之灾？各位旅客，江州车站到了，请带好行李物品，按顺序下车。我去，怎么有那么大的箱子？连轮子都给压坏了。那个，真是谢谢你了，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把它搬下车。没事，也就是3根竹子的重量而已。有人来接你吗？我已经跟朋友约好了。他说他已经到了，怎么没看到人呢？久等啦，琳琳，我今天打扮的怎么样？绿色衣服。怎么啦？绿色的不好看吗？喂，怎么办？办法倒是有，就是他愿意把衣服脱了吗？脱衣服？
只要不穿绿色衣服，你就可以必须灾祸。那就是说换一下也可以啦？也可以。琳琳几乎不怎么和男生接触，今天怎么跟这个土里土气的男生这么亲密？该不会是想骗我涉世未深的小姐妹的渣男吧？妍妍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巧了，我也想和你聊聊。其实啊，有些男人……先等一下，你能不能先去换身衣服？哎，换衣服？为什么？哎呀，别问那么多啦，我知道你车里时常背着几套好看的衣服的，拜托啦。唉，真拿你没办法。那你要跟我一起到车里来。没问题。我问你，你跟那个男的是什么关系？啊？哪个男的？还有哪个？不就是在外面站着的？哎，我呢？他是我火车上认识的朋友，叫楚明。哎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哼，那小子啊，肯定是自己躲了起来。你要小心，别被人骗了。那种看上去淳朴的男人，最擅长玩弄感情。啊，他怎么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？你听到我说些什么了吗？我去，城市的路上怎么这么多车？在山下的村子里，半天也见不到一辆。大师傅说已经给我找好了住处，在远离闹市、静谧安详的好地方，容我看看位置。小兄弟，去哪儿啊？我开的贼快，不绕道。我刚来这儿，不太熟，就是去地图上这里。嘿嘿，这小子一看就是外地仔，看我不好好教他一笔。上车吧，兄弟，10几公里呢。谢谢啊，不过这点距离还用不着打车。用不着？10几公里你不打车，难道还能跑着去？对啊，跑步就行。毕竟在山上，这点距离还不够我热身的。告辞！不见了！啊，这速度，大白天撞见鬼了！还有7公里，马上就到了。你的出行提醒你，你已超速，请减速慢行。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那个小伙子跑得好快啊！小慧，专心开车。是。您已到达目的地红山小区，您的导航已结束。这是红木小区？是红山，那半边掉了。多谢大爷。又一个来城市打拼事业的小伙儿。这要是在市中心上班，公交就得2小时。现在这年轻人比咱们那时候苦啊！啦啦啦啦啦啦！我专门给你找了个有免费的 WiFi 的房子，据说网速最快能到2兆每秒，不像咱山里，看个小电影卡死个人，声音都出来了，嘿，画面映射不动。2兆每秒的网速得有多快啊？岂不是我一点画面就出来了？好期待啊！我专门给你找了个有免费的 WiFi 的房子，据说网速最快能到2兆每秒，不像咱山里，看个小电影卡死个人，声音都出来了，嘿，画面映射不动。2兆每秒的网速得有多快啊？岂不是我一点画面就出来了？好期待啊！6-2就是这里了。师傅们一共就只给了我500块啊！要是不快点找到起始险，下个月我就要睡大街了。有人吗？谁啊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来租房子的，我叫楚明。你就是楚明啊，进来吧，我叫秦嫣，你的房东。侧边就是你的卧室，客厅和厨房你随便用，但是阳台我不喜欢和别人混用，所以你只能每周1、3、5使用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这么少的布料，真的是衣服吗？你看什么呢？没有，
那我先回房间了。真是……看够了吗？你的房间在隔壁。对不起。哼，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弟弟。虽然有点土气，但长得还不错。这种干净的男孩子倒是不多见了。那个，WiFi 密码多少 ？Q1437827333。谢谢。呆呆的样子还蛮可爱的嘛。可是这样美好的男孩子，注定和我是没有交集的。终于收拾完了。城里的姑娘的确个个都比书里写的更真实有趣。突然有点好奇，七师姐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用占卜之术算一算吧。乾三连，坤六断，金水土木，道化万物。看到了。难道七师姐是商界人士？可恶，怎么看不清样貌啊！好痛好痛！七位师傅竟然联手屏蔽了七师姐的气息，但凡少1位，我就能找出七师姐的具体信息了。既然已经知道她是商界人士，不如上网搜索一下，说不定有什么线索。这些人年纪都好大呀，都不对。看来捷径是走不通了，只能另想办法了。忙了一天还没吃东西呢，去厨房看看。这就是山下用的燃气灶，跟我在手机上看到的一模一样，操作应该也一样吧。煮面4部曲：烧水、放面、放菜、调味。在山上没有人比我更会煮面。大功告成。不愧是我，真好吃。要不是为了浩哥，谁愿意扛你啊？重死了！你谁啊？怎么在秦烟家里？那个，我是……秦烟自己非要喝这么多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哎，我有说什么吗？怎么喝成这样回来了？不对，除了酒味还有别的味道。竟然有人给他下了药，而且还是非常猛烈的那种药。先帮他把药逼出来。如此大的剂量，就是山上的野猪也扛不住啊！楚明，求你帮我打个120。来不及了，下药的人是个外行，放的太多，等救护车来，估计你都凉了。什么？肯定是那杯酒有问题。喝不喝？要是不喝，今天你这酒吧就别开了。早知道我该跟他拼命的，我还不想死啊！哎，别急，虽然叫救护车是赶不上，但这不是还有我呢吗？虽然药物导致你的肾气流散，但你脉象还算清晰，有救。不行，这些针都太小了，得用这个。会有点痛，你忍耐一下。好了，你没事了，接下来静养几天即可。你做了什么？很简单，毒性聚集在肾脏，放出那里的毒血就不会有事了。秦烟，开门！秦烟，开门！快点，不然门给你破了。是你朋友吗？不是，是那些给我下药的家伙。那我去把他们赶走。你别去。那你怎么办？总不能让他们堵在门口吧？我倒要看看他们想怎么样。小心，我陪你一起。好啊，我说怎么不开门？原来是老子种了树，还有人摘桃子呀！你们刚刚给他下了药，现在又来干什么？少废话，赶紧给我滚蛋！
这女人老子早就看上了，你也敢碰？哼，找个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吧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敢跟本少这么说话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我可是朱家嫡子，掌管了整个江州鱼市的半壁江山。我当是什么厉害人物，原来就是个卖鱼的。混蛋，竟然瞧不起我！朱浩，你要是敢动手，我就报警了。是你害我在先，咱们现在两清了，只要你走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秦嫣，你不会真以为你开了个破酒吧就能跟我这么说话了吧？你妈妈没告诉你不能打女人吗？浩哥，哎呦！给我上！好嘞，小子，你死定了！终于能用到60副胶的东西了，来吧！敢动浩哥，找死！一群垃圾而已。侧腰，小腹，木门。你还会武功？师傅教的一点皮毛罢了。朱浩可是地头蛇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赶快走吧。我管他是龙是蛇，敢碰我身边的人，我就是要教训他。别过来！我爸要是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什么年代了，还玩拼爹？再给你来点特别的，教训，痛训。好痛啊！救命！好痛啊！果然还是大师傅的针灸手段，在此时更为解气。不好！臭小子，别太嚣张，快给浩哥解开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你别伤他，我现在就解。浩哥，你没事了吧？好多了。这小子有点东西，比那些部中用的废物强多了。小兄弟，我敬你是个人才，要不要考虑跟我换？只要跟了我，要钱有钱，要女人有女人。没兴趣。看来你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老实点。既然你不答应，那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你的女人遭罪喽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们两个过来，当着这个小子的面把秦嫣给我办了。你可真是个畜生！欺负女人，这就是你的下场！可恶！去死吧！太慢了，还不如山上的野猪。哎呀，浩哥，救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这家伙真的是人吗？要赶紧逃走，不然就凉了。该死，怎么打不开？你刚才不是还很嚣张吗？现在怎么要逃跑了？我，求求你了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家伙刚才说什么半壁江山，感觉应该有些人脉，不如让他帮我找找七师姐。您好，请问楚先生在家吗？哎呦，我在江州没朋友啊，难不成是师姐派人来找我了？谁啊？我在江州没朋友啊，难不成是师姐派人来找我了？谁啊？你就是楚明，楚先生吗？我是。这人带这么多小弟，不会是朱浩搬来的救兵吧？在下于传明，在火车上多谢楚先生救了家父。你爸？谁啊？于二少，跺跺脚就能让整个江州市抖一抖的于家二少，他怎么来了？哎，这不是小耗子吗？楚先生，如果他得罪你了，我可以帮你处理。不用了，多谢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就连于家二少都亲自为他出头。姓于？哦，你是火车上那位于爷爷的家人吧？老人家现在身体如何？
多亏了您的救治，现在已经好多了，简直是医学奇迹。你们两个，是二少爷。这是我们余家对楚先生仗义出手的一点小心意，希望您不要嫌弃。好多钱，这要是带回山上去，那群老家伙眼珠子都得掉出来吧？切记，山下有2件事最不可碰，一是得来太容易的钱，二就是女人。可是这2样不都是男人最想要的吗？你师傅教你的还能有错？医者仁心，出手救治于爷爷是我应该做的，这里还是免了吧。二叔，你带的这些礼物他都不会收的，你信不信？哪有人能拒绝这么一大笔钱？更何况是我们江家的谢礼。哎，二叔等一下。怎么，你还有别的事？要是他当真不收你的礼物，那你就把这东西给他，就说是我送的。楚先生果然高义，既然您不收这些钱，那我也不强求。拿上来。是。如果还要送什么礼物的话，就不必了。不是，这是琳琳托我一定要转交给你的。是那个姑娘，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，应该不算违背六师傅的教训吧？哇，3张华莱土的免单券哎！哎，还有东西。微信给你装好了，最重要的是里面的电话卡不要月租哦。琳琳送的都是什么啊？这要是得罪了楚先生，好的，还真是猜不透这小子的心思。垃圾，是说浩哥他们吗？完了，就你看啊！你也看到了，这家伙怂成这样，我自己就能搞定。那我就告辞了。慢走不送。这楚王可远比老头子讲的要更加有实力，一定要想。今后我朱浩愿做牛做马来报答您的大恩。刚才那位先生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有那么吓人吗？您看到的只是他的表象，他在江城地下世界可是被称作活阎王啊，干什么都成。帮我搜集整个江州有名气的商界女性资料。女性资料？楚爷有点猛啊，在女朋友面前还玩得这么花。而且年纪要在21到25岁之间，包在我们身上。那你们可以走了。好的，楚爷，不长眼的东西，那可是余家2少都要恭恭敬敬的人物，咱们要是伺候好了，以后整个江州的渔获岂不都是我朱家的？那可是余家2少都要恭恭敬敬的人物，咱们要是伺候好了，以后整个江州的渔获岂不都是我朱家的？我洗完了，现在浴室空了哦。我知道了。也不知道朱浩那群家伙找没找到资料。楚明，秦烟，他不是去洗澡了吗？这么晚了，到我房间干什么？什么事？楚明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什么话？我能不能做你的女朋友？小心！怎么喝的都开始说胡话了？还是先送他回房间吧。这是金色的红晕，白色真气，熟阳体质。那师傅说过，熟阳体是最好的双修道侣躯体。但三师傅也说过，道侣这种东西是世间最无趣之物，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。无趣吗？那为何刚才抱着他的时候，感觉自己的心跳比平时快了那么多呢？楚明啊，楚明，你下山的任务可是要找到师姐，发扬国术。别乱想了，还是找七师姐要紧。于凛凛，
喂，怎么样？我送你的旧手机好不好用？的确比我之前的那个好用多了。哼，明天有没有时间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好啊。好的，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去接你。这朱浩动作还挺快，这么多人，哪个是七师姐呀？等等，这个手链上面的字和大师傅给我的信物一样，十有八九，她就是七师姐。你做了什么东西这么香？醒了，来尝尝我熬的粥。好好吃啊！你穿的这么整齐，是要出门？今天约了一个朋友。楚明，我来接你了。我先走了，碗就麻烦你放在厨房，我回来洗。久等了。没事儿，快上车吧。话说你怎么住这么远，都到郊区了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上网速度老快了。要不你住我那儿吧，我家房间可多了。不用了，我挺喜欢这里的。好吧，那我也不勉强你。坐好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我晕车。欢迎光临。咱们确定要在这儿吃饭？看起来好贵啊。哎呀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又不让你花钱。这些招牌各来一份。这么多的话，2位可能吃不完哦。瞧不起谁呢？点多少我都能吃得完。听见了吗？上菜去吧。你出手这么阔绰，你家是不是特别有钱？你觉得呢？大师傅常说百万巨富之家，看你这架势，应该有200万吧？笑死我了！不对吗？唉，跟你说实话吧，在江州就没有我余下办不到的事情。鉴于你的药缓解了我家族的遗传病，作为答谢，我可以答应你3个要求。多谢了，如果我需要帮助，会联系你的。这样我就有理由可以经常约你了。那不是要和我三哥订婚的于玲玲吗？她怎么在和别的男人吃饭？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怎么了？谁惹我的亲亲小公主生气了？还不是那个于玲玲，竟敢背着我哥乱来，这分明是在羞辱我王家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于玲玲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明明都要跟我三哥结婚了，竟然还在外面勾搭男人，臭不要脸！王小妹，她怎么在这儿？真会写啊！我跟我的朋友吃饭，和王小姐没什么关系吧？于玲玲竟然怂了，看来这王家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呀。我跟我的朋友吃饭，和王小姐没什么关系吧？怎么没关系？你是我三哥的女人，自然就不能跟别的男人走得太近。还是个瘦鸡崽一样的男人，一看就没什么用。还是说你就喜欢这款？你以为每个人找朋友都像你一样是拿来用的吗？你少在那儿放屁！赶紧让这个男人滚蛋，否则我跟你没完！我的朋友还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。好啊，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宝贝，别动气，这点小事儿我来帮你解决。好，小子，你现在马上从这里滚蛋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要是不走呢？那就让你尝尝我沙包大的拳头。哎呀，你干嘛？当然是也请你尝尝我的拳头啊！混蛋，不讲武德，玩偷袭是吧？唉，有气无力。什么？这小子居然能接我一拳！老兄，你外强中干，脉象羸弱，这是肾阴亏之象，是不是总感觉身体被掏空啊？放屁！哼，好心帮你分析，你还不领情？梦楠哥哥，今晚人家等你，不见不散哟。啥情况？这是哪来的狐狸精？看来我猜对了，你到处寻花问柳，纵欲过度，怪不得会肾亏。宝贝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
是个屁！你吃软饭还敢给老娘戴绿帽子，找死是吧？救命啊！你给老娘站住！真是一出好戏啊！您好，请问现在可以上菜了吗？啊，上吧。终于可以干饭了，好香，全部都是我在山上没吃过的美食。哼，你喜欢就好。其实刚刚你不用出手的，王家就是针对我而已。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朋友吗？师傅们教过我，朋友有难就该挺身而出。谢谢你，楚明。小事小事。这肉为什么这么好吃？什么品种的呀？这是用最顶级牛肉烹制的，你喜欢的话可以再点几盘。最顶级，那应该很贵吧？还是别让它破费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刚刚给那男人把脉，真能看出来那么多信息，也太神奇了吧！当然，这些其实也挺简单的。哎，那你教教我。好啊，以你的姿势，应该学个10年就跟我差不多了。啊，很简单，还要学10年？国术的缺陷就在这里，都需要日积月累。现在的人都心浮气躁，等不得，所以才失传啊。其实我这次来，也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你看看这张照片是在江城什么地方拍摄的？哎，这不是盛美公司的大楼吗？盛美公司是干什么的？江州最有名的化妆品公司，我们家之前还跟他们有过合作呢。那照片里这个女生你认识吗？当然认识，盛美的美女总裁啊。不过你找她干嘛？她是我七师姐。什么？我女神竟然是你的师姐？没错，能麻烦你带我去找她吗？当然可以，咱们这就出发。能给我讲讲关于她的事情吗？她是你师姐，难道不应该你更了解吗？其实她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下山离开了，所以没什么关于她的记忆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楚明并不只是普通奇人，背后更是有一个隐世宗门。你师姐叫季寒霜，是江州有名的商界天才，不仅容貌出众，能力也十分优秀。她仅用2年的时间，就让籍籍无名的盛美集团直接跻身江州市最大化妆品公司的行列。最厉害的是，季寒霜今年才不过23岁，也就是说，她带领盛美集团开始厮杀之时才21岁。太强了，不愧是师姐。季寒霜今年才不过23岁，也就是说，她带领盛美集团开始厮杀之时才21岁。太强了，不愧是师姐。那这里就是盛美的总部大楼了。好高的房子，咱们快进去吧。先生，请出示你的员工证。员工证？我没有那种东西。很抱歉，非本公司工作人员不可入内。那请帮我联系一下你们公司的季寒霜，她是我师姐，我有急事找她。季寒霜？你说我们的执行总裁是你的师姐？那我还说江州市王家家主是我老丈人呢。我没骗你们，她真的是我师姐，把她叫出来问问就知道了。小子，你这借口也太老套了。哥劝你赶紧走，别让我们动手请你。不让进去拉倒，那我就在门口等他出来。又是来找季总的，我得赶紧汇报给张总。喂，什么事？张总，门口又有人来找季总了，不过这次是个土老帽。这种苍蝇，季总看不上的，赶走就行了。来找季总的人里，盯紧那些看上去有身份地位，他们才是对我有威胁的，明白了吗？是，一定。季寒霜，我可是为了你才进的这家公司。
谁都不能染指你这朵被我盯上的鲜花。只要能在张总面前立功，保安队长的官职早晚都是我的。臭小子，赶紧滚蛋！穷酸鬼一个，别站在大门口，影响我们公司形象。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吃错药了吗？你才吃错药了！哪儿来的乡巴佬敢嘲讽老子？楚明，你没事吧？于小姐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是他先动的手。等会儿要是有警察来了，你要替我作证哦。啊？难道他要动手吗？对方可是有好几个人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这可是有10几号兄弟在这儿，敢动我一根汗毛，保证让你今天吃不了兜着走。神功了不起吗？山上的野猪，我一个人都能打一群。救命！这小子要翻天啊！敢打我们的人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可恶，还不快放手！别急，你们今天一个都跑不掉。哎呀，这就不行了，我还没过瘾呢，起来接着打呀！这小子不是一般人，我还是装死吧。老子一个月就几千块，拼什么命嘛？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救命啊，陈助理！这个家伙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疯子，要硬闯公司还打人，快报警啊！啊？他一个打你们10几个？你也是这家公司的吗？这个家伙好可怕。怎么回事？季总，有人在咱们公司门口闹事，打伤了10几个保安。哦，想不到还有人敢在盛美门口撒野。对方来了多少个？不等价交换才是一切利润的来源。一个。哎，楚明，快来！他就是盛美的执行总裁，你的师姐季寒霜。七师姐，我是你师弟楚明啊！什么大节日庆环节？季总怎么可能会有师弟这种土豆掉渣的羁绊啊？我确实有个师弟不假，但你说你就是，可有什么证据吗？季总居然承认了！下山前，大师傅给了我一个信物，还说你一看就知道了，等我给你找找。哎，我的口袋居然裂开了，信物也没了，完蛋了呀！这下可怎么办？如果你无法证明自己，我就只能报警了。毕竟你打了我的人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完蛋，直接被七师姐当成坏人了。楚明，你的东西掉在车上了。来的正是时候，谢了。那七师姐，你看，就是这个，还是大师傅亲手递给我的呢。竟然真的是我下山前留给小师弟的平安台。季总，这警我还要报吗？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我要在顶楼跟这位先生谈事情，不允许任何人打扰。是。顶楼？季总专属的私人花园，我可是跟着季总3年都没进去过几次啊。我要在顶楼跟这位先生谈事情，不允许任何人打扰。是。顶楼？季总专属的私人花园，我可是跟着季总3年都没进去过几次啊。难不成这人真是季总的师弟？你跟我来吧。好。季总，那这些保安全部开除。什么？是。啊！没想到季寒霜这么沉稳的性格，今天却为了楚明一下开除了10几个人。看来他们的关系并不像楚明说的那样疏远。明明就是宠上天了，竟然害得老子被开除！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喂，张总，大事不好了，季总把那个土老帽带上顶楼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追求了他1年也没有去过的地方，竟然被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家伙抢了先！敢碰老子女人的家伙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！顶楼到了。
哇，这一层都是我的私人空间，我们在这里说话，绝对不会有人打扰。师姐，你这里好漂亮。喝咖啡吗？咖啡是什么东西啊？快尝尝，我给你放了很多糖呢。谢谢七师姐。好苦，加糖都这么苦，不加糖得是什么味儿啊？有在山上的日子苦吗？在山上一点儿也不苦，我跟师傅们过得可开心了。是吗？师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怎么一见面就扒人家衣服？只有信物还不够，我要再确认一下你身上的胎记。没错，真的是你，楚明师弟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七师姐一直在等我吗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一言难尽，你应该得了几位师傅的真传吧？没错。那你给我诊一次脉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好，师姐请坐。这难道是绝寒体质？是的，大师傅说过，就算是他也无法彻底医治绝寒体质，但小师弟却可以助我化解。不是吧，我才学多少年医啊，这个糟老头子就推给我啊？难道连你也觉得棘手？按照古籍记载，有2类病症极难医治，一是天缺，二是地残，绝寒体质就是天缺之一。我自知这病的凶险，大师傅说从未有此等体质的人活过25岁，所以师弟你也不用有什么负担，尽力便是。我确实知晓一个治疗之法，只是实施起来有些难度。就算再难，我也要试试。七师姐如今可有婚配？没有，我还无暇考虑这件事。难就难在这里，绝寒体质的根除之法，就是和阳性体质之人进行双修。双修？那岂不是要……师姐，先别激动，双修不一定要那啥的，不过亲密接触肯定是免不了。可是，要和一个陌生男人亲密接触，也还是太难为情了呀。也不一定要和异性，同性也行的。你这小子干嘛不早说？我马上安排人去寻找合适的人选。不过双修必须双方自愿，否则根本无效。如果能多给我点时间，或许还能找到其他办法。可我体内的寒毒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了，我真的没法等了。不说了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师姐，人你不用找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正好认识一个符合条件的人，还是最稀有的属阳体质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当然是真的，就是我的房东也是个女孩子，不过她是否愿意就不好说了。这就是小师弟的气运之力吗？就算被封印了也能发挥作用。麻烦师姐加一下我微信，然后等我消息就行了。好啊。不愧是公司总裁，连微信名字都这么霸气侧漏。对了，你就不好奇师傅们为什么让你来找我吗？啊？难道不是让我来给你治病的吗？那只是顺带的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把传承七圣宗的任务交给你。传承七圣宗的任务？师傅们的确曾经提过，他们以前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但按理来说，七圣宗也应该是家大业大才对，结果却破烂的像个荒山野村。就这地方还有啥需要传承？弟子楚明听令。是。楚明无徒，限你3个月内收下1名亲传弟子。完成之后，寒霜便会传你七圣宗至宝一件，祝你光大宗门，开枝散叶。要我收徒弟？我在山下都不认识几个人。这便是对你的考验。若是连弟子都收不到，那何谈开宗立派？好，我会努力的。你现在无依无靠，来我公司吧。
以你的身手，当个保安绝对没问题。多谢师姐好意，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这小子是七师姐的消息。难得下山，这些钱就当师姐请你吃饭了。个十百千万10万，剩得吃多少顿才能吃完啊？不过师姐给的，不要白不要，嘿嘿。出门在外有人疼，感觉真爽。已经这么晚了吗？楚明，你终于出来了。你一直等到现在吗？对呀，毕竟这里离你那4环外的小区还挺远的。那你肯定还没有吃饭吧？我请你吃饭。好啊，走吧，咱们去吃什么？当然是我期待已久的华莱土。哪有人请女孩子吃这个呀？张总，那小子上了其他女人的车，已经离开了，要跟上吗？跟上，找机会做掉他。不需要调查背景吗？不用，一个土鳖小杂碎，做了便是。出什么事儿由我担着。是。在江州，谁不知道季寒霜是我的女人？敢跟我张志抢，找死！这里就是江州华莱土的总店了。哦，在外面闻着都好香啊！我们快进去吧。啊！看见了吗？那个男的就是目标。看见了。带上家伙下车，咱们跟上去。是。大家注意，找到机会直接绑了，拉腰子卖了，既能完成张总交代，又能再捞一笔，一单2吃。我可真是个天才。嘿嘿。张总，你要的手机。哼。那几个家伙办事不牢靠，需要再找个保险才行。喂，是我，再帮我办件事，做成了你女儿的住院费，我再交2年。好吧，但是不能要人性命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没问题，给我废了他就行。照片和信息我一会儿发给你。哼，不过是个工具人。现在都敢跟我谈条件了，没有我，他哪来的钱救女儿？他就是目标，现在就出手，给我搞定这件事。小伙子，对不住了，为了我女儿，只能委屈你了。欢迎光临。哦，人好多啊！这么多人来吃，一定特别好吃。您好，先生，请问您要点什么呢？我要这个中号的香辣鸡腿堡。先生，这个才是中号，这是大号、超大号，请问您要哪款？大、中、小，我就要这3个里面的中号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指的那个是大号，不是中号哦。这个才是中号。什么东西？卖个汉堡都卖不明白，老子不吃了。二愣子之间都是这么对话的吗？什么东西？卖个汉堡都卖不明白，老子不吃了。二愣子之间都是这么对话的吗？请问您2位要点什么？我要2个超大号的套餐。好的，先生。您的套餐好了。又脆又香，好好吃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，不够再点。咱们现在动手吗？你是脑残吗？这里这么多人，动了手，咱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先盯紧他，找机会再出手。是。哼，吃完最后一顿饱饭就送你上路。哎，你看那边那桌。怎么了？大哥，他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别慌，先装一波。那群家伙不是刚才打我的保安吗？有什么不对劲吗？谁让你看他们了？是旁边那桌。
亲爱的，你要是喜欢吃这种东西，我就把这家店买下来送给你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宝贝，你对我真好。哼，没想到在这还能看见富婆包养小白脸。感觉男生看起来有点不情愿的样子。又没有感情，只是为了嫌虚与委蛇罢了。宝贝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呼吸不上来了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救命！服务员，快帮我叫一下救护车！喂，急救中心吗？这里是。啊，楚明，你小心点吃，别跟他一样噎住了。他可不是噎住，而是中毒了。中毒？没错，应该是长期摄入某种慢性毒素，导致他的气管壁增生变得越来越细。再加上吃炸鸡汉堡这种硬质食物，更容易被堵上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是一场谋杀？对。小伙子判断的不错，这症状的确是慢性毒药造成的。前辈，你也是医生？前辈，哈哈，真是好久没听到这个称呼了。别担心，亲爱的，救护车马上就来。嘿嘿嘿，伺候了你这么久，我终于要熬出头了，马上我就要成为千万富翁。你确定要过去吗？现在这个社会，一不小心就容易引火烧身，有理也说不清啊。多谢前辈提醒，但医者仁心，如果连救死扶伤的勇气都没有，就不配称为医者。好一个医者仁心！我也和你一起去看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别乱碰我女朋友！刚才不是你求救吗？我和她都是医生。没错。医生啊，那你们检查吧。脉象已经很微弱了，她恐怕撑不了多久。气管液已经快要闭合了，呼吸变得极其困难。要想救她，只能立即手术切开气管，但是这附近没有医院，恐怕是来不及了。哈哈，这药一旦发作，10分钟内没有救治，必死无疑。不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烧符纸，让他喝符水。烧符纸？搞笑呢吧？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种封建迷信？真是个蠢货，用这种歪门邪道救人，那我就事后再敲你一笔。医生，我女朋友现在危在旦夕，只要有可能，什么办法都好，求求您救救她。好，拿纸笔来。用中性笔画符救人，真是魔幻。事成之后，我得讲给兄弟们听，让他们也乐呵乐呵。唉，这孩子我还以为是哪个医科大学的尖子生，现在看来，只是恰巧蒙对病症罢了。写好了，给我一杯水和一个打火机。好。五雷神将，电灼光华，驱邪附魅，保我长生。来，把这个喝下去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把这小子乱搞一通的证据拍下来，等下警察来了，他就成了我的替罪羊。你是谁？我是医生，您刚刚晕倒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病人竟然醒了。你是谁？我是医生，您刚刚晕倒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病人竟然醒了。原以为符水这种东西只有安慰心理的效应，居然真能救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谢谢你啊，小伙子，我好像是被这家店的食物给噎住了。阿姨，你不是噎住，是中毒了。中毒？难道这家店的食物里有毒？我们华莱桶可干净的很，你不能乱说啊！不是这家饭店，而是他。胡说！我是她男朋友，怎么会害她？是啊，小伙子，你一定是看错了，他对我可好了，不会害我的。女士，我是江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，
我可以证明你的症状的确是中毒。你可以去我们医院检查一下，如果不是中毒，费用我全包。宝贝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竟然不相信我，太让我失望了！明明马上就要成功了，都是这小子坏我好事儿。没有，宝贝，你听我解释。这就是顶级恋爱脑吗？啊！小哥哥好厉害呀！简直跟电视剧一样精彩，好吧？没想到竟然真的能靠符纸救人。嘿嘿，小伙子，今天你真是颠覆了大家伙的认知啊！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有空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，我手里可是有很多珍贵病例的。多谢前辈，等我有空了一定跟您联系的。这小子怎么一下子变英雄了？老大，这小子不简单呐！咱们就这样把他卖了，会不会有点可惜呀？一个个都这么善良，干脆送你们出家好了。搞没搞清楚是谁给你们的钱？回来了，大英雄。什么大英雄？你也要跟着笑我？不，我觉得刚才面对质疑也要救人的你，真是帅爆了。是吗？哼，那当然了，你怎么什么都会，好厉害！你想学的话，我以后都可以教你，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就行。好，那咱们拉钩。好，这算是牵女孩子的手吗？以后你可不能忘记我。放心吧。爷爷。喂，怎么了，爷爷？啊？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。看他脸色突变，一定是家里出了什么事。不好意思，我家里突然有事，不能陪你吃饭了，先送你回去吧。好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出去。大哥，他们走了，快跟上！是。琳琳，我观你面相，接下来几周你的运势还是蛮不错的，所以不会有大问题的。那就借你吉言了，快上楼吧。路上小心。王家居然真的找上门了，刚才爷爷的口气很严厉，真的不会有什么坏事发生吗？这么多人等公交车，等会儿不会挤不上去吧？让开，都给我滚到一边去！这群人怎么又跟上来了？他们不会真的是来找我麻烦的吧？小子，老实点儿！你们要做什么？兄弟们苦等了一晚上，自然是为了找你算账啊！他们在做什么？好可怕呀！闭嘴，不关你的事儿。这里人多，你们要是出手，很容易误伤无辜，不如换个地方。哟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挺仗义，那就去旁边的小巷子里。都过来这边，小子，在这里给你送行正合适。那你总得让我知道咱们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吧？不会就因为我昨天在公司楼下打你了吧？你想多了，老子没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你这种垃圾身上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咱们没有其他的交集了吧？哼，谁让你碰了志哥的女人？志哥的女人？谁啊？哼，谁让你碰了志哥的女人？志哥的女人？谁啊？志哥看上的自然是季总季寒霜。什么？我七师姐居然被人惦记了？话就说到这儿，这一刀是还你昨天害老子在兄弟面前丢了脸面。什么？抱歉，这一刀你还不了了。大哥，上，替大哥报仇！臭小子，你找死！动作迟钝，破绽百出。哎呀！
真是不堪一击。轻点儿，轻点儿，好疼啊！说，你口中的志哥是谁？我说，他是江州10大家族之一的张家少爷。10大家族没听说过，那家伙现在在哪儿？哎呦，大爷，别踩了！志哥在。要想活命，就别问那么多。啊！这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后，我竟然没有察觉到，看来是个高手。哈哈，志哥竟然还派了人来支援，兄弟还等什么？快开枪啊！少废话，现在马上带着你的人滚蛋，接下来我会处理。哥们儿，我提醒你，这小子的本事可不小，还是让兄弟我帮你一起做了他吧。而且刚才他踩我，踩得还挺疼，不给他2刀，实在是难消我心头之恨呐！嘿嘿嘿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重复的话我不想说第2遍，滚！好，我走。不就是有把枪吗？装什么？以后老子得势了，连你一起干。这家伙难道和他们不是一伙的？小兄弟，对不住了，我也是替人办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伤你性命。真是个奇怪的人，一会儿救我，一会儿伤我，还是用卜卦之术算一下吧。孩子，你要早点好起来呀！原来是这样，他是为了给女儿治病。你这么做，你女儿会开心吗？这小子怎么知道我的事？愣神了，好机会！嘿，身手倒是不错，可惜还是有点嫩。哇！你往哪儿扎呢？是不是别人不发火就拿别人当傻子呀？哼，看不出你还有功夫，怪不得刚才那帮人奈何不了你。砍刀！给我让开！这小子结结实实吃了我一拳还能反击，不是一般人呐。在山下还是第一次遇见你这种和我旗鼓相当的对手。这么年轻就有这般实力，着实厉害。不过可惜了。不好，不能让他拿到枪。想阻止我？什么情况？你怎么可能快过子弹？没听过那句话吗？7步以内全快。可恶！要是输给这小子，就拿不到钱了。拼了！等等，我可以救你女儿。你说什么？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女儿应该是得了某种疑难杂症，目前束手无策，对吗？这你也知道？我懂点中医，不如这样，你带我过去，我帮你治好她。哼，中医？你以为我没找过？不光是江州，就连整个西南的名医，我都送他去看过了。所有人都说治不了，你凭什么治？他们不行，是因为国术博大精深，那些人只学到了一丝皮毛。你刚才不是好奇我怎么知道你有个患病的女儿吗？就是我通过卜卦算出来的。卜卦？没错，不然你我之前并不认识，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你的信息？那你算算，我老婆现在在哪儿？算对了就相信你。小菜一碟。怎么样？江州，南山。你算的不对，他现在根本不在那儿。你别急，我还没说完。那里是他最后出现的地方，而现在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真的能算出来？你算的不对，他现在根本不在那儿。你别急，我还没说完。那里是他最后出现的地方，而现在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真的能算出来？难道你真的是那些传说中的隐士高人？高人不敢当，只是个弟子罢了。你女儿的病其实是遗传自她的母亲，对吧？是，她
他妈妈就是因为这个病才走的。既然您都能算出来，我求求您，救救我女儿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只要能救我女儿，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，就算让我这辈子当牛做马也可以。不用那么夸张，只要你告诉我关于你幕后老板的信息就行了。这恐怕不行，志哥他帮过我，我不能忘恩负义出卖他。难道义气比你女儿的性命还重要吗？对不起，如果没有他的钱，我女儿早就没命了，所以我不能。倒是位有情有义的汉子。行吧，我不难为你了。收拾好你的东西，带我去看你的女儿。真的吗？楚兄弟，请进。这就是我的女儿丫丫。小小年纪就恶疾缠身，我需要先把下脉。居然是血温！血温？那是什么病？能治好吗？简单来说，就是造血功能出现了问题，但又和普通白血病不同。治疗方法倒是有，只是什么？只是需要用药效强劲的中药借助内力灌注身体。以丫丫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很难承受这一轮冲击。那怎么办？我需要点时间认真想想。难道说我的丫丫就真的没救了吗？兄弟，不要太沮丧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找到医治丫丫的办法。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情况，猛药和肉体之间的矛盾，到底该如何调和呢？哎呦！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闭嘴！老三，给那个女的打电话。是。听上去像是下午在快餐店的那个家伙，他在我家附近干什么？这小巷太黑，看不清啊。想吃瓜，看来只能这样了。嘿，站得高才能望得远。嘿，赶快把你女儿叫过来，她要是不来，可就别怪哥几个对你不客气。你们放心，再怎么样，我都是她的亲妈，她一定会来的。咦，他们两个不是情侣吗？怎么现在改绑票了？你们几个？哎呦，来得真快呀！怎么又是一个熟悉的声音？快放开我妈，不然我就要报警了！我去，不会吧？秦嫣就是那个富婆的女儿？世界真的这么小吗？哎呦，我的好闺女，妈妈就知道你会来的，赶紧救救我呀！让你开口了吗？离谱！妈，想救她，简单呀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100万，1分都不少。哎呦，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最多只有20万。20万？你当是商场买衣服呢？我还给你打折。钱不够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嘿嘿嘿嘿，我可以慢慢给，你们先放了他。慢慢给？你当哥哥我傻吗？我这边前脚刚放了他，后脚你报警了，我还怎么玩？那你想怎么办？我看你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不如陪陪哥几个，100万打2折也不是不可以。你休想！嫣儿，你就从了他吧，为了救妈妈，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？妈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大哥，胡同两边的路已经堵好，这女的跑不了了。哈哈哈哈！起来吧，好姐姐，不用演了。演？难道刚刚你们是在骗我？母女之间哪能算骗？啊，宝贝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我配合你，你就会永远爱我，对吗？啊，宝贝，你答应过我的，
只要我配合你，你就会永远爱我，对吗？当然了，全世界只有我最爱你。你们怎么会是这样？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你女儿真是傻得可爱。不许你夸别人可爱。可恶，这肥婆真是狗吃猪屎，不分好坏。你们几个过去按住她。别过来，你们别过来！女儿啊，别怪妈心狠，妈都是为了爱情啊。嘿嘿，小美人儿，哥哥会很温柔的。救命啊！哎，真是看不下去。哦嘿！幸亏我路过，不然你可就麻烦了。楚明，臭小子，怎么又是你？白天你坏我好事，还没找你算账呢！狠动！动作也太慢了，滚一边去！哼，不给你整点特别的，真是不解气。无影指，痛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封住了你的肾气经脉，半年内你都当不了男人了。看在秦嫣的面子上，这次只是略施小惩。如果你再来找他麻烦，我就让你后半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，动弹不得。听懂了吗？宝贝儿，你没事吧？快让你这宝贝女儿给我解开！嫣儿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让你男人给我宝贝解开吧。妈没他不行啊！哼，给你一个面子，你配吗？这么多年，你哪有一次把我当过女儿？从今往后，你就不是我妈了。嫣儿，不认妈也行，那你帮帮阿姨啊！秦嫣，你还好吧？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都是我自己自作多情。我早该想到的，一个从小就抛弃我的人，突然联系我，能有什么好事？可是我还是抱着一丝幻想他也许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秦嫣，你不用安慰我，这么多年我一个人也过来了。楚明，我能求你一件事吗？当然，你说吧。你背我回去可以吗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真的很重要。我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七师姐还等着你救呢。秦嫣刚经历过背叛，现在跟他商量救治七师姐的事情，会不会有点不合适？喂，楚明，是我。女孩子的声音。七师姐啊，有什么事吗？请你那位柔阳体质的室友帮我治疗之事，推进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室友是在说我吗？我还没想好怎么开口，师姐怎么就捅出来了？师姐，这里信号不太好，等我出去和你说哈。什么嘛，神神秘秘的。好的，师姐，拜拜。抱歉，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？真是不好意思，在这种时候说这种事，其实是我师姐，她有一种先天体质缺陷，需要你的帮助。我？对，简单来说，你的体质是极热体，我师姐是极寒体，你们二者互补，刚好可以治愈我师姐的病。那需要我怎么做？需要你跟我师姐双修。双修？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如果你拒绝，我也可以理解。
不，我愿意。啊？我愿意帮你。那真是太好了，秦姐真是人美心善啊！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你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做到。今晚陪我喝酒吧。喝酒？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你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做到。今晚陪我喝酒吧。喝酒？我休息一会儿，还能喝。也不知道小师弟那边谈得怎么样了。如果是他的话，想必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毕竟他可是身负万千气运的天选之子。当初师父们担心他年幼经受不住这泼天气运，联手将他气运封印住90%，小师弟才得以活了下来。这么多年，我不停在寻找能治疗我隐疾的方法，全都一无所获。小师弟刚下山，就遇到了数百年难得一遇的如阳体质之人，如此才只是他气运的1成。若是日后根骨强大，破除封印，这世上恐怕再无他的对手了吧。哎呀，我怎么在这儿睡着了？胳膊好麻，完全动不了喂！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气血也流不过去了。等等，气血流不过去。丫丫的心脉孱弱，我只要封住心脉处的气血，先用强药将身体治好，再小心修复心脉，不就可以了？这么简单的方法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谁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谢谢你压了我一整夜，谢谢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谢我压他？楚明怕是酒还没醒吧？让一让，让一让！七哥，我找到救丫丫的方法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在医院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等我治好了丫丫，就可以收复祈愿，成为我的助理。他那么能打，当我宗门的保安，铁定没问题。离创立宗门不远喽。楚兄弟，这边。我先看看丫丫情况。好，拜托你了。不好，丫丫的脉象怎么突然如此虚弱？再不治疗，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之前不是说她暂时无碍吗？齐大哥，你别慌。我记得之前那位前辈好像就是这所医院的院长。齐大哥，我们去找院长，我需要借用他们的手术室，立刻进行手术。等等，医院的手术室是你想借就借的吗？我是医生，这位患者病情紧急，需要立刻进行手术。病情紧急？患者心跳脉搏平稳，哪里来的紧急一说？我看你就是个半吊子的乡村野医吧。我的医术你们院长清楚，还请通知一下，就说是楚明借用，他会同意的。我们院长可是医学泰斗，哪是你这种货色配认识的？我劝你赶紧滚蛋，别逼我叫保安来。我看今天谁敢对楚兄弟动手？楚兄弟，七月，志哥交给你的事情办不好就算了，如今还跟任务目标成一家亲了。哼，你怕是忘了，没有志哥，你的女儿早就死了。这身白大褂给你穿，是时候废了。这打我，志哥不会放过你的。林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主任，院长来查房，你这个样子成何体统？哼，院长也在，你小子完蛋了。院长，您来的正好，这里有个人动手打我，快报警把他抓起来。哦，是谁闹事啊？徐明瑞，是我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直呼院长名讳！就是，哪来的毛头小子？一群心术不正、阿谀奉承之辈。楚明，是你啊？来这儿是有家人生病了吗？
什么？院长竟然真认识那小子？我朋友的女儿病重，我想向你借用一下手术室，可那位医生却百般阻挠，甚至言语威胁。你放屁！我可没有。院长，你不要提醒他一面之词啊！楚明，你别着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等下我再跟你解释。现在这孩子病情紧急，还请能借我一间手术室。楚明的医术非人能及，能观摩他做手术，也算是一件幸事。好，立刻准备一间手术室，让他主刀，我来给他当助手。楚明的医术非人能及，能观摩他做手术，也算是一件幸事。好，立刻准备一间手术室，让他主刀，我来给他当助手。什么？院长竟然亲自给他当助手？万万不可呀，院长！若是借给了这个乡野村医，出了事谁来担这个责任？别说了，有什么后果我来担责。哎，院长真是老糊涂了，这传出去还不得被其他医院的笑死啊！是啊，院长出来了。院长，那孩子怎么样了？这小姑娘的主治医生是哪个？是我，怎么了？在患者体内发现了具有强烈副作用的药物残留，你为什么要给体质脆弱的患者开这种药？什么？该死，居然被发现了！我说我女儿的病情怎么会突然恶化？原来是你这个混蛋搞的鬼！不关我事，都是志哥让我干的。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啊！七哥，饶命啊！林勇，从今天起就不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了。医生本该是救死扶伤，却丧失医德，为虎作伥。不要啊，院长！我要是被您开了，谁还敢用我？我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还有30年房贷要还啊！刘主任，把林勇带走，不想再看见他。是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院长！我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。院长，我女儿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这场手术难度巨大，但是楚明医术精妙，使用的治疗方法也十分独特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快看，手术室的灯灭了！完事儿了。从病情的严重程度来看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就结束啊。徐院长、齐大哥，你们放心吧，丫丫的手术很成功，接下来只需要静养就好。楚医生的治疗方法闻所未闻，中西医结合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是啊，我干了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医术。哈哈，你们说的太夸张了，我也没有那么厉害。丫丫，真的没事了吗？暂时无碍了，这个你拿着，按照上面的方子抓药，每天煎给丫丫喝，半个月以后基本就可以痊愈了。楚兄弟，你真是我的大恩人。我齐越在此立誓，以后无论你有什么吩咐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我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齐哥严重了，快起来！楚明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好。我这没什么好茶，先喝2口解解渴吧。徐院长不必客气，找我来应该不是为了喝茶吧？好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楚明，你愿意当我的关门弟子吗？哎，我没听错吧？院长要收关门弟子？徐院长可是受人尊崇的医学界泰斗，能成为关门弟子，意味着会继承院长全部毕生所学，简直是一步登天的机会啊！徐院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师傅了，所以没办法答应您。可你那些师傅都在山上，根本帮不到你，而且我也不需要你做什么，只要对外承认是我的弟子就行了。徐院长，我知道您是好意，但恐怕真的不行。哎，有没有搞错？院长都让步了，居然还不同意？我也不瞒您，其实我是个弃婴，若不是师傅们将我收养，我恐怕早就变成山间的孤魂野鬼了。所以他们对我而言，不仅是授业恩师，更是将我抚养长大的亲人。
所以我不会再拜他人为师了，这点还请您谅解。原来如此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做朋友总可以吧？当然可以，那我今后就叫您一声徐叔吧。没问题。想不到现在这个社会竟然还有这么重情重义之人。是我格局小了。七师姐的短信。徐院长，你知道西直仓库在哪儿吗？西直仓库，那地方在郊区，已经被废弃好多年了，偏僻得很。位于郊外的废弃仓库，糟了！徐院长，你知道西直仓库在哪儿吗？西直仓库，那地方在郊区，已经被废弃好多年了，偏僻得很。位于郊外的废弃仓库，糟了！季总，我们到了。西直仓库，小陈，是哪个客户要在这儿见我？嘿嘿嘿嘿嘿嘿，季大美人，下来聊两句吧。不对，有问题。小陈，快开车！季总，对不起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臭婊子，还敢跟你的小情郎通风报信！不过也好，等他来了，我就让他知道碰我女人的下场。张志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劝你赶快放了我，不然等会儿有你好看。季寒霜，你还在这儿给我装？我在盛美公司当牛做马了整整1年，为的是什么？你能不知道？可你竟然还敢跟别的男人勾搭在一起，你拿我当傻子玩呢？你们去外面守着，若是有人来了，直接给我废了他。是。季寒霜，你这颗蜜桃，今天本少吃定了。可恶，早知今日就应该跟六师傅学点武道防身了。不过本少喜欢主动一点的女人，给我摁住他。好嘞。张志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只要你放我离开，我保证不报警。报警？可笑！你觉得我会怕这个？在江州，别说是玩玩你，就算让你人间蒸发，我张家也能摆平。你别过来，我师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也不怕告诉你，这座仓库下面就埋着一个呢。啊？什么？哦，说起来还是你的老熟人呢，就是盛美的前任副总。公叔，他不是离职回老家了吗？没错，我送他回了西天老家。谁让他一直占着副总的位置，不愿意让给我呢？你这个恶魔！别急，很快就轮到你了。不要啊！啊！混蛋！哪个不要命的敢坏本少好事儿？是你爷爷我！志哥救命啊！楚明，你终于来了！又是你小子！上次让你侥幸逃走，这次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是。动我师姐的人，全都不可饶恕！这小子居然这么能打，怪不得7月之前都没能将他拿下。接下来就轮到你了，来人，快来人！省点力气吧，你的小弟们都已经被我收拾干净了。我劝你动手前想想后果，我可是张家二少，管你是谁！啊！敢动我师姐，天王老子也不行！没有！别打了，我错了，饶命啊！楚明，我感觉好难受。师姐，你坚持住，我这就来帮你。这群畜生竟然给你注射了药物，你可有解决之法？当然，只需用真气将你体内的毒素逼出即可。用真气？
我苦学多年都未领悟的真气诀，师弟他竟然已经掌握了。因为你的绝寒体质可能会有点痛，还请师姐忍耐一下。身体里有温暖的感觉在游走，感觉好舒服。江寒生，竟敢在我面前和别的男人柔情蜜意，能打是吧？就信你能打得过手枪！狗男女，今天老子就送你们上西天！真是自讨苦吃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卡我的手，为什么动不了了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只是切断了你手臂的经脉而已。若是2天内接不起来，你这只手就彻底废了。卡我的手，为什么动不了了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只是切断了你手臂的经脉而已。若是2天内接不起来，你这只手就彻底废了。小子，想靠这招来逼我认怂是吧？别以为我张家无人，我爹人脉众多，有高手能替我接上经脉。你们等着，我早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楚明，就这么让他跑了，他以后肯定会伺机报复。放心，他跑不了的。志哥，好久不见了。七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要是没有我，你女儿早死了。你赶紧让开，咱俩就算两清了。谁敢提丫丫？他是谁呀？他是我宗门未来的保安。宗门还没成立，这么快就找好保安了？没错，开宗立派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找个能打的保安。不应该是先找弟子吗？能找到一个保安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多谢楚兄弟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出了一口恶气。应该的。刚才我进来时，发现这个女人在外面鬼鬼祟祟，就一并带过来了。交给我处理吧。季总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季总，我也是被逼的。说吧，你为什么帮他？我姐姐半年前失踪了，张总说只要这次我帮了她，就让我们姐妹团聚。这种人的话你也信？真是愚蠢。他给我看了姐姐的照片，所以我才……不愧是亲姐妹，都是傻的可笑。我之前不过是跟她玩玩而已，你姐居然想让我对她负责。对于这种搞不清自己定位的女人，我只能让她永远闭嘴了。你这个畜生！你一个叛徒有什么资格骂我？我要给姐姐报仇！真是一场闹剧。楚明，我们走吧。好，齐大哥，我先带着师姐先走，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混账！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动我儿子？爸，别动气，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陷害小智的家伙。你查到什么线索了吗？这是小智手上的伤口，有人切断了他的经脉，手法之精准，绝非常人能够做到。你是说，对付张志的是个国术高手？那种级别的人物，为何要对你弟弟出手？难不成是冲我张家来的？虽然不敢确定，不过从目前查到的资料来看，确实有这种可能。难道是那3位出手了？不会，江州市的3位大师和我张家素有往来，就算要拆台，也不会不打招呼。恐怕这次找上门的是一位隐士高手。哼，既然不是那3位，就没什么可顾忌的了。既然他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了。安排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去把曲大师请来。
欢迎业主回家。哇，这就是你师姐的住处，好高档啊！应该没错，地址显示就是这里了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请注意，未找到住户信息，非法闯入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二位是刚搬来本小区吗？请到这边录入一下人脸识别信息。不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那请登记一下，出示身份证件，我们这边帮你联系。高档小区就是不一样，安保系统好强啊！可是我没带证件啊。很抱歉，如果不能提供，请你立马离开。请他们进来，他们是我的客人。原来是季总的贵客呀！快，给二位把门打开。是。她就是你七师姐，好有气场啊！还好吧，我觉得挺亲切的呀。这位小姐，你就是我师弟的室友。是的。妈呀，好强的压迫感！这就是楚明所说的如阳体质之人。谢谢你愿意为我治疗，咱们今后就是朋友了。不用客气。画面怎么突然变得局里局气，感觉有点跑偏啊！谢谢你愿意为我治疗，咱们今后就是朋友了。不用客气。画面怎么突然变得局里局气，感觉有点跑偏啊！治疗的方法我已经教给你们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的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秦小姐别紧张，我会温柔一点的。那我就先出去了，你们加油。这下七师姐的病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只要坚持和秦岩双修一段时间，绝寒体质就能逐渐好转。接下来就要快点想办法完成宗门的任务，招募我的第一个弟子。先用占卜之法算算看谁是这位幸运儿吧。这是于琳琳，她怎么在为我挡剑？难道她就是我的第一个弟子？但刚才的场景又是怎么回事？师弟，今天的治疗结束了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好。对了，今晚嫣儿就不回去了，在我这儿睡。刚才还是秦小姐，这么快就变成嫣儿了，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等等，还说我们一起吧。好啊。完了，事情完全朝着我不能理解的方向发展了。寒霜，你身子虚弱，多吃点儿。你也是，把这儿当自己家就行。你们俩居然这么投缘，难道二位都是隐藏的社交牛人？我们姐妹之间的事，你不会懂的。对，我的确是不懂。哼。喂，哪位？楚明，我是于琳琳，大事不好了！别慌，慢慢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刚刚收到张家那边传来的消息，他们盯上你和喜悦了。于琳琳电话里说的碰头地点，应该就是这里。楚明，我在这边。你说我和齐大哥有危险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张志被抓的事情是你做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件事情已经在10大家族里面传开了，你这次可真出名了。昨天张家家主让人放出话来，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张志报仇。这件事情本就是张志自作自受，要报仇就来啊，兵来将挡，我还怕他不成？你说的容易，可张家实力雄厚，家族里更是有2位顶级国术高手镇守。据说他们2人曾联手覆灭过一个100人的敌对组织。联手才解决100人嘛，这也没多厉害啊。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开玩笑？我没开玩笑啊，对于高手来说，这种事很轻松的，我也能办到。我怎么忘了，这家伙也是个怪物。是吗？
年轻人岁数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谁在说话？是我。你是哪位？啊，我知道他，张家的护道者赵虎。看来老夫的名字还是有人记得。这么说，你是来给张志报仇的？正是。敢对我家二少爷出手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们张家的人都这样，一点不讲道理。哼，我的拳头就是道理。是吗？可是你这功夫还差点火候啊！黄毛小儿也敢对我品头论足，有种接我一招！放马过来！你这实力，怕是抓不住我呀！这小子果然有些实力，只是对了一招，就震得我手臂经脉隐隐发麻。这位大叔，看在也是替人卖命的份上，刚刚我是留了手的。接下来你如果还不依不饶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今天只是来探个虚实，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没必要在此纠缠。哼，今日就放你一马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啊，这就结束了？他应该是吃了我那一拳，知难而退了。那就是你比赵虎强了？那是肯定，不过他刚刚并没有使出全力。一定是师姐担心我了。齐大哥，楚兄弟，多亏了你，现在丫丫的身体好多了。楚叔叔好，这就是丫丫嘛，好可爱呀！徐院长说能把丫丫治好，简直是医学奇迹。你就是齐月吧？我是。你们是谁？给我拿下！徐院长说能把丫丫治好，简直是医学奇迹。你就是齐月吧？我是。你们是谁？给我拿下！刚才是怎么回事？齐大哥好像遇袭了，又来视频了。快接！你就是楚明吧？我是张志的哥哥张天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要做什么？3天后来楚石山别墅，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齐月和他女儿了。你千万不能去那个别墅，张家肯定布置了天罗地网等着你，甚至可能……琳琳，你说的我知道，但齐大哥是我的朋友，绝不能放任他们不管。就算是陷阱，我也必须去。我带你去找我爷爷，之前你救过我们，他一定会帮你的。虽然不想牵扯到不相关的人，但此事关系到齐大哥和丫丫的性命，有人帮忙会更有把握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走。楚明小友，好久不见啊！于老，这么晚打扰，实在抱歉。无妨，你与张家的事我已知晓。张家是帮派出身，做事心狠手辣。这次你动了张志，这算是触碰了张家的逆鳞。不至于吧，于老，我也就是教训了一下张志而已。张家蛮横惯了，这次只能算你倒霉。不过你对我于家有恩，我自当出手相助。可我们10大家族内部是盘根错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所以我只能暗中给你助力。于老放心，我的事不劳烦您，只求您能保下齐月父女。没问题，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若是机会成熟，我一定趁势扳倒张家，但他们的产业我也要一并接收。你可愿意？爷爷，怎么能这样？您这是拿楚明当枪使啊！无妨，琳琳，扳倒张家对我和齐大哥来说是一劳永逸，我求之不得呢。总算谈完了，有了于老帮忙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当时爷爷的条件很过分，分明只是打下辅助，却要拿走全部的战利品。你真的不生气吗？不生气啊，只要齐大哥他们没事就行。于老想要的那些产业，对我来说毫无用处，给你们反而更合适。你还真是看得开。拿人手短，欠了我这么大一个人情，收你为徒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嘿嘿。到了。
那我回去了，你路上小心。楚明，其他人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可以永远相信我于玲玲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3-1，要不起。天哥，您来了。那小子没被玩死吧？留着一口气呢。很好，我弟弟受的苦，他一样都不能少。开门。是。天哥，请。哼，不愧是练过的，倒是经得住他。把他弄醒。快给老子把眼睛睁开！哟，还活着呢，命挺大。张天，你个畜生！我女儿呢？我女儿在哪儿？别着急呀，你现在就是一条丧家犬。叫唤的再厉害，能有什么用？你女儿在我手里好得很，我拍了视频，正好给你看看。爸爸，救我！我好害怕。张天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！吵死了，让他把嘴闭上。是。这是什么？混蛋！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安心睡吧，3天期限已到。楚明若是今天不来，你和你女儿很快就能在地下团聚了。哼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！去让顺子带着兄弟们好好迎接一下他。是。哼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！去让顺子带着兄弟们好好迎接一下他。是。张天，滚出来！我楚明来了。你就是楚明，一个毛头小子而已，家主真是小题大做。叫张天出来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我可是张家元老，连张天都得叫我一声叔。你小子未免太目中无人了。目中无人的前提是你得算个人。我赶时间，你们一起上吧。小子，我看你是找死！快呀，好疼啊！哎呀！前院的人我已全部吸引过来，你们可以行动了。好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哎，琳琳这个傻姑娘，张家如今可是个狼窝，就她那点功夫，也敢硬闯？爸，放心吧，琳琳有好几位高手保护，定会没事的。哼，你说的倒是轻松，她一个女孩子打打杀杀算怎么回事儿？琳琳可是未来要继承余家的女子，早点历练也是个好事。继承余家？那王家那边嫁谁过去？嫁你吗？这您就别开玩笑了。这次如果计划成功，琳琳将会是我们余家的大功臣。得了张家的一切后，我们余家未必没有和王家一较高下的实力。大哥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说，你们把人质藏哪儿了？我只是个打工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滚！哎呦！张天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真是好大的阵仗！终于见到你了，楚明，能走到这里，说明你是个人才。可惜啊，今天就要折在这里了。动手，不留活口。是。哼，谁还不会个远程攻击了？去！怎么回事？我的手完全使不上力气了。我的腿也支撑不住了。一群废物，还不快给我干掉他！是。
雕虫小技，激风剑阵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会有人打得过这么多全副武装的精英？这小子到底用的是什么功夫？撤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就在你刚刚夸我的时候。出去！大少爷小心，这里交给我，您快走。好，要赶快告诉父亲，这小子是个怪物。哦，想不到你也是个高手。废话少说，今天便是你的死期！啊！混蛋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赶紧给我解开！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和我打一架，封住我的穴位算什么本事？3个时辰后你就可以动了，现在我没时间陪你玩。可恶！你那边怎么样了？还没有找到丫丫，一切小心。你也是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分开走。是。小姐，找到了。张天这个畜生，竟然把孩子关在这种地方！你们在门口守着，我去救人。是。你是谁？别害怕，姐姐是来救你的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我是楚明的朋友。哼，原来那小子还有后手。徐大师，后院的家伙还劳烦您动动手指给解决了。可以，不过都是蝼蚁罢了。爸，咱们的人都被干掉了，该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楚明那边，你张叔和赵叔已经过去了，就算那小子再厉害，也绝对不是他们2人的对手。大小姐，走这边。小姑娘，随随便便在别人家里乱闯，是不是有点不礼貌啊？大小姐，走这边。小姑娘，随随便便在别人家里乱闯，是不是有点不礼貌啊？糟糕，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让开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小子，我劝你老老实实投降，这样可以免受皮肉之苦。放屁！给我上！保护小姐。是。一群不识好歹的蝼蚁，看剑！可恶！不见了。我在这儿呢。糟糕！楚明昨天匆匆忙忙就走了，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怎么样。楚明，是你吗？韩说，你怎么还没休息？在等楚明吗？张家绑走了他的朋友，他独自一人去营救，我实在有些担心。放心吧，楚明功夫那么好，肯定会没事的。希望如此吧。我只是怨恨自己一点忙都帮不上。你和他是一个宗门的，难道不会什么功夫吗？若是3年前，我还能使用一些道法。当年在山上，我们几个姐妹也跟着7位师傅各自习得了一门国术。下山后，我日夜苦修，已经小有所成。但是，我体内的绝寒体质越来越严重，现在已经无法施展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已经联系了能帮楚明的人，只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来。若是师弟真的出了什么事，若是他出事，你当如何？谁？好久不见啊，季寒霜。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六师姐，你来了。继续说啊，若师弟出事，你当如何？我自当以死向师父们谢罪。这还差不多。这么多年没联系，想不到以你的体质，还能撑到今天。这位姑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嫣儿，你别出声。六师姐，你我可否先暂时放下过去的恩怨？楚明是我们的师弟，求你帮帮他。小师弟有难，我自会出手。但你别误会了，我是为救师弟而来，不是因为你。我明白，
只要楚明安然无恙，6师姐要杀要剐，寒霜任凭发落。谁要杀你剐你？啊！我先去把师弟抓回来，咱俩的事回头再说。这位师姐虽然脸上冷漠，但还是关心楚明的。寒霜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急火攻心而已。有6师姐在，楚明一定没事的。齐大哥和丫丫应该就在这里面了。小子，你终于来了，让老夫好等啊！少废话，我朋友在哪儿？别着急，很快就会让你们在阴间团聚的。只怕你们没这个本事。哼，你嚣张不了多久了，看招！放马过来吧！掌中藏针。二弟小心，这小子招数古怪的很，说不定还有阴招。阴招？还是你们见识太少了？我拖住他，赶快将阴针逼出来。好。小子，之前在公园与我交手时，你似乎没有今日的实力，怎么转眼间提升了这么多？那天我知道你意在试探，所以并未使出全力，但今天绝不会手下留情。楚明，你看看这是谁？于琳琳。对不起，楚明，我拖了你的后腿。先别说这个了，你和丫丫没有受伤吧？哼，你还有功夫关心别人？让老夫来会会你。徐大师，您只管动手，人质交给我就行。好，天一剑诀，离火燎原。真气外放，这兴许的比这2人倒是强上不少。看来他才是张家的底牌。想不到曲大师竟然已经修炼到了真气境。今天我们赢定了。哼，你们高兴得太早了，不过是区真气境而已。想不到曲大师竟然已经修炼到了真气境。今天我们赢定了。哼，你们高兴得太早了，不过是区真气境而已。小子，只会大放厥词可不行，还是要凭实力说话。那就让你见识一下。不可能，那小子竟然敢正面和曲大师硬刚，难道也是真气境？他才20来岁啊！好，你果然是个合格的对手，我很满意。他的实力确实不一般，剑法也十分扎实，但我现在没工夫跟他耗下去。要想速战速决，必须用那招了。封印解除，虽然解除封印会有一些后遗症，但是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哪里胡哨，去死吧！那小子完了。楚明，这怎么可能？居然能徒手挡下我的剑！你难道是元刚境？曲大师竟被这小子空手接白刃，我们一起上吧，再不出手就晚了。好，如何一人抵挡我们3人？那就给你们开眼。什么？楚明小心，上面有狙击手！哈哈哈哈！高手过招就是精彩啊！张天，又是你！曲大师，人我已经替你打残了，速战速决吧！得嘞，现在他绝不是我的对手。闭门火力压制。是。可恶，完全施展不开了。这下看你怎么躲！不要！你们休想伤害楚明！楚明，别管我，你带丫丫快走！混账，竟敢坏我好事！我就先解决了你！给我住手！什么？琳琳，坚持住，我马上为你治疗。你以为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？上天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啊！给我开火！
这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你找我师弟的麻烦。什么人？少废话，再动一下，要了你的命！我不动，你下饶命！你下饶命啊！你就是楚明。没错，你是谁？我是你六师姐南陵。六师姐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？师姐寒霜要我来帮你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麻烦六师姐帮我盯着张天，我先给琳琳疗伤。你怎么这么傻，竟然为我挡刀？我不知道，也没想那么多，身体自己就动起来了。还好没有伤到要害，不然就麻烦了。先把血止住再说。臭小子，竟然还有帮手，大家都留下吧！动手，解决他们！是。哼，还敢耍花样！给我老实点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！六师姐，这里交给我吧。你要干嘛？你张家几次三番对我身边的人下手，说吧，这笔账要怎么算？大哥，我知错了，求你饶了我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饶你？那怎么对得起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？下半辈子，给我老老实实躺在床上吧。张家剩下的人，你想怎么处理？交给于老的人吧，他们会来做收尾工作的。插播一条最新消息：江州10大家族之一的张氏集团一夜覆灭，所有产业被于家全面接管。这下张家是彻底从江州消失了。都是他们自作自受罢了。你怎么不去看丫丫和齐大哥，老在我这里守着做什么？我已经看过了，他们没什么事，我已经帮他们治好了。你还需要我定时为你渡气，不然会留下后遗症的。就因为这个，没别的了？当然不是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。啊？什么事？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。啊？什么事？这是一件关乎你我的未来的事，还望你千万不要拒绝。咱俩的未来？终于要表白了吗？但是王家那边怎么办？哎，算了，我才不管什么王家呢。知道了，你说吧。我希望你能做我的弟子。啊，弟子？没错。你出去！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我是认真的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打情骂俏结束了。六师姐，去看看叶寒霜吧。七师姐她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我又不是医生。大概是因为你的事急火攻心，再加上她身体本来就差，现在好像要不行了。什么？寒霜，你可一定要撑住啊！嫣儿，别哭了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没错，他从小就是个病秧子，自己早就习惯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南小姐，这小子我给你找来了，赶紧让他给你治治，别总是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。你啊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哼，别说废话了，快治你的病吧。六师姐和七师姐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感觉别别扭扭的？七师姐，我先给你把脉。你这是气血异常上涌，导致心脉进一步受损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只是这2天工作有点累而已，没事的。都什么时候，你还在这逞强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天你独自一人去张家救人，他一直担心你出事，所以就尝试强行运功。虽然我及时出现，但是依旧伤了心脉，然后就这样了。七师姐，你寒毒那么重，怎么还要运功呢？是我太心急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你干嘛这么为我拼命？我们只见过几次面而已。对你来说只有几次，但对我来说不一样。寒霜，
小师弟就交给你照顾了，做姐姐的要担起这份责任，知道了吗？是，师父。我整整照顾了你3年，在心里，你早就是我亲弟弟了。怪不得师父让我一下山就来找七师姐。从今往后，你也是我亲姐姐，你的病我一定会治好。我相信你。病情我已了解，请2位回避一下，我要开始治疗了。走吧，姑娘，我们出去吧。什么治疗方案，还用我们回避？师弟，你要怎么治？你目前的情况很糟糕，我要用针术直接传导内力入体，需要师姐坦诚相待。坦诚相待，难道是脱掉衣服的意思？是，不过师姐放心，我会闭上眼睛的。我知道了。南小姐，先喝点水吧。多谢。我看你一直住在季寒霜家，你们很熟吗？不，我之前并不认识寒霜，是楚明托我来治疗他的绝寒体质，才开始和他相处。治疗？难道你是纯阳体质？我也不是很懂，只是听楚明说是什么如阳之类的。如阳体质？我下山10几年都没有遇见一个，小师弟才下山不足1月就找到了，还真是气运不凡。这下好了，我的修为停滞的问题终于有救了。小师弟医术高超，又有气运傍身，一定可以帮我突破瓶颈。寒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只是被针灸扎得有点疼，没忍住叫了一声。这样啊？还是快把门关上吧，治疗时不能吹凉风。打扰了。感觉好丢人啊。没关系的，七师姐，刚才那个穴位，即使是武道高手都会难以忍受。谢谢你安慰我。不过，我有件事情不明白。什么事？你和六师姐为何跟仇人一样？说来话长啊。你和六师姐为何跟仇人一样？说来话长啊。你六师姐也曾是个武道天才，早早便进入了真气境，可自那之后就再无进展。而我所修的道术有改善修者聚气的能力，所以我和他商量后，打算借助此法助他突破瓶颈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我不仅没有成功，甚至还因为功法的反噬，扭曲了他的丹田，让他自此武道停滞。所以他才恨我，甚至不愿意见我。道术我也会，按理说即使无法激发，也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呀。也许跟我的绝寒体质有关吧。不对，你的体质绝不会对六师姐造成任何影响，肯定是哪里出了差错。七师姐，针已下完，你再趴会儿，我先出去看看六师姐，也许可以找到治疗之法。真的吗？治疗结束了，寒霜他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了。六师姐，可否让我为你诊脉？我又没病，给我诊脉做什么？七师姐已经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，我想试试看能否帮你复原。丹田破损你也能治？还不确定，我先看看脉象。好。好精纯的道术灵力，比当初寒霜注入我体内的要炙热不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南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原来是这样。师弟，我刚才感觉腹部一阵剧痛，我的丹田不会要碎了吧？当然不会碎，不过你可能要和七师姐道歉了。道歉？因为你丹田受损，并不是她造成的。什么？是有人在你体内下了咒术。这怎么可能？若是下咒术，以我的身手，怎么会没有察觉？当年你毫无防备的开放丹田，让七师姐为你调理，那人就是趁此机会下的手。我从未与人交恶，到底是谁对我下此毒手？这个暂时还不知道，只能感受到你体内的咒术十分强大，最多2年
这个咒术将会完全吞噬掉你的修为，到时候你将会武道修为尽废，一生沦为废人。怎么会这样？师姐别急，此咒虽然强大，但也很好破解，需用特殊药物进行持续温养，10日一到自会消退，但期间绝不可中断，否则修为尽毁。太好了，需要什么药物，我现在就去找。所需之物都不是凡品，有些甚至难得一见。我先给你列张单子。楚明，快送我去公司，有人趁我不在搞破坏。七师姐，你现在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最好还是静养。不行，来的人都是练家子，那群保安对付不了。喂，上去告诉你们管事的，之前借我们的2000万，现在该还了。我们季总不在。不在？那看来是故意不还了。兄弟们，给我砸！是。都给我住手！哟，季总不是不在吗？怎么我刚一动手你就出现了？兄弟们，再砸狠点儿，让他看看欠钱不还的下场。好嘞！你们，七师姐别动气，这些家伙交给我就好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奇怪，虽然这几人招式孱弱，但拳脚之间却有种熟悉的感觉。小子，身手可以啊，老子来跟你过2手如何？还是第一次遇见有人主动讨打。少废话！你若是能打赢我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。你确定？当然，只不过若是你输了，这钱可就要翻倍了。哼，我师从江州第一武士，只要你敢应战，看老子怎么锤爆你！来吧。你说怎么打？这么打？就你这速度，还搞偷袭？一边歇着去吧！啊！你竟敢打我的脸！给我等着，我叫我师傅来收拾你！原来你还有师傅呀，我还以为是野路子呢。我师傅可是江州第一武士，你小子死定了！师傅，救命啊！有人要杀我啊！好浮夸的眼界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师傅，救命啊！有人要杀我啊！好浮夸的眼界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还说我有点急事要先走一步，你这边……师傅，小鱼，六师姐。这些人是你的弟子？确实是。小鱼，你今天不应该待在武馆里练拳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这不是出来干个副业吗？副业？副业就是来找我师妹的公司吗？你师妹？没错，季寒霜就是我师妹。当初你无家可归，是我收留了你。如今你是打算恩将仇报吗？不，我哪敢呢？都是清雅集团掏钱让我们干的。原来是他，雇人做这种事倒是像他的作风。小丽，你去把赔偿清单给清雅集团送去。是。这次虽然背后有人指使，但毕竟是我的人做了错事，还请师妹原谅。无妨，有师弟在，集团并没有多大损失。这小子竟然是师傅的师弟，我还以为是季总的保镖呢。等等，那我刚才岂不是对师叔出了手？完了，我会被师傅打死的吧？你还在这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滚回武馆待着！六师姐，我可以去参观参观你的武馆吗？啊？武馆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也想去看看你生活的地方。好吧，那就满足你们。你们几个跟我一起走，路上把今天这事儿仔细交代清楚。是。什么？失败了？一群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老板，那家伙叛变了，把你收买他的事情全抖出来了。什么？都是你们出的好主意。现在盛美那边已经打草惊蛇了，以后再想动手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郑姐姐，别着急呀，事情没那么严重，还是有办法挽回的。
哼，什么办法？圣妹之前内斗已经元气大伤，如今只剩下个季寒霜，只要让季寒霜消失，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你想直接做了他，是不是太冒险了？解决一个人方法有很多，比如恰好路上遇到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，又恰好撞了他，那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。还是你有主意？这就是六师姐说的小武馆，这规模说是江州数一数二都不过分吧？师叔说的没错，咱们武馆就是江州第一的，好厉害！闭嘴！师弟不必羡慕，你的武道造诣不低于我，这样的武馆你也能创办。按理说，我现在的境界跟六师姐应该差不多，可我却连宗门的一根毛都还没建立，真是罪过呀！别在门口傻站着了，我带你们进去看看。好。师傅回来了。见过师傅。师傅。你们接着练习吧，不用管我们。南小姐好威风啊，居然有这么多弟子。我以后也要有。南陵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竟然敢纵容手下抢我生意！你是谁？黄毛小子，你没资格跟我说话，滚一边去！程正义，我何时抢过你们生意？大家不愿学你的跆拳道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放屁！定是你使了什么手段，才将我的弟子都诓骗到了你这里。不要脸！分明是你自己没有真功夫，他们才转投到我师傅门下。给我闭嘴！小鱼师兄，竟然又打我的脸！当着我面打我弟子，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南陵，你废什么话？有本事就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斗。若是怂了，就乖乖从这里滚出去。欺人太甚！不服气，那就来跟我过两招，否则这江州第一武馆的称号我就拿走了。这一次我专程从海外请了高手坐镇，南陵，你输定了。既然你要打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等等，教训这种货色，哪里需要六师姐你出手？他的实力不在我之下，你能应对吗？此人说话步步紧逼，满脸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想必有什么诡计，还是让我来试他一试。放心吧，六师姐，交给我就好。此人说话步步紧逼，满脸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想必有什么诡计，还是让我来试他一试。放心吧，六师姐，交给我就好。哪里来的臭小子，赶紧滚开！我可不跟菜鸡打。在下楚明，是南陵的师弟。如果你连我这关都过不去，就根本没资格跟我师姐交手。好，那老子今天就先拿你开刀。大家都退后一点，免得等会儿他飞出去砸到你们。楚明，你这是料定他等会儿会被你打飞吗？那必须的。可恶！看招！师傅居然一上来就用必杀技，还从未有人活着从这一招下离开。那小子完了！必杀技，就这？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弱呀！你竟然能接住我这一脚！就这种三脚猫功夫，还敢来踢馆？不好！竟然真的打飞了！怎么样？我没骗你们吧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滚开！区区一拳还伤不了我。小子，是我小瞧你了，居然还能站起来啊！少废话，刚才我只用了5分力而已，接下来这招定叫你生不如死。好啊，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看看是你的腿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。一拳踢！啊！我的腿！我的腿！我没看错吧？那小子居然一拳把师傅打残了。
看来你确实没有和我六师姐交手的资格，回去好好休养，今后别再这么嚣张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是。怎么样？这下知道厉害了吧？滚开！为什么挨打的又是我啊？怎么又来一个？虽说我这徒弟有点不成器，但也轮不到你来教训。小心点，这家伙曾经打败过华国很多的武道高手，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业界大拿。师傅，你终于来了！就是那小子打我，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！先别急，在场的所有人，我给你们一个选择：愿意做我弟子的留，不愿意的灭。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！就是，哪有强行逼人做弟子的？只要拜入我师父门下，不出1年，功夫就能登堂入室。我劝你们别不识抬举。你少在这妖言惑众，习武靠的是毅力，怎么可能1年速成？切，提升实力就行，你管我用了什么办法？六师姐别急，跟这种人讲不通道理。既然他们不服，那就打到他服为止。比试可以，但若是你输了，从此不再踏入我六师姐的武馆，如何？好，要是你输了，这武馆的弟子就得归我。好，那就试试看吧。师叔加油！师叔，我们相信你。小子，今天老夫就给你上一课。嘿，啊！那老头实力不凡，师叔不会有事吧？放心吧，小师弟厉害着呢。速度还行，力量不够，还是差点意思呀。你说什么？抱歉，我可没空陪你玩了。8级1式弓步贯拳，好大的力量！2式定心肘。师傅，我这第3式都还没使出来呢，就不行了，还是回去再练几年吧。师叔好帅，好强啊！哼，不愧是小师弟。看来还是我华国武术更牛啊！师祖居然输给了一个毛头小子，那咱还学什么跆拳道？改学武术吧！该死，这下我还怎么和南陵抢弟子？小子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我可没那么容易倒下。今日我要将这里碾为平地！你已经伤了心脉，若再强行运功，这辈子都无法练武了。运功？那种东西没什么用。我们流派发展至今，靠的是这种秘药。你已经伤了心脉，若再强行运功，这辈子都无法练武了。运功？那种东西没什么用。我们流派发展至今，靠的是这种秘药。没必要这么拼吧。小子，能见识到秘药的威猛，也算是你的荣幸。力量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力量。师祖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好可怕！我可不想跟他一样变成怪物。师傅，您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。废物，给老子闭嘴！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，一起上吧！这家伙已经失去理智了，我们一起上，快速解决了他。好，既然他不讲武德，那咱们也不必客气了。那你可要跟上我的节奏哦。六师姐你才是，别落后了。想打败我，你们也配？一群蝼蚁罢了。我一定要拿下这家武馆。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。双飞腿。我们配合的还蛮有默契的嘛。那肯定的。师傅、师叔，你们真是太帅了，简直就是我的偶像。
师叔，你年纪轻轻就如此厉害，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啊？是啊是啊，告诉我们吧。秘诀？秘诀就是踏实的走好每一步路，不要妄想一步登天，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。原来如此，师叔，我会更加努力锻炼的。我们也是。六师姐，你这武馆的伙食也太好了吧！哎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不用管他，他医术高超，就算是噎住了也能自救。确实。寒霜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寒毒又发作了而已。哦，那可耽误不得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路上小心。好。对了，六师姐，等我准备好药物，就来帮你修复丹田。那就拜托小师弟了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没问题。小鱼，我师妹和师弟可都在你车上，给我开稳一点，别毛毛躁躁的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可是老司机。走喽！楚明，寒霜脸色很难看，这次寒毒好像格外严重。七师姐心病未愈，却又劳心费神，所以才会这样。等会儿到家了，我就帮她施针。师叔别急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季寒霜，终于让我等到你了。去死吧！哎，这不是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吗？拍几张照片，让郑姐看看我的本事。呵呵，什么女强人，还不都是肉体凡胎？出了车祸，一样得凉。这么说，你是故意撞车的？什么人？说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少多管闲事！今天的事，你要是敢外传，小心我要你狗命！看来不吃点苦头，你是不会说了。去！啊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哈哈哈！好疼啊！你这个混蛋，快给我解开！给我老实交代，否则就让你生不如死！哈哈！我说，是清雅集团的郑源指使我的。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说的话？我手机里有和他的聊天记录。哼，就算给你看到又如何？季寒霜也复活不了。拿来吧你！哎，这人刚才不是躺在车里吗？还真是郑源那娘们儿，之前联系我也是这个微信号。想不到他竟然如此丧心病狂，不能堂堂正正的在商战上赢我，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真是恶心。季寒霜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不能堂堂正正的在商战上赢我，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真是恶心。季寒霜，你怎么还活着？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若不是楚明及时用真气护住车身，恐怕刚才真的危险了。可恶！快把手机还给我！要是让他们留下证据，我可就完了。哎呦，录像功能真是好使，刚才的所有对话都拍得清清楚楚。好啊，你们竟然装死给我下套！你给我老实点，这不叫下套，是将计就计。我已经将刚才获得的所有证据移交给公关部处理了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就麻烦了。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了，你真的能帮六师姐修复丹田吗？看着她的武道因为我停滞不前，真的很痛苦。你不必自责，六师姐的丹田并不是你破坏的，而是中了咒术。咒术？对，你还记得当年是在何处给六师姐激发丹田的吗？好像是一处庙宇，但时间有些久了，名字已经记不清了。无妨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揪出伤害六师姐的凶手。
废物！交给你的事情没办成就算了，还被人拍了证据，你是要害死我吗？我哪知道季寒霜命这么硬，被车撞还能没事，一时不小心才被他们下了套。我看你就是找借口，没用的东西就不用留了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不要啊，郑姐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郑总，为了这种人，没必要动气。你说的轻松，车祸的事情被季寒霜拿到了把柄，还不知道他要怎么对付我。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力挽狂澜。快说，什么办法？您别忘了，季寒霜那边还有我们几年前安插进去的一枚棋子，如今正是到了它发挥作用的时候了。我们只需先让他去。妙啊，还是你有主意。这次定要一举覆灭盛美集团。七师姐，今天的针灸就到这里吧。好。楚明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今天还需要我给寒霜压制寒毒吗？当然了，你们慢慢来，我出去等。好。真的很好奇，师姐他们到底是如何双修的呀？楚明，你瞎想什么呢？那可是你师姐。还是看看新闻冷静一下吧。震惊！庆雅集团的邪恶商战。丧尽天良！庆雅集团总裁竟做出这种事！七师姐的公关部真厉害啊！车祸的事这么快就冲上头条了。这什么味道？哪来的烟雾？季寒霜，你敢和我们清雅集团作对？今天老子就让你归西！大哥，我们放火还自报家门，是不是不太妥当啊？你懂什么？东家自有安排。任务已完成，走吧。是。这帮家伙竟然敢上门放火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等我出去再找你们算账。走你！七师姐他们还在屋里，得赶紧把他们带出去。七师姐，不好了！楚明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那个，要不先别治疗了，家里着火了。什么？着火？怎么会突然着火？是清雅集团派人故意放的。这群家伙真是阴魂不散啊！先别说这个了，你们跟紧我。好。你们两个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这就打电话叫消防车。顺便报警，就说有人故意纵火。我明白了。我这就打电话叫消防车。顺便报警，就说有人故意纵火。我明白了。季寒霜，你敢和我们清雅集团作对？今天老子就让你归西！哼，看来郑源看见公关部发的消息之后，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。郑源虽然鲁莽，但也不至于做出这种蠢事啊。楚明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师姐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直接把监控记录提供给警方和记者，这一次就让他们彻底完蛋。郑总，我已经按您说的做了，可否放了我的家人？别急，还有最后一件事。做完，我不仅会还你家人自由，还会给他们一大笔钱。什么事？等季寒霜带人找上门来，你就承认是你放的火。啊！您这是要我坐牢啊？那我的希儿怎么办？哼，只是纵火而已，几年你就出来了。要是不听话，这辈子你都别想见到他们。郑源，你好狠的心呐！
忙活了一整夜，警方和记者那边已经联系好了，等会儿我们就去郑源的公司把事情了结了。离谱，太离谱了！离谱？是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是在说你这房子离谱。本以为被烧掉的那套已经够豪华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有一套更大、更夸张的。这就是霸道总裁的实力吗？你要是喜欢，这套就送给你，房子我多的是。不用了，真是毫无人性啊！楚明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再看大师傅给你的遗书。等处理完清雅集团的事情，我就去帮六师姐恢复丹田。好，那我们就速战速决吧。我倒要看看郑源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哼，季寒霜的动作还真是快，一晚上舆论就已经发酵的这么严重了。那又如何？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想必那个季寒霜还傻乎乎的以为抓到了我们的犯罪证据吧？事情你都安排好了吧？可不能出岔子。当然，带他上来。进去。怎么把他绑起来了？昨天晚上这小子竟然想要逃跑，我给他下了点药，顺便灌输了几句词儿。干得不错，还是你靠谱。这下彻底万无一失了。喂，郑总，不好了，盛美的季寒霜带了好多记者说要找您。慌什么？尽管让他们上来。是。好戏要开场了。郑总，人到了，请进吧。郑总，对于昨夜的纵火案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贵集团真的为了商业利益不惜伤人性命吗？郑总，我们收到证据说你蓄意纵火，还请你配合调查。郑源，我劝你主动自首，还能减轻点责罚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为何要自首？我们清雅从来不屑于做这些偷鸡摸狗之事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需要我把监控和聊天记录给你看看吗？不用了，纵火案的凶手我已经替你抓住了，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问他就行。什么？郑总抓住了凶手，放火的难道不是他的人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把人带上来。各位，他就是昨晚放火的人，一切都是盛美公司自导自演污蔑我们清雅的闹剧。一派胡言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。盛总，你说盛美自导自演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当然，这些资料大家可以看看。此人1年前就入职盛美，还有员工卡和工作记录。真的假的？让我看看。可恶，被算计了。没错，这个人1年前就入职盛美公司了。难道真的污蔑？惊天大瓜呀！季总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没错，这个人1年前就入职盛美公司了。难道真的污蔑？惊天大瓜呀！季总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这人一定是郑源安排进盛美的。季大小姐，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。可恶，想不到竟然被他反将了一军。七师姐别急，我应该有办法。你想怎么做？破局的关键就在那个男人身上。郑总，既然说我们是自导自演，那你敢不敢让我当众问他几句话？当然可以。哼，谅你也问不出什么东西。眼神迷离，身形不稳。看来郑源是怕这家伙说出事情的真相，给他下了药物，在我面前搞这些小伎俩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你是盛美的员工？我是盛美的员工。听见了吗？这可是他自己说的。你再好好想想。
不是我，我是郑源的人，是他指使我去放火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药效应该能持续10个小时才对呀。我去，今天反转，今天的头条稳了。郑源绑架了我的家人，威胁我替他干脏活，高垮竞争对手。1年前，他还把我安插到盛美公司。郑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明显是故意泼脏水。是啊，督察员，你要相信我们啊！放屁！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有证据证明。什么？不会吧？兄弟，麻烦先帮我解开。没问题。郑源密谋对付季总的事，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。等季寒霜带人找上门来，你就承认是你放的火。要是不听话，这辈子你都别想见到他们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？他胡说，这份录音是伪造的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。是吗？那你往化妆品中添加有害的违禁成分，谋取暴利这件事，总是真的吧？还有这种事？你这个叛徒，竟敢出卖我！哼，你这女人蛇蝎心肠，我替你做了那么多事，你还不是要我去坐牢？郑总，不必再说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还有你，也一起来。该死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最后郑源的脸色还真是难看呢。楚明，多亏有你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也只是利用大师傅教我的行气之法，清除了那人身上的药物效果罢了。恢复丹田的事儿，你有头绪了吗？根据医书记载，得先找到一种名为羽的毒蛇，需要用它的蛇胆做药引。只不过羽蛇已经很久没有现世了，所以有些麻烦。那你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吗？书上也没有羽蛇的图片，只说它背生双翅，生活在南疆的10万大山里。带翅膀的蛇，这种生物真的存在吗？师姐，去南疆之前，我可能需要采购一些物品。买东西这事儿就交给我吧。多谢师姐了。这里是江州最大的商场，你需要的这里应该都有。我先去停车，等会儿去找你。知道了。哇，还真是琳琅满目啊！先列份清单，免得等会儿漏掉了什么物品。完美，这一下就万无一失了。那人拿着手机，表情猥琐。嘿嘿，看来今天又能讹一笔零花钱了。来人啊！有变态偷拍狂！变态偷拍狂！臭流氓，快把照片给我删了！小姐，就你这姿色，我有必要偷拍吗？我看你就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。宝贝，这是怎么了？亲爱的，他偷拍我，还死不承认。臭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大庭广众之下搞偷拍，赶快把手机交出来！呀，挺帅的小伙子，居然偷拍别人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呵呵，闹得越大越好，最后这小子只能乖乖掏钱息事宁人。抱歉，我没有偷拍他，不信你们就报警吧。抱歉，我没有偷拍他，不信你们就报警吧。你给我站住！疼！就你这两下，还是不要拿出来丢人了。而且你气脉虚浮，肾气亏损，回去多喝点枸杞鹿茸吧。你胡说！放开我！放开可以，但是你们要再胡搅蛮缠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会点功夫就了不起啊！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今天别想溜掉。就是。宝贝，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快看快看，前凸后翘，颜值逆天，尤物啊！他好像是盛美的总裁季寒霜。什么？有颜还有才，我爱了。七师姐，你叫我什么？当然是宝贝啊！打脸可不一定就要动我啊！女神竟然挽住了那个小子，羡慕嫉妒恨呐！
还愣着做什么？走吧，咱们买东西去。啊，哦，竟然是季寒霜！哼，这女的只不过是年轻漂亮、身材好，还有钱而已。除了这些，我哪点比不上她？普信女，你快闭嘴吧！七师姐，你搂得太紧了。怎么了？你害羞了？哇，好美啊！别人可都在羡慕你呢。没有，就是有点不好意思。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了。师姐，今天麻烦你了。小事而已，那我先走了。师姐慢走。东西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明天就出发吧。什么人？小子，反应挺快啊！那再尝尝我这招。空明掌，有趣，没想到竟能遇到太极门人，那我便同你过2招。看招，八极拳，不好！好深厚的灵力，躲得还挺快。这一拳，算我指点你的。楚明小友果然名不虚传，不愧是一己之力覆灭张家的武道奇才。不知前辈尊姓大名，来此所谓何事？哼，野叔叔，我就说他很厉害吧，你还非要试探一下，这下心服口服了吧？于琳琳，怎么是你？哼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这么久了你都不联系我，我只能到你家堵你了。嘿嘿，我这不是忙吗？琳琳，这位前辈也是你们于家人吗？那当然，万野叔可是于家最厉害的高手之一。楚小友，想必你应该知道琳琳的身份吧？她的身份，于家大小姐吗？如此便好说了。琳琳，你去切些水果来。好。楚小友，琳琳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所以我有句话奉劝你：你们当普通朋友可以，但绝不能有男女关系。对不起啊，万野叔叔，您说的太突然，我一时没控制住。没关系，你应该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？虽然你对于家有恩，琳琳也很喜欢你，但琳琳注定是要嫁入王家的。于家已经吞并了张家，实力大增，为何非要执着于王家？他们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虽然吸纳了张家的资源，但王家在黑道上的生意做得很大。于家如果想走上更高的舞台，就必须和王家联姻。你没有问过琳琳的想法吗？家族利益高于一切，她怎么想并不重要。对不起，这种做法我无法认同。我可不是来商量的。楚先生，今后请你离琳琳远一点。哼，要是我不答应呢？那就是跟我于家为敌。万野叔，你和楚明在说什么？怎么这么大声？没什么，咱们走吧。楚先生还有事情要忙。万野叔，你和楚明在说什么？怎么这么大声？没什么，咱们走吧。楚先生还有事情要忙。啊，我们才来了不到5分钟，我还没来得及和楚明说话呢。琳琳，你放心，等我处理完手头的急事就去找你。那好吧。你小子竟然敬酒不吃，那就等着吃罚酒吧。琳琳，我们走。那下次见。好。看来于家是真的准备把她作为利益交换筹码呀。好在琳琳一时半会儿还嫁不出去，等我从10万大山回来也不迟。六师姐，梯山的东西都带全了吗？
当然。很好，我已经联系了南疆的熟人，落地就有人接咱们。太好了，那就出发吧。等等，我还有东西要给你。这个符咒你收好。符咒？解除你封印的符咒，本来要在你开宗立派之后才能给你，但此去可能会遇到危险，以防万一，就先给你吧。可是之前在与张家对决时，我已经用师傅教的方法解除了身上的封印啊。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出生时便身负滔天气运，为了保护你不被气运反噬，师傅们只能施法将你的大部分修为封印起来。你那日破开的只是第一重，剩余的封印只能由师傅们交给我们姐妹的符咒才能打开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现在的力量还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已？没错，倘若你用这张符咒再解开一重，实力还会进一步提升。现在我已经是元刚境了，说再提升，难道能直接迈入气海境？啊，你已经元刚境了。悟道从低到高分别是炼体、真气、元刚、气海、凌空、化虚6境。小师弟只解开2重封印就能入气海，若是8门全开，岂不是能修成仙人一般的存在？六师姐，六师姐，怎么突然发起呆了？没事。这道符咒还是由你先保管吧，毕竟是师傅定下的规矩，不到危急关头不要轻易打破。好吧，那咱们出发。旅客朋友们，南疆机场到了，祝您旅途愉快。接我们的人已经到了，他会直接带我们去10万大山。没想到六师姐的人脉也这么广。那是自然。亲爱的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喂，豪门酒店吗？我要订房。怎么了？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。是你太敏感了吧？我怎么没发现？希望是我的错觉吧。南小姐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这次旅行就麻烦你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快上车吧。好。小兄弟，我叫麒麟，你叫我玲玲就行。你好，我叫楚明。系好安全带，咱们出发喽！陈少，那小子已经上路了。好，派人盯紧他们，要是跟丢了，你知道后果。是。楚明，你害我表哥全家覆灭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南小姐，楚先生，你们可真会选地方，咱这10万大山可是全国数1数2的优质景区，大面积的绿植覆盖，堪称森林氧吧。我听说这里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。没错，这里植被茂盛，地形复杂，据说还有人看见过老虎和蟒蛇呢。怪不得羽蛇会选在这里生存。好奇怪啊，平时这条路上都没什么车子，今天怎么这么多？莫非都是来旅游的？在机场就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，现在忽然又出现这么多车，看来并不是我的错觉。黑哥，您开的是不是太近了？会被发现的。怕什么？看老子直接帮陈少解决了这小子。咱们私自动手，若是陈少怪罪，你我可担待不起啊！怪罪？陈少奖励我还来不及呢。这人没长眼睛吗？怎么开车的？敢撞老娘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这是路怒症？这人没长眼睛吗？怎么开车的？敢撞老娘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这是路怒症？你个天杀的，到底会不会开车？车上的都给老子下来！敢得罪陈大少，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没用。红金帮，这些家伙很厉害吗？当然了，打头的那个就是他们的老大，听说那1打4凶得很了。才1打4，这年头这么弱也能当恶霸了？这么弱，你怕是被吓
你们在车上等着，我去活动活动。南小姐，楚先生现在家具可是凶多吉少啊，咱们快报警吧。你闭上眼睛数10个数。啊？数数干什么？别问那么多，让你数你就数。我知道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南小姐，我已经数完了，到底要不要报警啊？你看看窗外。大佬饶命！大佬饶命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我说，是陈家的陈大少，陈如明。陈大少，他们派你来干嘛？他就是让我跟着你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，大佬。看来这群人只是探路的马仔，问不出什么有用的。那你们撞了我们的车，这事儿怎么办？我懂。小姐，对不起，这些钱就当是给您修车了。不用，我自己修就好。拿着吧，不然楚明可饶不了他们。是啊，您千万要收下。那好吧。好了，带着你的人马上从我眼前消失。是，我这就走。车子还能开吗？当然，我这车质量杠杠的。那就出发吧。好嘞。楚先生真是了不得，居然能单人击退洪金帮。楚明可是江州的恶霸之王，江湖人称黑龙王啊。黑龙王，黑龙王大人，请放心，今天的事我绝对不会泄露出去的。柳师姐，你吓到他了？开个玩笑而已，谁知道他会当真？对了，师姐，你认识陈如明吗？陈家大少嘛，我有所耳闻。刚刚那些人是他派来的。没错，六师姐对陈家有了解。陈家平时比较低调，但实力也不容小觑，在江州10大家族里排行第4。难怪我没听说过，可他们为何来找我麻烦？张家与陈家是姑表亲戚，你刚刚搞垮了张家，陈家自然要替他们出头。那为什么张家出事的时候，陈家没有来帮忙？因为在江州那些大家族眼里，你只是个小角色，谁也没料到你能颠覆张家。等到陈家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余家已经雷厉风行地将张家产业吞并了。看来咱们这次的10万大山之行不会那么容易啊。放心吧，柳师姐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治好你的。黑龙王大人，您的住所到了，可以先在此稍作休整。快走吧，黑龙王大人。柳师姐，别闹了。虽然楚明说的轻松，但陈家并不好对付。若是我能……怎么回事？丹田好像受损的更严重了。哦，那小妮子中了我的咒术，还敢强行转运真气，当真是活腻了。大师，门外有个姓陈的小子求见，说是想让您帮忙解决掉一个人。让他们去找别人，老子还有正事要干呢。农家打探过了，他想对付的人，恰好也是西圣宗的传人呢。好，来的是什么人？是江州陈家的少主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快带我去见他。好，来的是什么人？是江州陈家的少主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快带我去见他。救援大师，我陈家能否报仇成功，就全仰仗您了。阿弥陀佛，这是自然。惩奸除恶是我必行之事。父亲，救援大师已同意出手。曲先生，
大驾光临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！哼，你不必恭维我。我亲弟弟曲音在江州遇害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不过你也不用害怕，我此行的目的并非是杀戮，而是要查清害他丧命的真相。曲掌门善恶分明，陈某佩服。不过此事我已调查清楚，谋害曲音大师的正是此人。居然是个毛头小子！此人不仅设计谋害曲音大师，而且做事心狠手辣。当时曲音大师明明已放弃抵抗，还是被他一掌击碎心脉，最终不治而亡。真是欺人太甚！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所以还请您和我陈家一起将他铲除。就算你们不出手，我也要抓到那小子，为我弟弟讨回公道。曲掌门是气海境的高手，再加上九元大师，这次纵使那楚明有通天之能，也绝不是我陈家的对手。只要能干掉楚明，余家剩下的人根本不足为虑。到时候，余家的一切都是我囊中之物。六师姐，这南疆的食物也别有一番风味啊。你喜欢就好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在发抖？我没事。让我看看脉象。你又运转丹田了，这样做会害死自己的。我也是担心你，而且不是说离丹田尽毁还有2年吗？但是你昨夜强行运功，咒术反噬，丹田随时可能破碎。什么？没办法了，必须现在就去找羽蛇，而且你绝不能再运功了。我明白了。南小姐，黑龙王大人，这里。马上出发，不要耽误时间了。好的。今天我们要去的可是这里最有名的景点双柳桥。不去景区，去山林里找猛兽毒蛇可能聚集的地方。你们要找毒蛇猛兽，万一被咬了，可是会出人命的。无妨，你若是不敢带路，就把我们放在他们经常出没的路边就行。怎么不敢？我可是南疆有名的野溜子。不过去那种地方要加钱哦。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好嘞。少爷，他们进山了，跟紧他们，等他们踏入无人区深处，就开始计划。是。楚明，这次你是插翅难飞了。兄弟们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好啊！出发！这是谁家的少爷？出门竟然带100多号人！啊，看着好可怕呀！陈少，事成之后，贫僧可要好好快活快活。大师放心，全都给您安排好了。哈哈哈哈！陈少果然懂我。这里也是我之前发现的一条小路，咱们就从这里进去，肯定能找到蛇。事不宜迟，走吧。两位，等等我呀！这里地形复杂，没有向导会走丢的。对了，你们想找什么样的毒蛇啊？具体的样子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前方就有个地方，听说有很多种类的蛇出没，说不定有你们要找的那种。快带我们去看看。好嘞。哼，真是2个蠢货。那2位要跟上啦。好。师姐，你这位朋友不太对劲。我也发现了。就在这边，快过来！来了。没错，就是那里。只要你踩下去，快呀，再走一步。我说，戏演的差不多了吧？没错，就是那里。只要你踩下去，快呀，再走一步。我说，戏演的差不多了吧？啊，楚先生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那我就再说的明白点。你故意把我们引到此处，并不是想帮我们抓蛇，而是为了抓住我们吧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
寻常导游怎么可能同意游客前往危险之地？但你不仅敢，还这么积极，就算是为了赚钱，也过于鲁莽了些吧？哼，楚先生还真是明察秋毫。可惜，即使你不掉入陷阱，今天也走不了了。楚明，你灭掉我舅舅一家，今天我就要替他们报仇。看来你就是陈家少爷了，不过想找我算账，要看你有没有那本事。老子看你能嚣张多久！给我上！是。注意别弄死了，抓活的，带回去亲自收拾他。明白。哼，就这点喽啰，还不够我暖身的。六师姐，先别动手，这么多人，不利用一下就可惜了。要做什么？把他们引到山林深处去。给我让开！哪里跑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要活的！都不准开枪！最先抓到楚明，少奖励他1000万。1000万，我拼了！都别跟我抢！陈少，我已经把人给你引过来了，咱事先说好的100万，都在这张卡里了。谢谢陈少。陈少，这妞贫僧很喜欢。陈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九元大师能看上你，那便是你的福分。好生伺候大师吧，钱不会少你的。小美人儿，贫僧会好好待你的。不要啊！那小厮怎么不见了？给我搜，肯定就在这一片。六师姐，刚才你听见没？我现在可是值1000万呢。不如这样，我把你交出去换钱，等钱到手，你再想办法开溜。事成之后，咱俩1人1半。你是会赚钱的。不开玩笑了，你把他们引到这山林深处是做什么？蛇天性喜静，他们这么多人，正好将这里搅得鸡飞狗跳，羽蛇受到惊扰，自然就会出现。这个方法好，不愧是小师弟。救命啊！我被蛇咬了！有发现了，过去看看。他们在那儿，我们上！滚开！只是条赤练蛇，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。怪物，有怪物啊！怪物，8成就是羽蛇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傻愣着做什么？快打他呀！师姐，快看！真的有羽蛇！跟紧点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！臭小子，站住！那家伙居然爬上崖了！我们也跟上去。好。六师姐，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就算不用真气，我也能行。好，今天一定要捉到羽蛇。只要有了他的蛇胆，六师姐就有救了。这2人竟然徒手攀岩！快追呀！这小子是1000万呢！老子豁出去了，绝对不能让1000万跑了！这帮人真是为了钱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别管他们了，你先上去，我断后。好。这里居然有人！你就是楚明？正是。这羽蛇可是前辈抓住的。没错。我需要此蛇为药引，给人治病，望前辈成全。可以，不过先打赢了我再说。再见。这位前辈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为何出手便是杀招？好一个无冤无仇！你可记得曲音？他是我的亲弟弟。是他。师弟，追兵我都搞定了，羽蛇呢？我们来晚了一步，已经被这位前辈抓住了。喂，这羽蛇我们追了半天，你说抓就抓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少废话，想要此物，那就先打败我。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喂，这羽蛇我们追了半天，你说抓就抓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少废话，想要此物，那就先打败我。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
我天一剑门不伤妇孺，还请小姐让开。你看不起谁呢？前辈面对六师姐，只守不攻，人品正直，也许事情还有转机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南疆的女人真是别有韵味啊！大师，我的手下这么久没回来，应该是办砸了。看来佛主楚明还要您出马。没问题，不过他旁边的女人要交给我。可以，我陈家只要楚明，其他的任凭大师处置。好，那裘老姑子的弟子，我可是垂涎很久了。六师姐，你先住手，我同前辈有话要说。这家伙确实不好对付。前辈，你弟弟许阴当初助纣为虐，不惜挟持妇孺，我也是为了救人，不得已才对他出手。这绝不可能！当时被挟持之人正是余家大小姐，以前辈的能力，要想查明此事，应该不难。好，若是你有半句假话，无论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定会将你斩于剑下。好，晚辈若是说谎，任由前辈处置。许施主，可别被他们诓骗了。他害了你弟弟可是事实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我曲阳一生磊落，若是我弟弟真做出了劫持妇孺之事，那这仇不报也罢。怎么又来了个和尚？看他周身气息，恐怕已踏入了气海境。这和尚修为不低啊，仅凭现在的我和楚明，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而且，此人身上为何有股熟悉的气息，让人止不住的发冷。小女娃，好久不见呐！什么意思？我可从未见过你。那贫僧便帮你回忆回忆。我的丹田，好痛啊！就是你给六师姐下的咒术。没错，你们七圣宗的弟子，贫僧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如今六师姐病情加重，必须立刻治疗，否则怕是性命都难保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必须先夺下羽蛇再说。嘿，小子，这么着急送死吗？我也时间与他纠缠了，必须想办法速战速决。看招！就凭这几根针，可伤不到我。那这个呢？呀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一些特制的药粉，对付你这种肮脏之人，刚好。前辈，令弟之事我绝无隐瞒，即便你要报仇，也不应该牵连我师姐。也罢，我与那女娃并无仇怨，你自便吧。但取阴之事，我定会调查清楚。多谢前辈。这就是羽蛇胆。前辈之恩，楚明日后定会报答。六师姐，蛇胆已经拿到了，坚持住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治疗。该死，竟被那小子暗算了。他们人呢？刚刚跳下悬崖逃走了。那还不快跟贫道一起去追？今天绝不能让那小子逃了。不急，出来吧，陈少。许先生好眼力，就是太单纯了些，竟会相信那小子的鬼话。许阴的品性不端，我也略有耳闻。如今你们和楚明各执一词，真假难辨，还需进一步调查。无论如何，你弟弟丢了性命是真，你就这么放过楚明？若是许阴真的咎由自取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哼，没想到堂堂天一剑掌门，竟是连血仇都不报的畏缩之徒。闭嘴！我天一剑门还轮不到你指指点点。阿弥陀佛，屈施主何必如此纠结原因？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岂不痛快？你身为出家人，却善恶不分，做事残忍至极，不配和我说话。我与陈家的合作到此为止，告辞。我与陈家的合作
到此为止，告辞。真是顽固不化的东西，成王败寇的道理都不懂。陈少，请放心，即便没有他，只要贫僧在，那小子也跑不了。还是大师靠谱，事成之后，酬劳任你开。好，那贫僧先行一步。爸，那曲阳靠不住，您再派些人手过来，绝对不能让楚明活着回去。六师姐，坚持住，必须尽快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。此处林草茂盛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别有洞天。太好了，果然有个山洞，空间不算狭窄，还有水源，是个好地方。敌人一时半会儿应该找不到这里。六师姐，我现在就给你治疗。到家了吗？怪我！楚明救我！六师姐，你冷静一点，这些都是你幻术发作看到的幻象。你把这颗蛇胆服下就好了。休想害我，这是毒药！不好！还好接住了，要是蛇胆落地破碎，就全完了。六师姐目前神志不清，让她自行服下解药已是不可能了。好苦！六师姐得罪了。楚明，你……蛇胆的药效已经激发，要尽快行针引气。地有九阴，天有九阳，气脉长存，万象归一。果然有用，咒术的第一层已经破开了。大师，您说的果然没错，这里有个山洞。糟糕，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小子，我知道你就在里面，乖乖束手就擒，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大师，这洞穴里面情况不明，那小子有点功夫，贸然进去有点危险啊。说的有理，那就放火烧，把他们熏出来。若是不出，就把他们活活呛死在里面。大师英明，快再拿些柴火，我来倒油。可以了，点火吧。是。看你们能在里面坚持多久。这些家伙竟然放火！不好，六师姐此时正是虚弱的时候，若是吸入浓烟，就是神仙也难救。先帮她掩住口鼻吧。如果继续躲在这里，怕是真的要变成熏肉。要想突围，只能使用七师傅教我的那招了。楚明，我教你的道术可不是寻常功法，你需解开2重封印才能使用，否则功法反噬就凉喽。如今我已经自行破开1重封印，六师姐身上还带着一张解封符，只能自己动手找出来了。这和尚好无耻，居然还用真火！真阴险！不行，楚明被这么干掉的话，我就查不到我弟弟的真相了。我就不信这样你还不出来！不愧是大师，这一口真火下去，定吓得他们屁滚尿流。是啊，是啊。哼，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。封印解除，大风无虞，大象无形，水来！怎么回事？地震了！好像是从洞里发出的声音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竟能招来水龙！啊！我不会游泳啊！救命啊！跟着水流就能到达安全的地方。臭小子，你是逃不出贫僧的手掌心的！这和尚真是阴魂不散啊！拿命来！不好，这下真的躲不开了。曲阳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竟敢阻拦我！
这里交给我，你们快走。前辈大恩，楚明他日必当报答。曲阳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竟敢阻拦我！这里交给我，你们快走。前辈大恩，楚明他日必当报答。这里应该安全了。啊！糟糕，六师姐昏迷不醒，无法闭气，这灌了一肚子水啊！得赶快帮她把水逼出来。哦，好了，六师姐一会儿就能清醒了。我趁现在拘住曲阳前辈一臂之力，这次定要除掉那个和尚，以绝后患。就凭你这实力，也敢跟贫僧叫板？你这个黑白不分的肮脏家伙，真是无道之耻！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嘴硬，那就别怪贫僧不客气了。住手！小子，你还敢回来？好大的力气！这小子的气息怎么突然变得如此之强？风和尚，咱们之间的账该算一算了。有点不对劲啊，还是抓个人质更为稳妥。给我过来！想碰曲前辈，做梦！臭小子，别以为得了点机缘就能胜过贫僧了。废话少说，看招！蠢货，同样的伎俩，我可不会上当第二次。我可没指望你会中招，这拳头才是重头戏。这股掌力，明明片刻前你还是元刚境，怎么会这么快就踏入气海境？只是取回部分属于我的力量罢了。好啊，不愧是裘老太婆的弟子，临阵突破，贫僧也是闻所未闻。你认识我六师傅？他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他。当年我正在跟一妇人玩乐，没想到那老太婆不仅出手坏我好事，还一掌重伤了我的丹田，导致我再也无法提升修为。老天有眼，竟然让我遇见了南陵，我就给他下了咒术，他师傅的债就让他来还吧。既然如此，你这种人就不配活在这世上了。九元大师，臭小子，你竟敢对九元大师出手！所有人，给我开火！是。一群走狗！啊，什么东西？啊，好痛啊！完全动不了了，怎么都躺下了？你们这群废物，快给我起来！啊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自然是送你上路。家主没了，那小子竟然对家主下死手。如果你们也想体验一下，我可以成全你们。不用了，一个月几百块钱呢，我们可不拼命。前辈，连累您了，我先用真气帮你疗伤。这口淤血吐出就没有大碍了。多谢楚兄弟。这小子心性不坏，想必许英的事可以从他口中听到真相。你可否告诉我，你和我弟弟曲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当然，不过此事说来话长，我要赶回我六师姐身旁，咱们边走边说吧。好。你确定那小子带着那小妞往这边跑了？没错，我看得真的。地震？不会是那小子又掉头回去了吧？也不知道父亲带了多少人手，不如我们先去支援。少爷多虑了，那边有九元大师，就算楚明回去，他也是死路一条。你小子有点脑子。嘿嘿，谢谢少爷夸奖。少爷找到了，那女的在那儿。嘿嘿，这小妞身段是真不错，去把她绑了，等会儿也让你们快活快活。是。小美人儿，大胆！
哎呦！谁在那儿？居然敢动我六师姐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救援大师也败了。居然敢动我六师姐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救援大师也败了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开打呀！打中他，我重重有赏。是。哼，如今我已迈入气海境，速度更甚从前，区区几只剑士，能奈我何？怎么回事？根本看不清啊！那小子到底是人是鬼？好痛啊！一群废物！我得赶紧跑，绝不能折在这儿。不让你走了吗？去！啊！我的腿怎么动不了了？楚明，你不能对我出手，陈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现在有资格跟我说这种话吗？楚大哥，饶了我吧！只要你放过我，我愿意把陈家所有的财产都给你。接管了你们陈家的一切，我至少得是亿万富翁吧？是啊，我们家很有钱的，我都给你，都给你，只要你放我走。真是令人心动的提议，可是我拒绝。为什么？从你对我六师姐动了歹念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六师姐，咱们回家。哼，我突然觉得有个男人可以依靠，也蛮不错的嘛。师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今日多谢曲前辈相送。应该的，能认识楚兄弟这样的朋友，曲某也很荣幸。我就不多叨扰了，告辞。这人倒是个洒脱正直的。是啊，习武者就应像曲前辈这样，品行端正，心怀正义。那师傅们可有教过你修道者应当如何？禀师姐，这个师傅们教过的。他们说，修道者当妻妾成群，儿孙满堂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师傅们怎么会教你这些？不理你了。六师姐，别生气嘛，我开玩笑的。飞机已经起飞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不要随意走动。陈家覆灭，江州肯定有所动荡。你有跟余家联系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怎么了？你可以拉拢余家成为你的助力，让他们趁机吞并陈家。只有这样，你后面的路才好走。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要拉拢余家？因为你五师姐就在江州第二的王家中，她注定会与你为敌。与我为敌？为什么？此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总之，你必须快速培养起自己的势力，否则五师姐就是你最大的麻烦。是楚明，他终于联系我了。丽丽，我有事先走，今天就不跟你一起吃饭了。哦，什么事这么着急？有个很重要的人约我，你懂的。哟，王少，那不是你的小未婚妻吗？楚明，你终于肯打给我了。嗯，好，我马上到。楚明，听上去是个男生的名字。喂，你们可知这楚明是谁？好像是余家最近认识的一位天才少年武者。对，听说帮余家吞并张家的也是他。这余家明明决定与我王家联姻，现在又利用于琳琳攀附武道强者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走，跟上去。是。我倒要看看余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鸡肉味儿，嘎嘣脆。你还真是吃多少次都吃不腻呀！你这么着急约我出来，不只是为了吃汉堡吧？当然不是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你赶紧通知你爷爷，陈家即将衰败，可以趁势吞并了。啊，陈家
他们可是江州第4家族，怎么会轻易衰败？前几日啊，我去南疆，结果陈家家主带人偷袭我，为了自保，我就把他们都解决了。解决了？你是认真的吗？前几日啊，我去南疆，结果陈家家主带人偷袭我，为了自保，我就把他们都解决了。解决了？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，你们可得下手快点，不然等到消息传开，陈家的产业归谁可就不一定了。好，我这就给爷爷打电话。话带到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这几天都没睡好，得回去补个觉。啊，这就要走了？对，差点忘了，我还有件事要和你说。嘿，是什么？你要不要做我的弟子？怎么又是弟子？我才不要！你考虑考虑嘛。少爷，那小子竟然跟您未婚妻拉拉扯扯，要我们上去教训他吗？这里人多，等他们分开了再动手。他们出门了，跟上去，等楚明落单，然后你们懂的。楚明，这次出去是不是很辛苦啊？我看你都有黑眼圈了。小事，我回去睡一觉就好了。那我开车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你还是快去通知于老处理陈家，此事最要紧。那好吧。拜拜。唉，辛辛苦苦扳倒陈家，还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我，却只让我当他徒弟。这家伙到底怎么想的？喂，琳琳，什么事儿啊？吞并陈家，他们现在如日中天，你这丫头怕是在开玩笑吧？才没有，爷爷，陈家家主和所有高手都已经被楚明解决了。什么？终于到家了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你们是谁？臭小子，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我们今日就是来取你狗命的。我去，这是要干架呀！老婆子，快溜！就凭你们几个，还不是我的对手。现在离开，我可以当这事没发生过。少给我装大头蒜！兄弟们，给我办他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了。饶命啊！说，你们是谁？为何要再次拦我？大哥，我们是这附近的竞蛇帮，有人给钱让我收拾你。那人是谁？我只是收钱办事儿，别的不清楚。要是不说，你可就回不去了呀。大哥，不，大爷，那人当时戴着面具，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啊。看来他没骗我。滚吧，别让我再看见你们。是。这小子好厉害，这么多人都拿不下他，得赶紧告诉少爷。少爷，那小子是个练家子，我找过去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真气外放，操控随心，看来这个楚明是个硬茬啊。王少，他这么厉害，咱们该怎么办呀？不用慌，这种水平的武者，我们王家也不少，对付他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您这是准备动用王家金刀门的力量了？没错。既然他招惹了我看上的女人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二位慢走。刚才我没听错的话，那小子说想找人对付我楚爷，得赶紧通风报信。楚爷，快开门，我是小耗子呀。这么晚了，找我干嘛？刚刚我在酒吧亲耳听到，有2个小子在背后商量着要找人对付你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是王家的人吧？楚爷，您都知道了？我是猜的，你还听到了什么？他们好像提到了什么金刀门。好，多谢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哼，
看来是因为我和于琳琳走得近，所以王家把我当成绊脚石了。琳琳呐，为什么忧心忡忡的呀？爷爷，吞并陈家这么大的事儿，光是二叔出面能行吗？当然不行，只有他，陈家剩下的人恐怕不会那么轻易投降。那您还派他去？慌什么？此事你爸已经亲自回来处理了，你二叔不过是去帮他打个下手而已。啊，我爸，他不是在国外吗？此事你爸已经亲自回来处理了，你二叔不过是去帮他打个下手而已。啊，我爸，他不是在国外吗？家主到！爸，您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自然是要解决陈家的事。怎么样，一切顺利吗？已经办妥了，我出面，他们自然乖乖配合。不错，这次多亏了楚明，我们于家的实力又增长了不少啊。是啊，爸，咱们能拿下张家和陈家，都是楚明的功劳。咱们以后再也不用看王家脸色了。哼，我得让爸知道楚明的厉害，争取取消和王家的婚约。哼，不看王家脸色，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？啊，如今我们已经吞并了张陈两家，难道还要受王家的摆布？天真！王家的实力可并不只是表面的生意。可是……好了，你问问楚明明天有没有空，我想见见他。啊，有空有空，他肯定有空。这孩子连续2次帮了于家这么大的忙，我身为家主，理应亲自道谢。你可一定把人给我带来呀！交给我吧，明天绝对把楚明给您带过来。哎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喂，谁啊？楚明，是我。你说什么？你爸要见我？楚明，帮我拿下毛巾。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大早上就心神不宁的。于琳琳昨晚打电话说她爸要见我。你连续2次让于家占了大便宜，他身为家主，一定是想感谢你吧？可是最近王家已经盯上我了，此时我再去和于家主见面，可能会激怒王家，对于家不利。怕什么？既然你想收于琳琳做弟子，这些事都是你要面对的。毕竟要在江州开宗立派的话，王家是你绕不过去的坎儿，和他们对上只是早晚的事儿。楚明，我来接你了，快下来！来了来了。他身边怎么有个女生？六师姐，我走了。好，拜拜。看着小姑娘的表情，应该是误会了，不过也不算是误会吧。走吧，咱们出发。哼！慢点慢点！这年轻人怎么开车的？屋里的女生是谁？这么早就在一起，她是不是在你那过夜了？那是我六师姐啊，你忘了？在张家的时候，她还救过我们呢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女人果然是一种危险的生物。对了，你爸怎么突然要见我？当然是为了亲自感谢你啊！而且只要他点头，我就不用嫁到王家了。嘿嘿。楚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啊，连续扳倒了张陈两家。于家主客气了，都是小事而已，不足挂齿。在下还有个不情之请，请说。可否请你离琳琳远一点？啊？什么？王家一直暗暗关注着于家的动态，想必如今已经知道了你的存在，而且我们两家早有婚约，
你是我们于家的恩人，我不想把你牵扯其中。爸，你是派王家对楚明下手？没错，虽然楚先生实力超群，但王家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我们不能拖累楚先生。原来如此。爸，如今我们实力也不弱，大不了就跟王家鱼死网破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王家有金刀门在手，于家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楚先生，我明白琳琳对你的心意，但局势所迫，希望你能理解。爸，我不想嫁到王家。琳琳，你先回房间去，我想和楚先生单独谈谈。小姐，请吧。哼，我自己会走。对不起，楚明，是我给你添麻烦了。没关系，你先回去吧。琳琳，你先回房间去，我想和楚先生单独谈谈。小姐，请吧。哼，我自己会走。对不起，楚明，是我给你添麻烦了。没关系，你先回去吧。于家主，你的顾虑我明白，不过区区一个金刀门，我还是对付得了的。楚先生，不是我不愿相信你，只是此事重大，一旦行差踏错，整个于家都要为此陪葬。于先生说的没错，可这种通过牺牲家人换取的地位，真的能够长久吗？你以为我想吗？琳琳可是我唯一的女儿。看在琳琳份上，金刀门我会处理。于先生，请静候佳音吧。请留步。于老，你也是来劝我离琳琳远点的吗？我早已不是家主，如今只想让我唯一的孙女儿开心。既然她离了你就不开心，我为什么还要劝？那您的意思是？老头子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因为一些原因放弃过自己遇到的良人。我怕你也像我一样，因为一点事情就选择放弃，最后后悔一生啊。像于琳琳这样好根骨的弟子，的确不能轻易放弃。所以，老头子，我支持你，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多谢于老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唉，于传志那小子还是没看清楚啊。楚明小友的未来可不是一个王家可以比拟的。什么？于家还敢攀附别人？是啊，爸，我亲眼看到的。那小子什么实力？我已经找人试探清楚了，是气海境。哼，为了一个气海境就与我王家作对，于家真是鼠目寸光。哥哥别动气，既然于家态度暧昧，那咱就逼他一把，相信他们不会不识好歹的。也好，联姻的事要尽快，明天我亲自去于家为池宇定下婚期。我代表王家去一趟就是了，哥哥亲自去，岂不是太给他们面子？也好，就由你出面吧。各位，这是王家刚刚送来的拜帖，他们想和我商议一下池宇和琳琳的婚期。这么突然？大哥，这哪是商议，分明就是下命令。哼，待明日王超群来了，我定要好好问问他。你怕是问不到了，因为明日来的不是王超群，而是二当家王超英。荒唐！儿子的婚事居然不亲自来，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于家。父亲别动气，这王超英虽然是个女人，但也算王家的掌权之人。王超群这是故意敲打于家呀！我何尝不知道，但现在还需要隐忍。所以我还是要嫁给王家，是吗？琳琳，爸，你为什么宁可把女儿推进火坑，也不愿意相信楚明？我讨厌你们！琳琳，琳琳，你这么晚叫我出来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楚明，怎么办？王家明天就要来我家议亲了。
你父亲还是没有改变想法？没有，我爸他做事一直是想求稳妥，从不做冒险之事。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婚约的事就交给我，我不会让你嫁入王家的。哎，你能帮我解除婚约？应该可以的，但我也不想让你父亲太为难。可是你这么做，就是要与王家撕破脸了。你真的斗得过他们吗？就算斗不过，那我也要试试，既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来江州是为了开宗立派，而王家这些恶霸地头蛇就是最大的阻碍。开宗立派？刚下山的时候，我不懂城市里的弯弯绕绕，现在我渐渐明白，这个社会很复杂，有时就算想做好事，也必须先解决掉一些绊脚石才行。七师姐，七师姐，喂，楚明，你速来我家一趟，我和你六师姐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事这么着急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挂得真快。琳琳，我有事要先走一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到底。啊，那明天的议亲我要怎么办？你只管去，其他的全都交给我。全都交给他，就是喜欢他这副自信满满的样子。你真准备把五师姐的事告诉楚明？莱希尔背叛宗门，根本不配做我师姐。现在突然和他说这些，我怕他接受不了啊。怕什么？师弟他很快就会和王家对上，到时候你想瞒也瞒不住。那等会儿小师弟回来，怎么向他张口呢？你心思细腻，还是师妹你说吧。师姐，你行事果断，还是你来吧。你来吧。你来吧。你来。楚明，你回来了。六师姐和七师姐呢？他们在客厅等你。我知道了。这两人气氛有点不对啊，难道他们又闹矛盾了？两位师姐，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到底所谓何事啊？我们一起说。好。楚明，今天叫你来是为了跟你说说五师姐的事。五师姐，我听说她现在在王家。没错，那你知道她为什么一直待在王家，从不外出吗？因为王家对她有恩。错，是因为她利欲熏心，背叛师门。背叛师门？不可能吧？她违背师命，一直在王家炼制禁药。王家在江州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，靠的就是她。可是听说五师姐性格温润如月，无比善良，怎么可能为他人炼制禁药？起初我和你一样，也不愿相信这件事，于是便前往王家，可他却一直闭门谢客。那会不会是？不会，老五的修为不在我之下，想要离开王家，简直易如反掌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待我解决王家之后，再找五师姐问个清楚。你说什么？解决王家？我来江州之后，于琳琳帮了我不少忙，这次王家逼迫她联姻，我不能不管。而且我绝不相信五师姐会背叛师门，解决了王家，正好可以当面问清楚。你真的想好了？稍有差池，恐怕你自身都难保。一味求稳，如何在江州开宗立派？两位师姐，你们想想，若是能得到江州本地豪门的支持，这事不就容易多了吗？我明白了，你屡次施恩给余家，若这次再救下余家嫡女，那他们就算是彻底跟你绑在一起了，倒是一步好棋。你这傻小子怎么突然这么聪明了？这不都是为了咱们宗门吗？解决王家，开宗立派。楚明果然是个不得了的人物啊！王二当家，欢迎欢迎。怎么不见于传志出来迎接啊？难道是觉得小女子资格不够？这女人真是大言不惭，明明他们王家家主不来在先。就是。二当家说笑了，
于家主已在客厅等待了。哼，那就带路吧。这边就是正厅了。如此小气，你们于家还真是落魄啊。于家历来习惯节俭，从不追求什么奢靡之风。奢靡也要有奢靡的本钱啊！真是欺人太甚，这哪里有半点结亲的样子啊！都给我闭嘴！王二当家，请坐吧。令之与小女的婚事，咱们慢慢详谈。坐就不必了，我来是通知你们一声，下周3就是吉日，婚期就定在那天。话一讲完，我就失陪了。等一下，联姻是2个家族的大事，王家这样一言堂，恐怕不合适吧？哼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杜先生。您现在突破元刚境了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眼下的事跟武道境界没有关系吧？当然有关系。你一个只有真气境的垃圾，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的决定？眼下的事跟武道境界没有关系吧？当然有关系。你一个只有真气境的垃圾，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的决定？王二当家，住手！你们记住，我王家愿意与于家联姻，已经是抬举你们了，你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再啰嗦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！小杜，你没事吧？那女人刚刚的话，老家主你应该也听到了吧？这王家根本就不把咱们放在眼里，这婚不结也罢。杜兄此言差矣。不论怎样，只要攀上王家，我们于家做事也能借助王家的东风，势力自然会更加强大。那我们日后岂不是就要任由王家拿捏？事情已经发展到如今地步，除了联姻，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。够了！传之，依你看，此事该怎么办？就按王家说的做。1周后，让琳琳出嫁。小姐，前厅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了，您看开点吧。我没事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楚明，你快点来呀！这么多房子，王家竟然在寸土寸金的江州市里有这么大的地盘，还真是财力强横啊！我不知道我五师姐的样貌，要想找到她，只能凭真气感知了。得小心点，要是被王家发现就麻烦了。我刚才是不是来过这里了？我不会是迷路了吧？喂，你干什么的？糟了，被发现了，只能委屈你们睡一会儿了。啊！这样忙找也不是办法，看来只能赌一把了。七圣宗的真气是独一无二的，若是师姐没有看透，感受到我的真气，一定会回应的。王某求见蓝小姐。家主，小姐她正在小憩。无妨，那我就在此处等她醒来。老哥，我今天第1天上班，这楼里住的什么人？连咱们家主都要这么恭敬？这可是家族机密了，不想死就少打听。是。小姐，家主说他会在门口等您醒来。唉，这又是何必呢？任比桑田变沧海，一碗丹药定千春。小姐，您要找什么？告诉我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。小姐，您为什么对家主避而不见呢？王家和于家订婚，按照规矩，家主今日要亲自登门下聘，可现在他却出现在这里，
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小的不知。因为王家主觉得留在这儿比去余家更重要。这不是好事吗？说明小姐本事大，连家主都不敢怠慢。他看中哪里是我，只是我炼制的丹药罢了。当初被他救下，为了报恩，我才不得已帮他炼制禁药。如今看来，不仅害了他，也害了我自己。这是七圣真气。小文，你去通知王家家主，就说我身体不适，今日不见客了，请他明日再来。是。王家主，您请回吧，我家小姐身体不适，今日就不见客了。蓝小姐身体不适，要不要我请人来看看？多谢家主挂念，小姐说她休息一日便可，还请您过后再来。好，那王某明日再来拜访。家主慢走。身体不适，糊弄谁呢？我等修士有真气傍身，岂会轻易生病？几位师姐妹自我进入王家就和我断了联系，今日怎会突然到访？难道是来追究我违背师门纪律的事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做个了断吧。几位师姐妹自我进入王家就和我断了联系，今日怎会突然到访？难道是来追究我违背师门纪律的事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做个了断吧。太好了，五师姐回应我了，顺着这道真气，定能找到她。谁？小姐莫慌，我只是来此寻人，绝无恶意。寻人？你难道不知这里是我蓝仙儿的独居吗？你就是五师姐，我是楚明啊，你认不出我了吗？仅凭声音我无法确认，你放出真气让我感受一下。真的是你？当然是我。师姐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看起来不太对啊。我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什么？是王家把你弄成这样的吗？不关王家的事，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，是我愧对师门。你也不必再叫我五师姐了，我没有那个资格。师姐小心！师弟，你今天来这儿可是为了清理门户？清理门户？师姐，你说什么胡话？我才不相信你会背叛师门。我今天是来带你走的。真的？你真是来带我走的？哼，我说蓝小姐今日怎么不见客？原来是打算不辞而别。王家主，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哦，那是什么样？王家主，我师姐在你这里住了这么久，也该出去走走了，不是吗？口气倒是不小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废话少说！放给我住手！王家主，你若是再对我师弟出手，我们之前的约定就不作数了。哼，看在蓝小姐的面子上，今日之事我不与你追究。快走吧。五师姐，我们一起走。师弟，你就别管我了。此时屋外肯定已经埋伏了许多高手，我不想连累你。况且，如今我已经无处可去了，若真要离开王家，也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方式。五师姐，你放心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西圣宗都会站在你这边。我还会再来的，你保重身体。西圣宗还会收留我吗？蓝小姐，最近这段时间，江州将有大事发生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您切勿离开王家。我知道了。照顾好蓝小姐，若是出了问题，我拿你试问。是。只是一拳就能有如此威力，此人不可放任。若是不能收服，那就必须尽快除掉了。
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？刚刚去了趟王家，还和王家家主过了几招。什么？真是胡闹！王家家主是成名已久的武道高手，你这样贸然出手，受伤了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七师姐，只是耗费些气力罢了。虽然王家主也是气海境，但他应该是服用禁药提升的修为，最多只能算个气海初期。那你也不能掉以轻心，不管怎么说，那可是气海境。对了，你见到老五了吗？见到了。是不是如我所说，他还在为王家炼制禁药？五师姐看起来像是有苦衷的，她被王家关起来了，而且还失明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失明了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上次见他还是好好的，难道是王家搞的鬼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五师姐却说与王家无关。先不说老五了，王家二当家今日已经去向余家提亲了，你再不想办法，你的宝贝徒弟可就要嫁人了。多谢师姐提醒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看王家主今日的样子，想必王家其他高手也是一群速成之辈，倒是让我安心不少。喂，楚明，跟你预料的一样，我们家已经有人开始反对这门亲事了。太好了，要是余家铁桶一块，还要费点力气呢。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办？我都替你想好了。喂，楚明，跟你预料的一样，我们家已经有人开始反对这门亲事了。太好了，要是余家铁桶一块，还要费点力气呢。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办？我都替你想好了。你终于回来了，什么事那么重要，非要当面说？昨天楚明去见了老五。什么？他一个人去了王家，没受伤吧？没有，但楚明说老五他失明了。失明？怎么可能？难道是王家对他用了什么肮脏手段？他说与王家无关，不过据我推测，老五进入王家肯定和此事有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现在就去王家找他，当面问个清楚。你冷静点，楚明昨天去王家已经打草惊蛇了，你现在去岂不是自投罗网？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要等着王家大发慈悲的把人放出来不成？我有办法。你有？没错，我已经想到了覆灭王家的办法，但还需七师姐给我当个说客。这个没问题，不过我还是要听听你的计划。余家坚持联姻的根本原因，就是害怕此事不成危及自身。如果我们能再拉拢一个势力，不仅能让余家安心，还能让我们的胜算更大一些。可是，在江州，有哪家会想不开去和王家叫板？就是江州第一家族西门家。西门家，我倒是有所耳闻，传闻他们老家主实力强横，能有如今的地位，全靠他当年打下的江山。没错，如今西门家不比当年，更何况这些年王家一直对他们冷嘲热讽，想必他们也咽不下这口气。有道理，那我就陪你去一趟。想要获得西门家的支持，光靠一张嘴可不行，得拿出他们心动的利益做交换。七师姐说的在理，筹码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停车！这里是私人住宅，旁人不能入内。您好，我们是来找西门家主谈生意的，麻烦通报一声。能见到我们家主的，都得是江州有名有姓的人物。请问你是哪位？我叫楚明，劳烦大哥通报一声。楚明？没听说过，无名小卒可进不了我西门家的门，赶紧走。小哥，我是盛美的执行总裁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辛苦你通报一声吧。好美，好的，好的。关键时刻还是寒霜靠谱。哼，过不了多久，我的名号也会响彻江州。
这鱼一天钓上来800遍，真是无趣。家主，圣美的执行总裁求见。不见，没看见我正在钓鱼吗？是，我这就把他们赶走。他们来的人里还有谁？还有个叫楚明的小子。竟然是他！快请他进来！是，看家主这反应，这楚明怕是个大人物啊！管家，立刻去准备会客厅，把最好的茶水、糕点都备上，迎接贵客。是。这西门家办事的效率可真低啊！再等会儿，应该快了。各位久等了。楚先生，刚才多有冒犯，还请您见谅。我这就带您去见家主。有劳了。3位请。楚先生，久仰久仰。你的事迹我都知道，你可是少年英雄啊！我少年英雄？您随我来，咱们坐下说，坐下说。这么热情，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这不正好吗？把这里当自己家就好。西门家主，我这次来其实是想和你谈个合作。合作当然没问题，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你是想让我帮你们一起对付王家吧？没错，我希望西门家能出手助我一臂之力。当然可以，王家在江州嚣张跋扈，作恶多端，我早就有这个心思了。不过，我西门家早已隐退江湖，让我贸然出手，恐怕不合适啊。我西门家早已隐退江湖，让我贸然出手，恐怕不合适啊。事成之后，王家的家产全部归您，如何？楚先生误会了，王家的家产虽多，但我西门家还没放在眼里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由你来做我西门家的5院镇守。我不同意，我们是来谈合作的，可不是来卖师弟的。这位小姐言重了，我只是觉得楚先生武功高强，希望他能为我们所用罢了。您这样做是在担心我们日后也会对西门家出手是吗？不错，我这不算是杞人忧天吧。可是西门老家主武功盖世，从无敌手，恐怕是您多虑了。话虽如此，但父亲毕竟年事已高，我也不愿让他再为家族操劳，这才想邀请楚先生坐镇。不知楚先生意下如何呀？西门先生，我这次来江州，为了开宗立派，镇守我恐怕不行，但我可以和你结成同盟，为你培养门人。等等，开宗立派？你不是余家请来的扩大势力的帮手？当然不是。那你为何帮助余家灭了张陈两家？是张陈两家想要害我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当初下山有幸结识余家，所以就顺手送给余家了。那你这顺水人情可真够大的呀！若是西门家主同意此次合作，今后西门家有难，我楚明绝不会坐视不理。好，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愿助楚先生一臂之力。那此事就拜托了。哪里的话，都是一家人。且慢，此事还有待商议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小子就要把西门家给折腾垮了。老家主，您这是何意？楚小友，并非是老夫不信你，即便是老夫出手，你我2人也不是王家的对手啊。看来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在南疆突破气海境了。老家主的顾虑并无不妥，只是我现在已是气海境了，对付王家自然不在话下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次突破实属偶然，若是老家主还有疑虑，不妨与我切磋一二。好，你若是能胜过老夫，我西门家自当鼎力相助。请老家主赐教。楚小友，此次比试你且放宽心，老夫出手自有分寸。无妨，老家主大胆出手即可。若您能将我击出这个圆圈，就算您胜。口气可真不小。老夫来了。哦，有点意思。
敢硬接我这一招。老家主，可不要小瞧我了呀！不错不错，那老夫就要认真一些了。爷爷好厉害，真是风采不减当年啊！那是自然，父亲这实力在江州称第一，谁敢称第二？接下来这一拳，你可要小心了。放马过来！空明拳！什么？这小子硬吃我一拳，竟然纹丝不动！你真的是七海境？老家主，这下您相信我的实力了吧？是我看走眼了，老夫认输。此子武道造诣非凡，如今的西门家一定要与其交好啊！楚先生赢了？怎么可能？爷爷怎么会输？我只是赢在表面，若不是你爷爷年事已高，还患病在身，我根本不可能赢。你看出来了？晚辈略懂医道，刚刚与您交手之时，察觉到了您的气息混乱。若是方便，可否让我为您细细把脉？那就麻烦楚小友了。脉象混乱，气息虚浮，您这是？我的身体我心里有数，楚小友不妨直说。脉象显示，您如今只剩下3月之寿了。唉，竟已到如此地步了。你胡说！楚先生，我父亲身体的确不好，但怎么看也不像是寿元将近啊！你们住嘴！楚小友所说并非虚言，我早就察觉到身体不适，时日无多，只是一直不愿相信罢了。楚先生，我父亲身体的确不好，但怎么看也不像是寿元将近啊！你们住嘴！楚小友所说并非虚言，我早就察觉到身体不适，时日无多，只是一直不愿相信罢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！爸，我现在就找最好的医生。不用了，这是命数，非药石可医。老家主，虽然药石无用，但晚辈有一办法，或许能为您延寿。楚兄弟，你不会是骗我吧？自然不会，只是这个办法能延寿多久，我无法保证。楚小友为何迟迟不肯下针？老家主，我虽有办法为您延寿，但您这一身修为恐怕就……我打拼一生，难得有机会做一回普通人。楚小友不用犹豫了。你之前和我儿西门交谈的时候，说你要在江城开宗立派。是的，我那孙子根骨不错，是块练武的好苗子，可否摆在你门下？收徒可以，但我的大弟子已经有人选了。只要能成为你的弟子，就算是他的福气了，哪敢奢求什么大弟子？老家主，接下来这个穴位会有点痛，您忍耐一下。老夫又不是吃素的，搞快点！来了！爷爷不会是出事了吧？胡说！你别进去捣乱。楚先生，老爷子他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很顺利，一会儿老家主就可以下床了。我再给你开个药方，要让老家主按时服用，运气好的话，多活个3、5年不是问题。楚先生，太谢谢您了，您就是我们家的恩人啊！先别高兴得这么早，老家主虽可延寿，但他的武道修为却会逐渐衰退，直到完全消失。老家主可真舍得，要是我的话，宁可死我也不愿意功力尽失。有楚先生护着西门家，我还修什么武道？父亲，您出来了，现在感觉如何？我感觉好多了，楚先生不简单呐。乐儿，爷爷问你，你可愿修习武道，一生一世守卫西门家？孙儿愿意。那你可愿拜在楚先生门下学习？当然，只是孙子武道造诣尚浅，恐怕入不了楚先生的眼。
放心吧，楚先生已经答应老夫了，你只管去拜就行了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起来吧，今天就走个形式，正式的拜师仪式，日后等我立宗门时再补。虽是形式，但拜师礼不能少。这是一副洗精伐髓的方子，每日内服外浴，不出1月，你的根骨便会焕然一新。谢师傅。好，好，好，如今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覆灭王家之事，我们定会倾力相助。没想到这次的事情会这么顺利。是啊，现在小师弟的名头可是比寒霜你的还大了。六师姐，你就别打击我了。对了，楚明，如今你已成功收下第1名弟子，七师傅交给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那答应我的七圣宗至宝是不是可以给我了？当然，等回去我就拿给你。啊，七师傅给的肯定是大宝贝。啊，不好，起火了！后面也来车了。哼，这下那小子绝对活不了了吧？那必须的，车都压扁了，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活不了。那恐怕让你失望了。楚明，剩下的那个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这怎么可能？哪里跑？说，是不是王家派你来的？是又如何？今天你无论如何都走不了了。哦，你们还有后手呢？小子，让我金刀门来会会你。嚯，看来这次王家是下狠手了呀。小子，让我金刀门来会会你。嚯，看来这次王家是下狠手了呀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，爷爷马上送你归西。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了。哼，王八！兄弟们，补丹药。他们吃的好像是我们七圣宗的活力丸。不，这不是活力丸。你看他们表情兴奋，轻轻抱起，真正的活力丸不是这样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老五给他们的是假药？药肯定是假的，但是不是五师姐给的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唠叨个没完！兄弟们，一起上！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灵儿，你不用管我，快去帮楚明吧。好，那你照顾好自己。嘿嘿，拿命来吧！想动我师姐？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这小子竟然还会暗器，看来在他身上讨不到什么好处，得从那2个娘们身上下手了。小子，你护得住1个，可护不住第2个。想偷袭我？你配吗？怎么连这小妮子都这么厉害？你们几个快过来救我！我们过去嘛！过去个屁！快跑啊！楚明，别让他们几个跑了。明白。我问你，刚刚服用的丹药是哪儿来的？是我自己在黑市上买的。你是觉得我很好骗吗？我说，是王家家主给的。那你们家主又是从哪里得来的？这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大佬啊！这么快就晕过去了，真是个废柴。走吧。你问出丹药是谁给的了吗？只知道出自王家。那药真是老五炼制的？若真是如此，我自当按宗规处理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们派去的人失败了。什么？让我去会会那小子？冷静点，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，动动指头就搞定的事，哪用得着你出手？也对，不过这也侧面说明上批药效果不行。你什么意思？要是不满意，你自己来配药。心中不是那个意思，但是药的事确实不能再拖了。家主，你能不能想办法从那女人手中再搞点药来？这样我们也好对比研发呀。要我说，咱们就给他来硬的。此事我心里有数，今日就到这儿吧。见过家主。带我去见蓝小姐。是。蓝小姐，王某今夜前来，有一事相求。若是求丹，还是免开尊口了。蓝小姐，你别忘了，我对你可是有救命之恩。你救我不假，可我也违背门规，私下为你炼制了一炉禁药，你我早已两清。难道王家主想反悔？王某不是这个意思。若您能继续炼制丹药，我王家愿以1炉10亿的价格购买。我并不缺钱，王家主还是请回吧。臭丫头，总有一天，老子会让你心甘情愿地献上丹药。哼！家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活力丸的配方研制出来了吗？还没有。若是能再提供1枚样品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再提供1枚？你知道这丹药有多珍贵吗？这是研发必须的呀！哼，样品的事我会想办法，但如果你还是研发不出来，就没必要活着了。哼，样品的事我会想办法，但如果你还是研发不出来，就没必要活着了。这蓝星儿油盐不进，只有从他身边的人想办法了。对了，他好像很在意那天救他的小子。要是我把他绑来，嘿嘿，说不定这事就成了。守卫好像都不见了，我得赶紧找楚明去。那丫头是不是偷跑出去了？应该是去找楚明了。你不是不看好那小子吗？干嘛还让琳琳去找他？我并非不看好他，我只是在等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一个扳倒王家的机会。楚明，快开门，是我。于琳琳，这么晚来找我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别问那么多，赶紧跟我到卧室去。去卧室干嘛？只要咱俩生米煮成熟饭，父亲就不会让我嫁到王家了。什么？这2天父亲一直关着我，我看他就是铁了心的要把我嫁过去。琳琳，你先冷静，听我说。我虽然和你父亲交往不多，但也能看出来，他绝不是那种卖女求荣之人。而且王家的真正目的也并不是你，而是通过你掌控余家。所以咱俩现在就是把生米煮成爆米花都没用。那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彻底摆脱这件事啊？别急，我已经有计划了。真的？真的，相信我，你不会嫁到王家的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为了你和余家的安全，近期最好不要一个人出门，以免王家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能理解就好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回去问问你爷爷，方便的话，我想和他见一面。这个你放心，他一定会有空的。师姐，师傅们给我留的东西呢？是这个盒子吗？没错，他们要我一并交给你的，还有这张符咒。多谢师姐。
这符咒是做什么用的？师姐，你不知道吗？它是用来解封我的一部分修为的。解封修为？难道你现在的修为还不是你的全部实力？当然不是，他现在只是解封了2道而已，要是把7道都解开，怕是要吓死人哟。柳师姐，别夸我了，解开封印是有代价的，哪儿那么容易？我还是更好奇师傅留了什么给我。一枚丹药。就这？我记得你也学了炼丹之术，师傅们只给你留颗丹药，也太抠了吧。灵儿，不许乱说，师傅们赐下丹药肯定有他们的道理。没错，此丹不是普通的丹药，而是造化丹。造化丹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这可是失传已久的神丹，也不知道师傅们从哪儿搞来的。神丹？太夸张了吧。对修炼者来说，服用造化丹可直接提升一个境界，对普通人则有起死回生之效。直接提升一个境界？一枚丹药真的能有如此逆天的功效？具体药效我也不敢保证，这都是我从书上看来的。如此贵重的物品，还是贴身携带为好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约了于老爷子，商讨如何对付王家。你知道楚明突然叫我出来是为了何事吗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是好事呀，爷爷。楚明，这里。于爷爷、琳琳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事儿，快坐快坐。楚萧友，我听说你已经和西门家结盟了。没错，西门家愿意全力支持我，所以我准备在王家计划婚礼当天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这可是一场硬仗啊！你当真做好准备了？准备都已做好，不过还差最重要的一环。西门家愿意全力支持我，所以我准备在王家计划婚礼当天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这可是一场硬仗啊！你当真做好准备了？准备都已做好，不过还差最重要的一环。哦，是什么？你们于家的支持。此话怎讲？其一，王家势大，即使有西门家出手，也不能保证万全。其二，于家内部声音并不统一，若是没有于家主的首肯，我怕最后反受其害。你小子，跟当初比起来，果然是成长了不少啊！今天我来此，也是得了于家主的授意。楚萧友的本事，我们看在眼里，能与你结盟，是我们的福气啊！有您的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事成之后，我定会让于家站在整个江州的顶峰。西门家也同意了？当然，等覆灭王家之后，我就会在江州开宗立派，西门家的人都会参与进来。那我呢？你将会是我的首席弟子，宗门的一切都会交给你打理。把一切都交给我，有种当家主母的感觉了呢。好，老夫信你。祝你们宗门红红火火，弟子满天下。我一定不让您老失望。事情就是这样。好啊好啊，不愧是我看中的人。大见楚明第一面起，我就觉得他行。如今我们强强联合，还怕什么狗屁王家？是啊，受制于人的日子，是时候摆脱了。该死，西门家还没出手呢，于家人就动摇了。于家果真想好了要帮那小子。千真万确，少爷还是要早做打算呐。哼，怕什么？要是这小子消失了，西门家自然就不会出手了。至于于家，竟然敢和我王家作对，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少爷，那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？你继续潜伏，在必要时候给他们致命一击。是。
你说这马上要嫁人的姑娘，大半夜去找其他男人，是什么意思？少爷，您说的是？自己看吧。于琳琳，她怎么会跟那小子在一起？你去想想办法，就说于家大小姐生性放荡，把他们的照片推上热搜。这样做不太好吧？毕竟您如今跟他还是有婚约，若是他的名声毁了，对您也不利呀。放心，虽然女方不检点，但是我王家少爷依旧愿意娶她，舆论会向着我们的。到时候再找水军爆点黑料，于家的名声就彻底臭了，看他们还怎么跟我斗。少爷，您这一招实在是高。江宇。喂，江主编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寒霜，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过，你有个师弟叫楚明，对吧？他摊上大事了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情况复杂，电话里说不方便，咱们老地方见。说吧，到底怎么了？你看过这个就明白了。这是楚明和于琳琳，你从哪儿得到的照片？是王家派人给我送来的。王家？他们什么意思？王家想让我把这些照片放上头条，以此来抹黑于家和楚明。哼，他们的花样还真是层出不穷。照片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压下去。那真是太好了。不过以我对王家的了解，此事不成，他们可能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不如先发制人，让舆论站在你们这边。你懂我意思吧？反过来曝光王家的恶行。我手头正好有现成的，稍后我去报社找你。好。七师姐，你说的行车记录仪应该就是这个吧？没错，有了它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这东西有什么用？里面的视频可珍贵着呢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七师姐，你说的行车记录仪应该就是这个吧？没错，有了它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这东西有什么用？里面的视频可珍贵着呢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东西找到了。哦，是什么？王家麾下的金刀门追杀我和师弟的视频。什么？王家竟然对你下过手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几天前，好在楚明功夫了得，把他们都打退了。那就好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把这段内容公之于众。王家报复心极强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把自己陷进去。放心吧，我在媒体圈混了这么久，还是有些人脉的。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有什么需要，你尽管说。戚总，您说这话就见外了。当年要不是您关照我，哪有我今天？呵呵，于家的丑事现在应该都闹大了吧？啊，头条怎么是经济新闻？陌生号码。喂，谁呀？你们王家都是人渣，社会的败类，真恶心！不是，你谁呀？张口就骂！滚，人渣！又来一个。喂，畜生！什么狗屁王家？我看就是地痞流氓！什么玩意儿？一大早上搞什么？还有，我不管你是谁，再敢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弄死你！王迟宇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是不是皮痒了？爸！混蛋小子，看看你做的好事！如今整个江州都知道我们派人追杀楚明的事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给了江主编楚明的黑料，怎么被骂的会是我？真是废物，还不快滚回来！
王家这下子是彻底火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些视频号剪辑的手法真是有一套，一套添油加醋的操作，情绪输出非常到位。没错，七师姐这波啊真厉害，打得王家措手不及。跟我没关系，都是我朋友的功劳。王家这事儿热度这么高，估计得不少钱才能压下去了。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此事一出，王家准备做何计划呀？琳琳婚礼当天，王家的看查到是江州日报姓江的主编在背后搞的鬼，你安排一下，去把那家伙做掉。老大，那小子出来了，总算出来了，让老子好等。就是你敢爆我们王家的料？你兄弟上！是。七师姐，江先生请你吃饭，你把我们俩也带上，会不会不太合适？人家当朋友，可人家心里不一定是怎么想的呢。灵儿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们可是纯友谊。切，就这还好意思说我情商低？师姐，江先生这次帮了我们江宇的公文包，还有血迹，不好，江宇有危险！你们到底要怎么样？很简单，送你上路！滚开！什么人？管他什么人！啊！我的手，我的脖子啊！江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认识我？我是季寒霜的师弟，他之前给我看过你的照片。他很好。江宇，你受伤了？怎么？我一定知无不言。那就说说吧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是王家少爷王迟宇，也让我们来给他出口气。哦，你们打算然后拉到城郊埋了。好狠的！楚明，王家少爷可不好惹，你等下可不要胡来。放心吧，师姐。一时疏忽，忘了问王少长什么样，这下可难办了。这卡颜爵，你这身打扮可不行。卡颜，我长得也不丑吧？呸！卡颜爵是说的是女人，王少的朋友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您随我来。王少就在前面，您自己过去就行了。今天本少一起嗨起来！王少大气！插手此事，武者，大哥，我们还好一个当人，王家还真是高高在上啊！哼，要不是师姐嘱咐我，我真想现在就废了你。还敢威胁我，看来是给的教训还不够。去！啊！我的手！啊！还敢威胁我，看来是给的教训还不够。去！啊！我的手！回去告诉你父亲，好生伺候兰心儿。若是他有意离开，不得阻拦。记住没有？记住了，记住了！求求你！等会儿王家来人了，帮我告诉他们，打人者楚明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我的手动不了了。这到底是谁干的？王家主，那人留下了姓名，说是叫楚明。又是楚明。好啊，居然当众打我王家的脸。张先生只写的可是2位啊，不是我们，是我们家小师弟做的。没想到除了楚明大师，竟然还有人有这般精湛的针法。楚明大师，老七，小师弟江先生没什么危险了吧？江先生已经没事了。楚明，楚先生久仰大名，您可是我的偶像啊！您过奖了。江宇现在什么情况？生命指标一切正常，
很快就会醒过来了。楚先生，看这里。哦，茄子。刘灵儿一个人在医院能行吗？放心吧，六师姐病根已除，当保镖绰绰有余。明天就是于琳琳的婚礼了，你有把握搬到王家吗？王家作恶多年，早就失了人心。这江州也该换换天了。姐姐过来，今天可是大日子，不许胡闹。我没有胡闹，是个废物。那楚明不就是打了你几巴掌吗？竟让你害怕成这样。哥，他还是孩子，你这么凶做什么？放心吧，池宇，哥哥陪你去，谁都伤不了你。哼，你就惯着他吧。今天江州各大势力都要来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岔子。吉时已到，客气了，诸位都是江州武道名秀，不必客气，快重有赏。是。王家能否一统江湖？楚明说过，我今日什么都不必管，把一切都交给他。我的乖女儿，准备好了吗？哼，回老爷，小姐随时可以出发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父亲不必来此监视我，我会按照你的要求乖乖嫁入王家的。我可不是来监视你的，我只是想看看你穿上嫁衣会有多美。再美也只是你手中的。当然，我怎么可能用宝贝女儿来换前程？你再忍一忍，老爸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新郎官到。走吧，池宇，该迎新娘了。不是说好直接接新娘？你去就行，我在车上等你。那楚明诡异的很，现在肯定躲在哪里等着我。你堂堂王家少爷，怎么事都做得出来？罢了，既然你不愿意去，那就由我去迎接新娘。你不是今天由我代表王家来迎亲，快让新娘出来吧。琳琳好歹也是于家嫡女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我们王家娶亲就是如此，少废话，快让于琳琳出来。你好了，小杜，去叫琳琳下来。哼，这王家真是可恶。是啊，小姐嫁过去肯定要受委屈了。让一下，新娘来了。果然是个美人，给我王家传宗接代，合适的很。竟然拿小姐当工具，真是该死。是啊，说的跟她不是女人一样。大哥，王家这态度也太过分了吧！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通弼门门主到，欢迎欢迎啊！双剑门门主到，快请进。家主，少爷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于家其他人呢？都在随行的车队中了。好，待会儿就给我这新过门的儿媳妇上一课。对了，家主，江宇那边黎岩一个人能行吗？要不我也去。那南岭不过区区真气境，黎岩一个人足矣。你先下去吧，待会儿我另有安排。是，属下告退。是对付一个小丫头，还要我亲自出手，真不知道家主怎么想的。派人把守好所有出入口，从现在起，任何人不准进出。是。207，就是这里了。好大的脾气啊，黎岩小姐。哦，你知道我，那居然还不逃走？大家都是武者，我为什么要逃？有点意思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你们出去，我亲自会他。是。希望你不要太弱，不然可就太没意思了。少废话，接招吧！想不到南关主已经真气大圆满了，倒是让我有点兴趣了呢。江州西门家到。什么？西门家也来了？
他们不是已经隐退了吗？王家这是好大的面子呀！江州西门家到！什么？西门家也来了？他们不是已经隐退了吗？王家这是好大的面子呀！恭贺王家大喜呀！我不请自来，不会给你添麻烦吧？西门老家主言重了，我是求之不得呢。来人呐，请西门家主上座。好，那就多谢了。哼，真是老天帮忙，让这老家伙自己送上门。新郎新娘到，于家主到。诗雨，待会儿仪式上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惊慌，有姑姑在呢。哦，王家主，我们没来迟吧？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亲家了。不迟不迟，亲家里面请。这新人还未礼成，怎么就放烟花了？些许是小辈贪玩，亲家不必在意。后面发了信号，看来楚明这家伙也来了。还好我记得上次的路，再往前应该就是五师姐的住处了。到了，先散发真气，让五师姐知道我来了。看你还能躲多少次！这家伙腿功了得，实在有点难缠啊！乖乖认输吧！不行，再这么耗下去，我就输定了。看来只能使用那招了。万物化形，结眉。什么情况？时间似乎停滞了。爆！果然还是不能跨界使用这招，对自身的反噬太严重了。还好随身带了小师弟给我的补气丹，得尽快恢复状态。小姐，你怎么也开始服药了？是养生的药丸，你不用担心。小文，你跟随我多年，该替自己想想出路了。小姐，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跟随你，您不要赶我走啊！你一直做得很好，只是这一次，你没法再陪着我了。小师弟，你果然来了，快进来吧。不行，我这儿还有几个跟屁虫需要处理。出来吧，小子，明知道有陷阱，还敢来？这是看不起我们兄弟几个呀！你们三个都给我退下！这是我的院子，就算是家主也不能随意进出。蓝小姐，你拒绝我家家主多次，不会以为王家还会把你捧在手心吧？和他废什么话，直接动手就完了。小心啊！先服务稍等片刻，等我解决完他们，就去找你。我也会一些武道，让我留下帮你吧。放心吧，师姐，他们这点功夫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小子，死到临头还说大话！嘿，去！小心，那小子会暗器。身手不错嘛，竟然被你躲过了。想搞偷袭，没门儿！二哥，武术压制。好，再出一招。大哥小心！放心吧，这种级别的暗器根本打不中我。是吗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挡住了。你竟是气海境！大哥，臭小子，我宰了你！就凭你还不配？你竟敢踩我的脸！两位，你们不是我的对手。就算你能挡得住我手上的银针，但是真气是无法被阻挡的。怪不得大哥会被你暗算。我无意与你们争斗，若你们能放蓝心儿随我离开，
我可以当没看到几位，如何？用那招，速战速决。好。用那招，速战速决。好。龙卷火，旋风阵。小子，你输定了！唉，明明给了你们机会，却不知道好好珍惜。气形，蛇眉，爆！这招蛇眉果然厉害，真气性大圆满也能秒杀。不过六师傅说使用此招会消耗大量内力，为何我毫无感觉？难道是对方太弱了？这小子刚刚用的什么招数？旁边那个，你的2个兄弟都没了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少废话，离火燎原。没用的，同样的招数无法对我生效2次。哦，原来是想趁机开溜啊！给我站住吧！杂鱼终于清理完了。师姐，外面的人已经被我解决了，我们走吧。不急，难道你就不好奇我为何一直留在王家？肯定是王家威逼利诱。非也，是我自己不愿离开。这是为何？5年前，我听闻师妹们都在江州，便想来和他们团聚。在路途中，我遇到了一位迷路的老婆婆，我看她可怜，便主动送她回家。没想到，那老婆婆竟是师傅们的仇家，趁我不备，用术法弄瞎了我的双眼。我武道修为不足，以命相搏，才将那歹人制服，但也耗尽了内力。双目失明的我，本以为要就此丧命，没想到却遇到了王家家主。他不仅将身上仅有的丹药给我服下，还将我背回了王家。后面的日子里，他们每日给我端水送饭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等一下，师姐，王家如此嚣张，怎么会对你如此之好？他们一开始也不是这样的。王家以武道立家，自然知道与人为善才是立身之本。他们会变成今天这样，都是因为我。那一日，江城声名显赫的陈家带着武道大师来王家踢馆，王家被打得倒地不起。陈家放出话来，除非王超英嫁入陈家，否则就让王家从此消失。我一时心软，又想到他们对我的救命之恩，便为他们炼制了一炉丹药。王家主服下半颗后，便突破了气海，而他当夜就灭掉了陈家所有武道高手，并强迫陈家分出了一半家产。没多久，王超英也顺利踏入气海，他们2兄妹也因为境界的增长，变得越来越跋扈。倘若我当时没有动恻隐之心，就不会有今日的后果。师姐，知恩图报并没有错，错的是王家，是他们心有恶念。你倒是会宽慰人。小姐，茶泡好了。放在桌子上就好。楚明，王家犯下的罪孽终归是因我而起，我实在无法原谅自己，更无颜回去面对师父和师姐妹。只要跟我回去告诉大家实情，他们一定会理解你的。不必了，我自己种下的恶果，我自己来承担。师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竟然服毒了，我马上为你治疗。别费劲了，楚明，以你的医术救不了我的。吴师姐，小姐，秋树先生一定救救我家小姐。这个不用你说，你可知道他服下的是何种毒药？这个不知，我只记得小姐今天早上服下过一颗黑色丹药。这就麻烦了，师姐如今已经毒发，若是胡乱下药，
恐怕只会适得其反。我在小姐的书上看到过，有一种丹可解百毒，是造化丹。我在小姐的书上看到过，有一种丹可解百毒，是造化丹。之前七师姐给我这枚，正好可以派上用场，一定要有效啊！太好了，毒素被逼出了。吴师姐，你感觉如何？我不是死了吗？我为你服下了造化丹，毒性已经全部解除了。你为何要把如此珍贵的丹药浪费在我这种人身上？师姐，就算你以身殉道，还是改变不了任何东西，王家依旧会横行于世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，今日你已死过一次，那些过往的恩怨也可以放下了。我现在还有一件大事要办，你现在身体虚弱，千万不要出去，等我办完事就带你离开。楚明，谢谢你。江州有头有脸的武道世家竟然都来了，这王家不愧是江州第一豪族，真是有面啊！胡说，明明我们西门家才是第一豪族。住口！切勿生事，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。是。现在有请我们的新郎新娘入场。哎呀，王家少爷好帅气啊！听说这于家小姐也是个大美人呢。下面有请王家主向各位来宾致辞。诸位亲朋好友，感谢赏光。今日我儿大喜，我特地准备了上好的美酒，大家千万别客气。多谢王家主款待。真是好酒啊！再来一杯。一群马屁精，我们才不稀罕喝你这破酒。乐乐，今日不饮酒也好，免得坏了正事。我的肚子好痛！怎么回事？我也使不上力气了。诸位别紧张，只是些化功散而已，伤不了性命，最多只是修为尽失罢了。什么？王家主，你疯了吗？我们李家与王家是世交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有交情又如何？我要的是这江州只有我王家金刀门一家，给我上！你这样做就不怕遭天谴吗？看来亲家和西门家是早对我有所防备了呀！卑鄙小人，居然想用毒酒坑害我们！我卑鄙？你们和于家联手欲推翻我王家，就不卑鄙了吗？此等机密之事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今日就让你死个明白！出来吧，万爷！家主，万爷终于可以认祖归宗了。于万爷，你竟然背叛了于家，家主一直待你不薄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本就是王家13太保之一，哪来的背叛一说？当初王家衰落，不得已才让万爷加入于家，没想到如今却成为了我最大的助力呀！姓王的，你别猖狂！西门老家主乃是气海境巅峰，就算是你王超群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没错，江州苦王家久矣。今日我就替天行道，除了你们。呵呵，你这老家伙可真会异想天开。难道你没有发现，你们的功力也散掉了吗？什么？我的功力也没了。王家到底何时给我们下的毒？是酒杯，他们也将化功散涂在了酒杯上。于家主倒是个聪明人，只不过现在才明白，怕是为时已晚啊！你
真是无耻至极！爷爷，别冲动！13太保，都出来吧！剩下的这些都是江州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由你们解决，也可助你们扬名四海。13太保，都出来吧！剩下的这些都是江州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由你们解决，也可助你们扬名四海。怎么回事？人都哪儿去了？在这儿呢。我还想着这13太保怎么只有12个，原来还藏了于万野这个内鬼。怎么可能？他竟然把所有人都解决了！哥哥别慌，你我联手一样可以干掉他。疯子来了！楚明，你怎么才来？我都快急死了。这小子功夫不低，不如先抓了于琳琳做人质。小丫头，给我过来吧！休想！放心吧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有事的。王家主，你还是亲自上吧，这群杂鱼根本不够我打的。楚明，我知道你也是气海境，可我和超英与你境界相同，1-1敌2，你拿什么赢？可恶！原本以为楚明和西门老家主联手，足更强啊！老家主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哦，我倒是好奇，你要如何打破当下的局面？你们不过是气海初期，而我是气海巅峰。成为气海巅峰？是啊，要想踏入巅峰，机缘、丹药、功法缺一不可。楚小友万不可自欺欺人呐！你先到于爷爷那里去，免得等会儿伤到你。好。臭小子，你还有闲心打情骂俏？你这点功夫，我还真没放在眼里。那就试试这一招，远剑诀。你先随我躲起来，我要脱离楚明。好。我说，你这刀是不是有点太弱了？哼，倒是我小瞧你了。下一剑我可要使出全力了，受死吧！能接下你这招还毫发无伤，这小子是个人才。你还想着拉拢他？你别着急，若是谈不拢，再动手也不迟。楚明，我知道你来江州是打算开宗立派，若是你加入我们，我王家一定帮你。哦，你准备如何帮我？只要你加西门家结盟了，那又如何？利益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能给你的，比他们加起来都多。这个我当愚不可及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小妹，一起解决了他。好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。看招！臭小子，哥，夜长梦多，别留手了。好，就用那招。金刀鬼刃。这难道就是失传已久武道绝杀技？日4万蝼蚁！唉，太弱了吧？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绝招？难道他真的是气海巅峰？莫慌，就算练强行突破，只为与你一战。今日我便以血祭剑强行突破，只为与你一战。大哥，我也来。好，血祭，你俩倒是勇气可嘉。废话少说，把你的看家本领也拿出来。好，我就如你所愿。气行日月之力。第一次用这个招式，力度有点没控制住啊！好恐怖的破坏力！是啊，气海之下。王家主，还要打吗？我技不如人，输得心服口服。你动手吧。可还一无所知，还望你能放过他。
你放心。嘿，自作孽！我呼吸不过来了。大家别慌，应该是化功散导致。于家主，轮到您了。多谢，医护人员马上就到。无妨，我不累。楚明宅心仁厚，修为又如此之高，若琳琳能和他结为夫妇，真是一桩美事啊！好痛！只是轻轻扎了一下而已，这人的反应也太快。天，我请你吃饭。那个女人到底在干？女儿啊，如今楚明一战成名，你可要先下手为强啊！知道了，爸爸。楚明，你没事吧？西施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独自一人迎战，我怎么可能？是圣美的季寒霜吗？她跟楚明很熟吗？她是楚明的西施。我的傻姑娘，你不知道现在流行姐弟恋的吗？楚小友，王家的善后事宜已经处理好了。西门家主费心了。西门家主，王家的产业你们当真分毫不要。我的孙子包括昨天他使的那招气形，小友，那个招式可不是谁想学就可以学的。西门老哥，将真气化形，境界未达气海之前，根本无法使用。气形乃是我宗门独创功法，您怎么会知道如此清楚？为什么要偷看别人洗澡？什么洗澡？我们这是在偷学秘法。看好了，那位女子手中使用的招数叫做……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念在你年纪尚小，这次便饶你一回。快些离去。所以才略知一二。高人，照这么说，你看到的应该是我六师傅了。那人竟是你师傅？我日后也会跟着楚明师傅好好学习。很好，待我搞定了你大师姐，就正式创立宗门。看来西门家和七圣宗真是……很好，待我搞定了你大师姐，就正式创立宗门。搞定大师姐？琳琳，你可愿意做我的首席弟子？你真准备收我当弟子啊？当然，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琳琳，大傻丫头，爷爷说的对，成了楚明的弟子，自然就可以和他多亲近些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对了，五师姐现在何处？她已经被我安置在别墅了，有专人照顾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回去，她的眼疾不能再拖了。之前确实是救了老五一次。没错，这也是我同意放过王迟宇的原因。你们说，师傅们会不会原谅老五为外人炼制禁药的事？玲姐，师傅们可不是顽固不化的老古板。心儿，楚明这次去王家没受什么伤吧？从我来这里，你就不停地问楚明，你不会是喜欢他吧？害羞什么？放心吧，楚明很厉害，没有受伤。那就好。如果你真心爱慕他，不如勇敢一点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我知道了。我的眼睛好痛，这是怎么了？眼疾犯了，麻烦你将我房里的药箱取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想不到这症状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了。五师姐，你怎么了？老五这症状怎么和我之前中的咒术如此相像？你们回来了。先不要说话，让我看看。药箱来了，里面有丹药，快帮我取出来。好。怎么回事？他看起来更痛苦了。因为这丹药是解药，也是毒药。什么意思？此丹名为断元丹，有防止尸体腐败的功效。尸体？仙儿怎么要吃这种丹药？因为断元丹可以镇压疼痛，只不过长期服用会堵塞经脉，甚至危及性命。没你说的那么夸张，我炼丹多年，丹毒对我的影响比正常人要小得多。
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不如让我试试吧。好吧。怎会如此严重？我所中的是一种巫术，平日里我会法术遮盖，以免吓到他人。条悟，你放心，只要能治好你，不管需要什么珍稀药材，我都会想办法搞来。南师姐，你先别急，要解这种巫术，药材不难寻，最难的是丹炉。条悟的那个丹炉可是顶级丹炉，还不够格吗？不够，我们得想办法找到四师姐。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四师姐下山时带走了七圣宗的一件法宝——无疑聚元鼎，只有用那顶宝鼎炼出来的丹药，才有可能破除这种巫术。办法是有了，但我跟老四早就断了联系，这该怎么找啊？我知道，四姐她上个月出了国，一时半会儿恐怕回不来。你怎么会跟她有联系？她可是西南渝州超级豪族唐家的嫡女，在生意场上对我很是照顾。这么有实力的吗？当然，渝州大多数企业都是你四师姐的财产。那与一门两气海的王家相比，唐家实力如何？唐家手下的气海境高手数不胜数，王家跟他们根本没有可比性。这么说，咱们有超级靠山了。不过他做事全凭个人喜好，如果他乐意，把丹炉送我们都有可能，但要是不乐意，那就难办了。既然这样，楚明，还是先把你的大事给办了吧。给我治疗的事不急于一时。啊？什么大事？对哦，我差点忘了，还要开宗立派。既然这样，楚明，还是先把你的大事给办了吧。给我治疗的事不急于一时。啊？什么大事？对哦，我差点忘了，还要开宗立派。这里正不正？好像还有点歪，再往左边来一点。好嘞，大师姐。楚小友，真的不考虑换个更大的院子吗？我那儿还有几处清幽僻静的房产，任你挑啊。我也有一处市中心的地皮，改天咱们去看看。市中心如此吵闹，不利于弟子修炼，余家主还是外行的呀。你好了，多谢二位好意，这里就够用了。弟子在精不在多嘛。楚小友如此境界还能保持节俭，真非凡人。一大把年纪还在拍马屁，我看你也不是凡人。楚叔叔，客人到了。楚叔叔，恭喜你啊！哈哈哈，楚兄，立宗大吉啊！多谢多谢，诸位快请进吧。楚明，你在医术上的造诣也很高啊，为何只开办一个武斗宗门？徐先生，你误会了，七圣宗并不是武道宗门，那是国术宗门。除了武道，还有医术、道术、卦术等等。我七圣宗迟早有一日要重振国术荣光。仙儿说过要我勇敢点，我和楚明已经认识这么久，不能再拖了。今天一定要向楚明表白。楚明肯定对我有意思，只不过不好意思挑明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由我来说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好巧，好巧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半夜的，你们三个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只是迷路。没错，绝对没有什么奇怪的心思。迷路？我这宗门也没有很大吧？那什么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我也是。哎，这几个人怎么莫名其妙的？好不容易鼓起勇气，就这样被打断了。刚刚你跑得还真是快呀！楚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接下来我会离开江州一阵子，
所以来给你送防身的东西。这是我四师傅送我的防身项链，我已经用不到了，就送给你吧。他是专门来给我送礼物的吗？怎么了？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。这个项链只有贴身携带的时候才会生效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嘿嘿，如此在意我的安全，他心里一定有我的，对吧？那两个人不会都喜欢楚明吧？哼，真是讨厌！谁惹咱们大师姐不高兴了？啊，楚明，你怎么来了？白天忙着宗门事务，差点忘了把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七圣宗的核心心法，里面的难点我都已经给你标注好了，你自行修炼即可。他这么忙，竟还亲自给我写注释。嘿，说他对我没有别的心思，谁信啊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要给你。啊，是什么？终于要给我定情信物了吗？这是破性丹，只有3颗，全部给你。啊，这不会就是王家主做梦都想得到的那个丹药吧？比那个要更厉害一点，这可是我师父炼制的，以你的天赋，超越王家兄妹只是时间问题。超越王家兄妹？你不是在哄我吧？你资质不差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。好温柔，好喜欢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回了。哎，怎么刚反应过来人就不见了？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回了。哎，怎么刚反应过来人就不见了？喂，寒霜姐，怎么了？同步你一个情报，唐家分支在阳城遇到了点麻烦，我们可以趁机接触唐家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师弟他真的把宗门建起来了？回大小姐，千真万确。知道了，接着盯吧，有什么动静接着来报。是。哎，今天天气可真好。是啊，师傅。乐乐，如今宗门已经创立，是时候传授你心法了。这本心法是我7位师傅的心血之作，你好好修炼，不可偷懒。徒弟明白。嘿嘿，二弟子的可就没有标注喽，毕竟男人得靠自己。一般宗门最少要经过3、5年的考核才会赐下真功夫，师傅竟然这么轻易就给我了，我这师傅真是太棒了！谢师傅赐法。起来吧，这只是入门，以后你要苦修的东西还多着呢。是。楚明，上车，该出发了。来了，师傅慢走。小师弟，这次去阳城就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？谢谢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跟他客气。好。什么声音？我没有迟到吧？没有，来得刚好。六师姐，你这出场方式虽然酷炫，但下次能不能别踩脸啊？好说。既然人到齐了，那咱们这就出发。楚明这一走，估计好久才能回来了吧？哼，臭楚明，出门居然敢带别的女人，回来就让你好看。喂，爸爸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尽快回来一趟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。哦，好。爸爸声音这么严肃，难道是余家出了什么问题？小姐，您回来了。爸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和你爷爷考虑再三，决定要你接管余家的一半产业。吓我一跳，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干嘛这么着急让我接手啊？如果你想和楚明在一起，就要让自己强大起来。放心，你杜叔会辅助你，
直到你能独立掌控整个家业。好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咱们这次是要坐高铁吗？没错，江州跟阳城之间没有航班，只能坐这个。坐这个也好，人多热闹。五师姐被王家禁锢已久，多见见俗世烟火，心情应该能好不少。大小姐，目标已进入视野。很好，跟上他们。上车以后听我指挥。是。我第一次坐高铁还是下山的时候呢。还记得那时候你只有几百块的生活费，却美得不行。寒霜姐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好好。你们笑什么呢？也和我说说。糗得很，你还是别知道了。好啊你，现在都敢瞒着六师姐了。错了错了。大小姐，下一步我怎么办？去给他们制造点麻烦。能不能具体点儿？什么样的麻烦呢？越大越好。明白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餐车来了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，先生？这是前面蓝头发的那位先生订的餐食吗？没错，您需要来一份吗？看着是挺不错的，可惜我现在没什么胃口。去给他们送过去吧，美丽的小姐。好的。小姐，我已经将化骨腐蚀散下入他们的食物当中，只要他们服下一丝，顷刻间便会全身溃烂而亡。你说你下了什么？化骨腐蚀散呀！赶紧给我收回来！我是让你闹出点麻烦，不是闹出人命。是。你说你下了什么？化骨腐蚀散呀！赶紧给我收回来！我是让你闹出点麻烦，不是闹出人命。是。这糕点看起来不错呀。是啊，现在高铁上的食物都这么好了吗？等等，先别吃。怎么了？这饭里被人下了东西。刚才那个人和列车员攀谈过，观他周身气息明显是气海境，难道又是仇家派来的杀手？那什么，我饿得厉害，你们这4份食物可以卖给我吗？啊？这饭有问题，不能吃的。没事儿，我不介意，请您收下。这人下了毒，然后又花高价买走，这什么操作？傻瓜，我是想考验考验楚明，没让你要他们的命。是您说的，制造点大麻烦嘛，所以……再这么说，他们也是我的师弟师妹，你有点脑子行不行？是，我知道错了。小姐的脾气真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了，忍着吧，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对他们下死手，否则废了武功，逐出唐家。是。旅客朋友们，阳城车站到了。今天多亏了楚明，及时发现盒饭有问题。小师弟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境界提升以后，感知力就会提升，身边出现异常之后都会有感觉。突破气海境，居然可以做到这种地步。嘿嘿，师姐不用羡慕，你早晚也会突破的。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直接去找师姐吗？这么晚再去打扰不太妥当，不如先在酒店休息一晚再做打算。我看这个快捷酒店就不错，还是选个稍微好点的吧。这里就是我们的总统套房了，各位请进。哇，是我眼花了吗？怎么感觉到处金灿灿的？自信点儿，把感觉去掉。寒霜姐，你管这个叫稍微好点儿？我平时出行标准可比这个高得多了，今天来的匆忙，只能在这儿凑合一晚了。你们两个还是太不了解寒霜了。星儿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跟你们比起来，我就剩下钱了。咱们还是讨论一下如何界定的事吧。你对四师姐最为了解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？她在唐家经商多年，利益得失算得很清楚，所以最好的办法
是跟他做等价交换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只不过老四养尊处优，恐怕是什么都不缺啊。四师姐虽是商人，但也是我们的家人，不如我们直接点如何？怎么说？就是当面问清楚他想要什么，毕竟我们同门一场，这点面子应该还是有的。也是，倒是我们想的麻烦了。不过初次上门不带点礼物可不行。听你这口吻，已经想好打算了吧？你之前说过阳城有人在监视四师姐，我们可以帮她剪断这些眼线。四师姐身边有那么多保镖，这事轮不到我们出手吧？可到现在这件事依然没有解决，我猜那些人中可能有凌空境的高手。凌空境高手很强吗？非常强。你不修武道可能不清楚，突破气海踏入凌空之后，真气便会在体内转化为灵气，真正做到御风飞行，可以说是仙人也不为过。御风飞行，仙人？灵儿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六师姐说的是事实，我现在虽然只是气海境巅峰，不过也已经能做到一点了。你可以御空飞行？飞行？虽然我看不见，但也能感受到周围这澎湃的真气。听那些烦人的家伙，想必够有诚意了吧？好，明日我们就……怎么了？我们和小师弟来阳城了，想见见你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见了，还真是有点期待呀。喂，寒霜，怎么了？我们和小师弟来阳……你们过来吧。这么快就要和小师弟见面了，还真是有点期待呀。去天真国际。是。小姐，楚明他们到了。好，知道了。不愧是西南豪门，这唐家果真气派。好久不见啊！四师姐，今天冒昧……什么礼物？我这礼物不方便让外人看到。师兄，唐家的守卫都被撤走了。好啊，好啊，蛰伏了这么久，终于被咱们逮到机会了。小师弟，现在可以把礼物拿出来了吧？还请师姐稍等一会儿，礼物马上就到。唐大小姐，今日我便替你解决了他。师姐，没想到你也是七圣宗的门人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今日，老子就一起收了你们。毒烟丹，快，小姐，我扶你回房。拿着，含在嘴里，可解百毒。哦，好。小姐，气海境圆满，七圣宗总算有个能打的了。也看不见了，还好我有破障望远镜，这下清楚多了。此人只是气海，并不是凌空，难道不是我想挖出的人？这小子好厉害，硬拼下去不是办法。过来吧！别傻站着了，还不快走？谢谢女侠。怎么样，我配合的还行吧？自咒缠身，万物化无。他那是什么功法？好邪门的样子。是巫术。碍事的小女娃，先解决了你。师姐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楚明，你的手掌。无妨，一时半会儿对我造不成什么影响。说，你们和我们究竟有何恩怨？七圣宗灭门之仇，不共戴天。灭门之仇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给我！好了，这上面还有残存的巫气，应该是那人留下的。同伙呢？好了，只剩下了这根竹箫。果然，身后还得有本小姐，我唐家门口闹事。他们针对的不是你，而是整个七圣宗。他们和七圣宗颇有渊源，所以四师姐，你还是小心些为好。放心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。
听刚才那个人的说法，他们和七圣宗颇有渊源，所以四师姐，你还是小心些为好。是啊，四师姐，绝不能让他们有可乘之机。这个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。虽是困难，但也并不是毫无办法。此次我们前来寻你，就是为了此事。我更学的是炼器，医术我并不精通，恐怕帮不了你们。不用师姐出手，只需借师姐你的巫医聚元鼎一用，这巫咒便可解。那鼎在我爸那儿，借不借我说了，送我们去总部。是。师姐，你这车好豪华呀！这样的车，我们家车库里多的是，没什么好新奇的。多，你在算什么？我想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针对七圣宗了。有眉目了吗？只能算出来他们是巫门的人。不过我记得大师傅早年游历四方，行侠仗义时，曾经和巫门起过冲突，还受了伤。所以他们跟踪我，就是为了复仇？很有可能。唐家应该就是他们对七圣宗复仇的第一步。唐家为何会牵扯进来？大师傅曾说过，消灭有可能就是唐家之人。难道是我爷爷？小时候我在家里看到过大师傅的画像，爷爷每日都会上香。如果报复，哼，如今唐家可是有数十件我炼制的法器，他们要敢来，那就轰烂他们。正面对抗，师姐自然是所向无敌。但对方可不是什么正派人士，还是小心为妙。都怪大师傅，除恶务尽的道理都不懂。这批人当年应可也，你还是听从蓝师姐的意见，小心提防为上。哼，麻烦死了。小姐，到总部楼下了。走吧，别再讲那些糟心事儿了。哎，四师姐这性格还真是不让人放心啊。四师姐，这可是黄金地段，你家竟在这儿盖了个100层的办公楼，小意思。大小姐，早上好。大小姐好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大小姐，唐总还在开会，可能要稍等一会儿。诸位先喝杯茶，稍等片刻。多谢。四师姐，能否说说你父亲是个怎样的人？我爸可是个笑面虎。无一聚元鼎，他宝贝的很。你要是想从……乖女儿，怎么想起来来公司了？是想爸爸了吗？这个练家子呀！哼，我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你竟然让我……卡，你拿去买点你喜欢的东西。真是俗气。好，爸爸俗气，爸爸俗气。外表威严的唐总，私底下竟是个女儿奴啊！珍珍，这几位是？他们是我的师弟和师妹，有事找你。这个小伙子，年纪轻轻就迈入了气海巅峰，想必就是楚明吧？唐家主知道我，这次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和蓝师姐中了巫术，需要借你手中的巫医聚元鼎一用。这鼎是我唐家。据我所知，七圣宗的宝物，即使传给了弟子，在拥有者100年之后要交还宗门。这鼎怎么会变成唐家的宝物？哈哈哈哈！你小子终归倒是……但倘若我说唐家就是七圣宗所创呢？什么？师父一向无欲无求，怎么会建立如此庞大的唐氏集团呢？他们可不是无欲无求，他们所求恰恰极为高远，不到人才，将他们留在唐家。可以这么说，西南地区如此稳定，这就是师傅们扶持唐家的原因。聪明。不过家父不愿脱离世俗，只能做个记名弟子，学了些皮毛而已。不如这样，我以七圣宗的武学做交换，只要是记名弟子可学的，您随便挑。哈哈哈哈哈！若是再早个10年，已经可有可无了。不过，毕竟大家同出一门，而且你们又是我女儿的师弟，只要你们……唐家主，3件事不是问题，可心儿和小师弟怕是等不起。
多谢唐家主。不知这3件事都是什么？西江区的一处新规划改建用地上，有一家钉子户。我们想了很多办法。没问题。咱们唐家呀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力还不够，若无仁义，万事俱灭。仁义，原来如此，女儿明白了。楚明，这事你办得了吗？丁宗拿下了，所以这次的问题需要的是情。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，不过你背着一袋子石头是要干嘛？有人在家吗？我明明探查到屋里有位老人啊，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楚明，你那说也要精通才行。你这里是想和您谈一下搬迁的事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你回去告诉姓唐的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老奶奶，您先别急着赶我走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不愿搬离此处的原因，是因为屋后的那块地吧？你别想打那块地的主意，我老伴儿埋在那儿，你要是敢动他，我就跟你拼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下小师弟恐怕要头大了。你别想打那块地的主意，我老伴儿埋在那儿，你要是敢动他，我就跟你拼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下小师弟恐怕要头大了。您和老爷爷的感情这么好，怎么老爷爷目前连块碑都没有呢？我何尝不想，可根本买不起石碑。您看看这个，这是老秦的碑，你怎么？我就给您刻了这个石碑。谢谢。我陪您给爷爷立上。好。他们都说我是想借着老秦的坟多要钱，可我都80了，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就是不想老秦死了都不得安宁。若是我同意他们拆迁，以后我就再也不能来看他了。我已经联系了江州最好的墓园，咱们可以把秦爷爷移过去，你想什么时候去看他都可以。这样确实挺好。这个我也考虑到了，我们会在离墓园最近的小区给您安排一套房子的。哎呀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那您现在愿意搬走了吗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这儿了。奶奶，这里每天都有专人打扫和上香，今后的所有养老费用全部由他们承担。等您驾鹤西去，还会把您和秦爷爷安置在一起。好孩子。唐家主，你交给我的第一件事情已经完成了。这么快？如烟，你去问一下。唐总，工地那边反馈，老人家的确已经搬走了。这小子可以啊，竟然这么快就搞定了。这第2件事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我有个救命恩人老金，如今就是与我结成亲家。可他那个儿子本就是个地痞流氓，根本配不上真真。既然是您的挚友，怎么会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？老金和他的儿子多年没见了，自然了解的也是少之又少。我也是调查后才知道的，我总得为他做点什么。所以您是希望能还了？金叔的儿子也在，咱们进去看看。等下，先听听情况。孩子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少废话！有
不是为了继承遗产，我才不会回国。跟唐家主所说一致，这小子果不是个好东西。儿子，赚钱要靠自己。我已经让人给你安排了个好工作，只要你……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不要那什么狗屁工作，我就来拔了你的管子！义子，孽障啊！让开，别挡道！这办了。混蛋！金叔，冷静，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是啊，你们是麻烦帮我告知唐潇，就说我们两家的婚事就此作罢。我儿子还是等您病好了，自己亲自去说吧。恐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。别灰心，从您的脉象来看，还是有转机的。真的吗？虽然我不能将你的病症完全治好，但延寿10年是没有问题的。够了，多谢你了，小兄弟。我先用真气施针，将你的经脉打通。楚明，好像有医生要过来了。无妨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唐总请来的医生，正在为金先生治疗。赶快停手！这里是医院，我们才是主治医师。若是待会儿病人出了问题，你们全得负责。没一处穴位。难道这位就是楚明先生？没错。之前他在江州做的那场手术，更是我们的学术材料。既然都是熟人，可否让他先完成治疗？当然，能够现场观摩是我们的荣幸。你们两个还不快过来学习？这可是难得的实战案例。是院长。金叔，你体内的经脉已经全部疏通了。谢谢。可我为什么还是感觉身体如此沉重呢？别急，你身体亏损严重，自然不会好得如此之快。厉害！不用担心，这是正常反应，咳嗽的越猛烈越好。那是什么东西？这些就是堵塞在你体内的淤血，咳出来以后就没什么大碍了。金叔，你现在试着活动一下四肢。神技，这是神技呀！我再给你写个药方。呀，楚先生，你没有写错吧？金叔先前病入膏肓，常规用药已经对他没有效果，现在唯有以毒攻毒了。如果出现了什么不良症状，您立刻电话通知我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好。院长，咱们真的要冒这个险吗？以毒攻毒的案例并不少见，而且楚先生承诺会管到底。又来了！金叔，你慢点喝，觉得不舒服就吐出来。瞧你怕的，楚明那孩子我信得过。小王，盯紧监护仪，做好实。心率正常，血压和血氧也没问题。不愧是业界公认的神医，你们几个回去赶紧写一份总结报告出来。是。心率正常，血压和血氧也没问题。等会儿找我那生物爹要到钱，可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金哥大气。哎呀，你没长眼啊！敢撞老子，信不信老子把你推大瘸？实在不好。做什么？今天就让你好好长长记性。逆子，住手！嗯，你这个混账，赶快放开他！哟，老头子，今天怎么有力气下楼了？金哥，你爸看着红光满面的，不像是要挂的样子呀。放心，他那就是回光返照，没几年活头了。老东西，遗嘱写好了吧？赶紧拿给我，等会儿我还要去潇洒呢。住口！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就知道钱！都是。
混账东西！我真是白养你了！从今日起，你我便断绝父子关系。我的钱，给他。老金，你这身体真的不用在医院调养一段？不用，那地方这辈子都不想再去了。并以回天乏术，他愣是又给我续了10年寿命。这是医生给我出的化验报告，你看看，各项指标都正常了。嘿，金叔客气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大师放他，咱们这婚事还是取消了吧，对不住了。什么对得住对不住的，太见外了。放心，你说取消咱就取。这第2轮考验你完成得很好，这最后一个任务有点复杂，晚些时候我才能告诉你。啊？老头子，你叫我来做什么？我下午还有事儿呢。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医生允许你出院了？楚明已经把我的病治好了，我现在身体硬朗着呢。对了，珍珍，你不是要和费主管出去办事吗？带上楚明吧，这小子功夫不错。不用，有飞玉保护就够了。就他那3脚猫功夫，哪里比得过楚明？带上楚明，我更放心。行，小师弟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？保护4师姐，义不容辞。小季，你跟着楚明跑了1天也累了，不如留下休息休息。珍珍，在这里。这位小兄弟是？我叫楚，我看就是想巴结珍珍。走不走？本小姐可没空在这儿看你们闲聊。来了，珍珍，你晕车，坐副驾吧。也好。4师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江默默的粉丝见面会，我期待好久了。江默默是个明星吗？连珍珍最喜欢的明星都不认识，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珍珍的师弟？飞玉，你怎么跟我师弟说话呢？连珍珍最喜欢的明星都不认识，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珍珍的师弟？飞玉，你怎么跟我师弟说话呢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楚明在山上，嘿嘿，这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？唐家嫡女现身了。他带了多少人？只有2个，一个只有真气大圆满，另一个看不出境界，应该只是个打杂的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唐家欺压西南武道多年，终于让我逮到机会了。珍珍，这里。怎么只有2个位置？咱们3个怎么做？没办法，见面会太火爆了，一票难求，只能委屈楚小弟去外场了。这位小哥，我是个通情达理之人，这位置也卖给你如何？2万够了。大妈，原价好像只有2000吧？哎呀，你刚才不就跟那对情侣花了4万买了2个座吗？你要是觉得贵，给我15000。你故意拆我台是吧？你别说，这费玉还真挺有节目。该死，楚明这个电灯泡怎么甩都甩不掉。大家好。江默默来了，默默看这里。不好，珍珍小心！该死，这家伙的反应怎么这么快？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追凶手。站住！你别动，我给你做紧急处理。还能坚持住吗？你亲自动手，再疼也能忍住。好一幅郎情妾意的画面啊！你是谁？5年前，我阴谷门被你们唐家赶尽杀绝，唐小姐不会不知吧？今日，我就要用你来祭奠我的兄弟姐妹。万重誓，梨花带雨。
关。真真，你走吧，我帮你拖住他。剩下的交给保镖就行。那个，咱们今天出门没带保镖。什么？谁吩咐的？我。你是想害死我吗？我是算账。真真，你放手，我自己能走。想走，试试这个。不好！去！阿金，嗨！你们暗箭伤人在先，我这样做也是让你们自食恶果。臭小子，坏我好事，今天你必死！秘术复读飓风，这怎么可能？只用一招就打散了我的秘术，你难道是气海巅峰？现在才发现，家主收了你们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武道高手吗？好帅啊！小姐，别看了，咱们还是快走吧。是啊。吗？小哥哥，我是江默默，可以加下你的联系方式吗？我的女神之士在和楚明搭讪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玩社交软件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玩社交。绝了！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拒绝我。好吧，您万一出什么事，我们真的负不起责任呐。楚明。楚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要是有机会，我一定请你吃饭。我们走。这太羡慕你了。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一点也不想和他吃饭。楚明说的没错，比起他，我更愿意和你共进晚餐。受这伤还这么油嘴滑舌啊！哼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有点呼吸不上来。费先生中毒了，应该是那支箭的缘故。你快扶他躺下。来，让我实地看看，他医术十分了得。蛊毒上行，只要用真气引出心脉处的毒气即可。中毒不深，加上费先生体质不错，休养几日就没什么大碍了。多谢，没想到楚兄弟不仅武功高强，这医术也如此高明。快别说客套话了，咱们得赶快回去，将阴谷门的事告知父亲。好。飞月，你一直跟在我爸身边处理西南地区的武道事宜，应该知道阴谷门的事吧？阴谷门术法极其阴毒，中毒的若是男子，则7日内必死无疑；若是女子，是女子会怎么样？是女性的话，会逐渐失去意识，最终成为他们的提线木偶。太可恨了！所以唐家主才决定将他们全部剿灭。只是没想到还有漏网之鱼。吃点小伤，算不了什么。你可真是个狠人！小师弟，咱们赶紧进去吧，老头子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。好。哼哼，今天我一手英雄救美，真真一定对我倾慕有加了吧？那是荣城合欢门的掌门，我记得他们从未和唐家有过联系啊。还用你说？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那，这就是你要的迷魂散，无色无味。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？放心，纯天然无公害，只是会浑身无力2天而已。唐家主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怎么会买这种不入流的东西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次一定要帮真真选一个好郎君。真真，他这药竟然要用在真真身上？谁在外面？费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家主，你难道是准备用迷魂散撮合真真和楚明？
被传，听到没有？珍珍可是你的女儿，你这样做问过她的想法了吗？我的女儿我自然了解，至于我要对她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好，那孩子喜欢令千金。我看他也是真心爱慕，唐家主不考虑一下？这孩子虽然不错，但是心性不够成熟，不是真正的良配呀。好，那孩子喜欢令千金啊？这孩子虽然不错，但是心性不够成熟，不是真正的良配呀。那您就甘愿把女儿送给楚明？若是看错了人，可是回不了头哦。你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做出送女儿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来？哎，那你找我拿药，又让他们共处一室，是为了做什么？自然是为了测试楚明的定力。你脑子都想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误会误会。今天的饭菜可是我特意准备的，楚明，你要多吃点啊，一整夜。守护，唐家戒备森严，还需要我保护四师姐吗？是啊，老头子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楚明会拱手送上。唐家主，要不你再加点别的要求？这个任务太简单，我心里不踏实呀。你可不要小瞧了他，你能不能过还不一定。四师姐，今晚我就睡这里了。好。楚明，你有没有感觉有点不对劲？哪里不对劲？老头子明明要你守护我，可是并没有撤走房子周围的护卫，他到底要怎么考验你？管他呢，没事最好，睡一觉，明天就可以拿到宝鼎了。也是，我老……果然如你所言，那要需要配合我的独门功法才会生效，他自然不会觉得有问题。接下来有好戏看了。等会儿若是楚明抵抗不住药效，敢对真真动手动脚，咱们就一起上去控制住他。没问题，不过这个要加钱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楚明，你觉不觉得有点热？感觉血液都沸腾起来了。不对，四师姐，我们这明显是中毒了。脉象混乱，热血上涌，这是幻毒。幻毒？那是……不要来了！喂，那可是你女儿。四师姐，五脏六腑都在燃烧。糟糕，她马上就要失去理智了，得罪了。楚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好，我体内的毒素也开始加速扩散了。用大师傅教我的静心诀，应该可以压制毒素。心神合一，感觉好多了。四师姐，我出去。想吐！你不是说这药只能用拟宗秘法才能解开？千真万确的啊，唐家主，太厉害了！唉，一场好戏就这么没了。走吧，没什么可看的了。是。我刚才是怎么了？你被人下了致幻的毒药，我已经帮你把毒素逼出来了，现在没事了。我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吧？没有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内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既不持久，也不致命，下毒之人到底是图什么？难道这就是唐家主的考验？这毒出现的实在蹊跷，既不持久，也不致命，下毒之人到底是图什么？难道这就是唐家主的考验？你怎么还这么悠闲？既然他们给咱们下了毒，肯定马上就要来偷袭了。放心吧，师姐，我已经知道入侵者是谁了。是谁？这一切
自然是要考验我的定力。我们孤男寡女的，中了那种毒，还不一定会干出什么事呢。什么？这个臭老头子居然用我做诱饵！我明天一定找他算账！好你个老头子，竟然算盘都打到我头上了！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那你还不快把宝典拿出来？这就拿，这就拿。这便是七圣宗赐予我唐家的至宝——无衣聚元鼎了。好浓郁的灵气，光是看着就让人感觉到神清气爽。楚明，你通过了全部的考验，那今后你就可以随意取用此物了。多谢唐家主。此鼎可吸取日月之精华，每月初一之时功效最低。珍珍，你陪着楚明去买药材吧，直接刷爸的卡就行。放心，刷卡我可是最在行，今天定要好好放放你的血。好，你开心就好。走吧，走吧。唐总，关于大小姐被跟踪一事有眉目了。这是我查到的所有资料。果然是乌门的这群家伙。大师傅当年真不该动恻隐之心呐。现在他们盯上了真真，不能再姑息了。立刻通对真真动手，那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费玉呢？怎么没来？他说身体不适，来不了。对上次的事生气。家主，这次叫我们来，可是有什么事啊？如今他们卷土重来，已经盯上咱们唐家了。家主准备怎么做？我没有大师傅那样的好心肠。既然他们要闹，那就让他们彻底消失吧。我种树的时间短，寻常药材就可以了。但是星儿姐不一样，需要用到一味非常珍贵的药材。什么药材？100年灵芝。现在市面上声称100年的倒是不少，我也买过，最多也就是20-30年，根本到不了100年。可这味药不可或缺，我们必须找到。该如此。命数虽有天定，但人力亦可改变。没错，实在不行，我就去深山里自己挖。没错，星儿，我们不会放弃的。谢谢你们。楚明，这里是阳城最大的中药铺子，需要什么就在这儿买吧。哎呦，唐大小姐来了，快请进。老板，你这里可有100年这问题？先把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得嘞，您这边请。走吧，一块儿过去瞧瞧。嗯。东西来喽，诸位请看，这就是本店珍藏多年的100年灵芝。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们老掌柜传下来的镇店之宝。什么时候区10来年的东西也能当镇店之宝了？100年？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们老掌柜传下来的镇店之宝。什么时候区10来年的东西？那可不能乱讲啊！我这就是100年灵芝。楚明，这灵芝看着品相不俗，你不会看走眼吧？这块灵芝的品相，乍看上去确实很好，可现在科技发达，伪造品相并不难。灵芝作为名贵中药，年份越久，内部散发的灵气便越浓。以这块灵芝的气息浓郁程度判断，年份绝不会超过20。胡说！我看你就是来找茬的。胡掌柜，伪造外观的手段我可是学过的，无非就是喷涂一些染料来提高品相。这我好啊，行骗竟然骗到本小姐的头。是。你就等着关门吧。唉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几位客人，我知道哪里有上好的灵芝。真的？嗯，不过具体年份我不清楚。你能带我们去吗？店有重谢。当然可以。
喏，我说的灵芝就在那里。色泽透明金黄，品相极佳，年份一定不短。悬崖峭壁的，你能上去吗？放心吧，这点难度啊，轻轻松松。嘿，小心点，脚下踩稳了。知道了。好浓的香味，这株的年份绝对在100年以上。这下50姐的病有救了。年轻人，你怎么能随意采摘别人的灵芝？御空而行，原来是有高人看护。老人家，此物生在山野，何来主人一说？此物乃是我一老友亲自种下，我已守护多年，并非无主之物。老人家，我急需此药救命，您可否先将此灵芝割爱于我？日后我七圣宗一定有求必应。你是七圣宗的门人？是啊，在下七圣宗楚明。神虚是你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前辈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100年前，我在一场赌局上，如此轻松地把灵芝给你，我还是心有不甘呢。前辈，你干什么？从这个高度掉下去，灵芝肯定是要摔碎了。这可是星儿姐唯一的希望，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抓到了！小子，放开那株灵芝，我可以救你上路。前辈，现在有输给了你的弟子，随我来。不必客气，本来也就是考验一下你。不知前辈出门还真是狂妄，竟然想灭我唐家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拿过来。也是有可能的，我们大家一起找找看。都翻成这样了，还是没找到啊？南师姐，会不会是你没带来啊？不可能。你通知酒店查下监控吧。好。季小姐，看过监控了，您的房间没有外人进过。不会是你们内部人员监守自盗啊？啊，我们是高级酒店，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应该不是他们，为了一个不洁。那个保洁阿姨这几天有没有进入我们的房间？客房每天都要打扫，肯定是进来过。我去帮您问问。丢的是这个吗？没错，就是它。你自己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看他们这么多天不回来，以为没人要的垃圾，所以才拿走的。这是客人的私人物品，未经允许，绝不能据为己有。你马上去财务结算工资。哼，走就走。给您带来这么大困扰，真是抱歉。您有什么要求，只管提，我们一定满足。不必了，能把东西找回来就够了。是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楚明，快把盒子打开吧。好。一把桃木匕首。这匕首除了长得丑了点儿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啊。各位师姐，你们可曾听说过虚空之眼？这个我知道，是一把破阵用的极品宝剑，可惜1000年之前就已经破碎了。如果我没看错，这把匕首应该就是用那把宝剑的残骸制作而成。你的意思？我是这么想的。四师姐，你快把我们知道的消息。也是一样。不过你们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回去提醒一下他。路上慢点儿。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家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哎呀，如烟姐，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？珍珍，唐家主不见了。什么？如烟姐，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？珍珍，唐家主，家主一大早上说要出去谈事，到现在都7、8全派出去了，到现在也没收到任何消息。你看夏晴，你说
我爸不会是被乌门给绑架了吧？不好说。快看看，是不是家主给你打电话了？是飞玉。喂，飞玉，怎么了？真真，我找到家主了，他被乌门绑架了。那他现在在哪？就在总部，快来，他的情况很不好。六姐姐，我爸在总部，咱们赶紧过去。好，咱们这就出发。真真，我已经将事情告诉你的师弟师妹了，他们应该很快就能赶到。好，我会想办法撑到他们来。没想到唐家这么快就出事了。可小师弟现在正是炼丹的关键时期，话不能打断他呀。要不这样，希儿你在这里守着楚明，我和寒霜先去帮忙。我觉得可以，等去吧。真真，你慢点。对不起，柳主管，你不能进去。你们这是要拦我？没错，以你的身份，现在不能再进去了。大家相识一场，我也不想你难堪。不然的话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爸，真真，你终于来了。飞玉，你为什么会跟乌门的人在一起？真真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不用解释了吧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！我忘恩负就算了，如今竟然连你爸都看不上我，要嫁，保你们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你做梦！我才不会嫁给你这种人！真真，乌门的手段你是知道的，不要逼我把你变成一具玩偶。你还是老老实实签了字，嫁给我吧。休想！我这就通知各区的负责人，等他们来了，就算是乌门也救不了你。不用了，我们都加入乌门了。执意蜗居在西南区，但乌门不同，他们愿意帮我们控。得罪了，别以为我是好惹的。你这个盾可防不住我。哎！怕是你小瞧我了。小姐这炼气之术确实有点进步，不过还不够我看的。再看看这几个，那可不一定。啊，不好，这是炸弹！啊！大小姐已经打起来了，我必须上去帮她。柳主管，你想去哪儿？混蛋，放开我！给我，你们快去帮她。好。想上去？先问问我这伙兄弟同不同意。上去？先问问我这伙兄弟同不同意。没错，他可是七圣宗仅次于楚明的武道天才，有他在，拖大小师弟来绝对没问题的。丹香四溢，看来要结束了。完成，一共3枚破血丹。仙儿姐，你的眼睛有救了。先别说这个了，你现在立刻赶去唐家。去唐家干嘛？唐家主被乌门绑架了。这破血丹你拿着，先不要服用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还有时间关心别人，你也给我死！滚开！该死！飞玉那家伙不是说他只是个真气境吗？也罢，带走一个是一个。万物缠咒。季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马上就要命丧黄泉。找死！哇！而且要拿宗弟子做垫背，我死而无憾。混蛋！老七要是死了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见小师弟？
刘师姐，我来了。楚明，文章，破邪丹已经炼成了，刚好可以克制巫术。这半颗下去，七师姐应该就没事了。这丹药你给寒霜吃了，仙儿怎么办？我一共炼制了3枚，她的那枚已经给她了。这半枚你拿着，必要时可以提前服下。好。你说的破邪丹可是用百年灵芝做药引，专门克制巫门咒术的那种丹药。没错，正是此药。可惜一炉只出了3枚，要是管够的话，我一个人就能扫平巫门。什么叫只有3次就能承担3枚？太可怕了！师姐，好点没有？感觉好多了，你不用管我，快去救珍珍。他们在顶楼，我们坐电梯上去。楚明一会儿随时可能上来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大哥放心，电梯和楼梯我都安排有兄弟，等他们一到，我们就一拥而上，干掉他们。很好，这次我们要做到一网打尽。准备战斗！是。怎么是空的？不好，中计了！各组注意，电梯里没有人，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上来了。你们几个跟我去支援。是。一群蠢货，不知道电梯上面能藏人吗？去！糟了！你的人已经被我解决了，劝你乖乖束手就擒。小伎俩玩得不错，不过只要有我西南猛虎在，你们就休想进去。劝你乖乖束手就擒。小伎俩玩得不错，不过只要有我西南猛虎在，你们就休想进去。就怕你拦不住。嘿，你们快去找四师姐，我解决掉她就来。好。大言不惭，吃我一拳！他竟然真的接下了，我的拳法就算真气境高手，也要伤筋动骨的。拳法求是，你这拳软的不行啊！你放屁！我钻研拳法30多年，你个毛头小子懂什么？我是不懂，但我下一招就要赢你了。赢我？好久没听过如此狂妄的话了，小子，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。必须在拳上，从而达到钢拳的效果。今日我便用你的招式打败你吧。小子，说大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练了半辈子的功夫，你如何在一夕之间就学会的？拳法也好，掌法也罢，都是修行的一种方式而已。你只学其形，不懂其意，如何能赢我？原来如此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你动手吧。怎么处罚，还是让唐家主来决定吧。箭头就是家主的办公室。药已经喂过了，合同也签了，现在公司归你，人归我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血咒大阵现在需要饮料，留下来再种。这家伙要过河拆桥，哪里跑？还有你们2个小老鼠，也过来吧。南陵，我动不了了。你撑住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真的解开了巫咒，乌母贼子，速速受死！什么情况？腐了丫头，你的对手是我。邪毒，你的血咒大阵布得怎么样了？再要1刻钟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妞就交给我，你赶紧布阵。就有气海境修为，七圣宗果然厉害。不了了。是不是发现身体不受控制了？师兄，别废话了，快干掉他！
好，好，好！瞧你的变身时试试那招了，气行折眉。师兄，混蛋！我要你为他陪葬！真的穷途末路了。师姐，我来了！我要吸干你们所有人，为无门死去弟子们陪葬！蠢货！如今我已经和血咒大阵融为一体，只要大阵不破，你就休想伤害到我。大师傅曾经说过，巫门的阵法大多会以人为载体，而这屋子里的人都以为他施了巫术，绝不可能再成为阵眼。那么，都以为他施了巫术，绝不可能再成为阵眼。那么，就只有一个可能了。小子，等我完成这个大阵。气血之丝被斩断了，这怎么可能？爸，师姐放心，家主不会有事的。蠢货，竟然自己上赶着去送死！几十层的高度，就算你是气海巅峰，也绝不可能生还。是吗？那就给你开开眼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只是个气海境巅峰，为什么能做到凌空飞行？天赋这个东西，你这辈子都不会明白的。真真姐，唐叔叔算算我们的账头。这家伙是个怪物，我绝不是他的对手。不想。师姐，别谢我了，这堆烂摊子你且有的说。那你应付得了吗？谁在说话？还有我们的余孽。不愧是七圣宗的下任掌门，实力和资质都是绝顶的。竟然是凌空镜！完了，这下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楚明，你杀了我2名徒弟，按道理我应该为他们报仇。可像你这般天赋的年轻人，我是第一次见。不如我饶你一命，你入我巫门，日后成为门主也不是不可能。那就来吧。哼，你就算不为自己，也要为其他人想想吧。天山灭人宗，万物化无，拓裂屈服，难道就不怕我反悔吗？怕什么？我只要我跟你拼了！真是不自量力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放弃吧，境界的差距靠天赋是弥补不了的。想让我拜你为师，就先破了我这招。气行！好，好，好，我今天就打到你心服口服为止。血祭之术，怨灵之怒。楚明，好感受一下我巫门血咒术的厉害吧！神出鬼没，还是个凌空镜，我得小心应付了。既然是可以腐蚀灵魂的巫灵，咱们得想想办法帮帮楚明。啊，师傅们说这个很重要，我就一直贴身带着。没错，就楚明，记住这个。起飞符来的正是时候。不好，那东西绝对不能让他拿。不好，那东西绝对不能让他拿到。无理！小子，你翻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这符咒怎么还会爆炸？楚明，抓紧时间突破。师姐，你怎么还有一招？该死！你们竟敢戏弄我！都给我死！封印，解除！滚开！这怎么可能？只用了一张符咒就能原地突破？少废话，把你的最厉害的巫术都使出来吧！毕竟，你只有这一次的出招机会了。别高兴得太早。就算都是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尝尝我的千人怨气弹吧！这怎么可能？
我全力的一击就这样被你化，给我破！我怎么晕倒了？头好痛啊！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哇！楚明，战罢甘休的！楚明，你终于醒了，真让人担心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各位师姐冷静一点，修为已经稳固住了，不过日后再想精进可就没那么容易。对了，我闭关这几天，唐家如何了？明面上的都已经搞定了，飞羽等人也被关押了起来。就是我爸爸他。楚明、珍珍，你们来了。唐叔叔各项体征如何？时好时坏，已经进 ICU 好几次了。楚明，你快给我爸看看吧。好。脉象平稳，却气如游丝。等等，原来如此。麻烦避什么嫌？这样可以了吗？要不要脱裤子？不用了。啊，刘姐姐什么时候跟爸爸这么熟了？不知道。胸口光洁无恙，不是这里，麻烦将他翻个身。好。这是什么？是雾门的心魔血咒，你父亲一直昏迷不醒，就是拜他所赐。这咒有办法破解吗？有是有，不过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心魔已被种下，要是强行破解，唐总就算醒来，也会变得疯疯癫癫。什么？还有没有祈祷？咱们赶紧去找他！前几日咱们重创屋门，这家伙肯定已经逃走了，如何找得到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看着我爸就这么一直昏迷下去吧？100年前东南地区出现过一种灵虫，可压制万术。若是能找到此虫带在身边，也可保唐总万全。但3个月内必须找到解决方法，否则……我明白，就这么办吧。合阴阳，调五行，五个梦。爸，快别说了。开个玩笑嘛，怎么就哭了？楚明，我为何……原来如此，那何时才能解封？我和楚明正准备前往东南地区给你找解药，找到之后您就可以恢复正常了。珍珍，你不能去，唐氏集团需要你，这事儿就交给楚明去办吧。可是，师姐，唐叔说的对，你应该留下来。灵虫的事你就交给我吧。楚明，麻烦你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吴师姐，你现在可以服下破邪丹了。好。蓝师姐，静心。终于把你逼出来了。破邪灭。心儿，你能看到了吗？南陵，寒霜，我终于看见你们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喂，说话就说话，离这么近做什么？分开，分开！珍珍姐，你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我突然想起来，你三师姐荷西就在东岳，会快上许多。恰恰相反，我劝你不要去和她联系。这是为何？三师姐她下山后性情大变，对七圣宗的门人更是一副深恶痛绝的模样。可以的话，你千万不要和她相认。是不是像五师姐一样遭遇了什么变故？不知道，她早就跟我们断了联系。唉，随你吧。这个手链你拿上，万一和她……不过华国这么大，三师姐为何偏偏选择去东岳呢？那里两面沿海，自古便盛行信奉神明、卜道算卦之事，极为尊崇。而你三师姐所修，正是卦卜之道。我猜可能是这个原因吧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对了，唐氏集团近期也有意向东南地区发展，我派一队人马跟你一同前去，正好跟你有个照应。
进来吧。大小姐，这次你们一定要将东岳的林关两家的产业一举拿下。是。深沉姐，你这小唐总当的可以啊。爸爸还在休养，唐家的大梁只能由我扛起来了。王姐，这次的商业谈判由楚明全权负责，你的所有行动都要向他请示。啊？让我负责？没错，此事事关唐氏未来的发展，你身为七圣宗的继承人，由你负责再合适不过。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？大小姐，他一个毛头小子，根本不懂如何商谈。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楚明是我的师弟，我相信他的能力，你只管按我说的办就行。哼，我王薇薇在唐氏打拼多年，好不容易得到一次外出的机会，怎么人呢就该和行李一样，认清楚自己的位置。我有如此大的敌意？放心吧，王姐，我手机上有 GPS， 很清楚自己的定位。少在这儿油嘴滑舌！你要是办事也这么没谱的话，我一定会禀告大小姐。知道了。王姐，快走吧，飞机要起飞了。哎，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么宽敞的地方也能撞上我？头等舱就是不一样啊，地方真大。啊，楚明，好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？没想到能在飞机上遇见你，真是太巧了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就是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你先在这里等着，不要到处乱跑。还好吗？飞机颠簸得很厉害。一切正常，这位乘客麻烦回到座位上去。楚明，你少给人家添乱，若是影响了航班飞行，可就麻烦了。念死发紫，巫气缠身，这是巫门炼制的傀儡。既然被你识破了，那就不用藏了，去死吧！区区傀儡，少在这儿撒野！救命啊！给我滚开！楚明，你是楚明！给我躺下！那个空姐又站起来了。啊，这么一拳，居然还能站起来！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。狂妄！七圣神雷，邪魔显现！斩妖缚邪，渡人万千，灭！这下应该真的没事了吧？那两个傀儡已经被我消灭了。我要去驾驶室看一下，希望机长没出什么事。机长先生，你怎么样？我很好，一定会按要求把你们安全送达地狱。定，阳气郁结，脉号离经，这是生魂离体之兆啊！警告！警告！前方出现山体阻碍。完了，我可不会开飞机，得赶紧唤醒机长。阴阳二气，生死轮回，华金迎明，元灵散开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距离山体目标还有5000米。先别问那么多，赶紧开飞机啊！是。小姐，危险好像解除了。啊！老天保佑！老天保佑！体内的真气已经完全耗尽了，希望不要再出事端了。楚先生，多亏你及时叫醒我，不然真的要出大事了。楚先生，多亏你及时叫醒我，不然真……楚先生，今日你的大恩，我一定会铭记在心的。哪里？你们几位身份尊贵，若是非要说奇怪的话，怎么回事？突然，楚先生，您可算是醒了。
王姐，我昏迷几天了？足足2天啊！那群庸医愣是什么毛病也查不出来。只是真气耗尽罢了，医生当然查不出问题。那您需要什么药材恢复身体？我派人去找。不必了，我自行运功调养就可以。好，那您安心调养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王姐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？之前我对您百般刁难，可您还是在飞机上救了我。我若不知悔改，那也太过分了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如此。子明，你醒了？我在飞机上遇到了点事，想…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事情我已经在查了。可以确定是雾门余孽策划这次行动，但机场的监控数据全部丢失了，那位机长也没能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。这个倒是在我意料之中。要不要派几个高手过去，暗中保护你？师姐，乌门对你的仇恨不比我少，你还是把高手尽量留在身边吧，我自己可以应付的。那你一定要小心，有消息我再联系你。请进。楚明，你好点没有？多谢江小姐关心，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关林两家的少爷2天前就到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他们？我今天恐怕没法下床，还是安排明天吧。可他们也知道你醒了的事了。实不相瞒，东岳林家有和我江家联姻的想法，我刚好可以借这个。不麻烦，你的事便是我的事嘛。关少，这唐家势力雄厚，与他们合作明明是好事，家里为何要终止合作呢？此事我家老头子去询问过仙姑了，仙姑的卦象表明此事绝不能成，否则你我2家将会有大灾呀！但是拒绝唐家不也是灭顶之灾吗？所以咱们才要来探探唐家的口风，才好随机应变。江小姐，这边请。江默默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2个就是关林两家的少爷吗？没错，在下关世音，这位是林家明，林少。原来是他呀，看样貌就不及楚明的1/1000，也不知道我爸怎么就看上他了。楚明，楚先生虽然已经醒了，但是身体还有些虚弱，所以今日不便见客，希望2位能再等几日。江小姐，你怎么替楚明传起话来了？这都是下人干的活呀。我和他是好朋友，帮他传个话，不行吗？行，当然行。切，怂包！江默默还没说什么呢，就变成这副样子了。那个江小姐，楚代表还有其他指示吗？没了，你们2个也不用在这儿等他了，等他好了，会亲自过去找你们。等等，江小姐，林少还有何事？今日能否有幸请您吃顿便饭？我和林先生不过初次相识，吃饭就不必了。楚明那边还需要我照顾，我就不送2位了，慢走。那位江小姐说话如此不留情面，你个恋爱脑！江嬷嬷一出来什么都忘了，害得我也没有打探到消息。什么我没见到，是我们！你这个家伙，真是气死我！你这次没有见到楚代表，回去要怎么交代啊？什么我没见到，是我们！宅到了，见过2位少爷。帝君保佑，弟子必定托仙姑年年上供，大洪封。爸，我们回来了。见到唐家的人了？没有，那位楚代表说了，等他病好之后会亲自登门。仙姑说此事不急，唐家派的人就出了事。仙姑果真灵验。依我看，不如直接将仙姑的预言告知于他。神明的意思，他唐家岂敢不遵循？天真！西南地区可是唐萧一拳一脚亲自打下的，你跟他讲仙姑预言，他能信吗？关老哥，那依你看，此事要怎么办？楚明，你让我打探的消息已经有眉目了。说，关林两家的高层都十分反对这次合作，
只是畏惧唐家，才不敢表露。他们为何反对合作？好像是因为一个大仙的披挂，说和我们合作必有灭顶之灾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抓紧去查一下这个大仙的信息。是。让我算算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天干地支，上下求法，立四克，排三转，观阴阳。怎么算出来的是一座仙姑庙？罢了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鱼可真多呀，一路上都看见4、5个了。前面那个好像就是卦象中那座。帅哥，这可还能碰到仙姑啊！我不信这些的。这可是我们东岳的保护神，到了东岳不信仙姑啊！哎，那边是后门，走后门心不成，仙姑会生你气的。保护神不应该是慈悲为怀吗？怎么走了后门还要生气？啊！大师，您看我女儿能当仙姑和天师的弟子吗？我这丫头从小就聪明，听话得很。可我观她资质平平，还差点意思呀。我懂，我懂。这是这个月的香火费，麻烦您在天师面前替我美言几句。算你上当，回去等消息吧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孩子正是上学的年纪，不去学校，却要送来这里，这仙姑庙当真是害人不浅。天师从官家回来了吧？早都回来了，听说拿了官家整整1年多香火费呢。还得是天师啊！关林两家竟会相信这些家伙，看来是时候跟他们见上一面了。好，楚明，你能不能改天啊？听说市中心有座很灵的道观，我想让你陪我去拜拜，保佑我的新片大卖。不行，这可是正事，而且那座道观你也不用去了。为什么？网上都说了很灵的。那个寺庙一看就有问题，让你这种人傻钱多的女明星去，不是等着被宰了吗？明天林佳明也会在场，你既替我出过面，又是他的联姻对象，自然也要去喽。谁要和他联姻？您几位是要去官府？是啊，师傅，您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官府里有张天师开过光的神像，很灵的，你去了可一定记得拜上一拜。您说的可是仙姑庙的张天师？官府里有张天师开过光的神像，很灵的，你去了可一定记得拜上一拜。您说的可是仙姑庙的张天师？没错，张天师可是仙姑最得力的弟子。按您的说法，那位仙姑不是更厉害吗？那当然，不过想见仙姑一面，那可比登天还难。想必二位就是关老、林老了吧？哦，你是如何看出来的？上庭见圆满，少时福齐天，峨县太阳县，富贵在此年。似两位家主般福泽深厚之人，在东岳想必也找不出几个了。没想到楚先生还颇通相面之术，果然不凡。快请进，快请进呐！好，哄他们开心就行。哇，这也行？江小姐，林少，我今天来可是有正事在身，没空和你闲聊。我明白，我就是想跟你打声招呼。想必您就是楚先生了吧？正是。您的伤势如何了？已经痊愈了，多谢。关老，您是要在这里谈生意？没错。都上来吧。在下何继峰，长铁，林虚子，见过楚先生。敢问二位家主，到底是何用意？不瞒楚先生，我与林老都酷爱国术，因此
府上也有些能人异士。既然唐家也是靠拳脚打下江山，不如就让我们切磋一番。若是唐家赢了，我们什么都好说；若是输了，这次的生意就此作罢，唐家不得再纠缠我们两家，如何？荒唐！收购关乎我们3家的未来，岂能用比武来决定？为何不能？唐家一向信服拳脚功夫，我们2位也是如此。还是说唐家怕吗？你，王姐，就按他们的意思来吧。出了事，我负责。2位家主想怎么比？比试共3场，分别是武斗、练气和道法。只要你能赢下他们3人，就算。放心，都是张天师推荐来的，一定没问题。楚先生，就由我来打头阵，请赐教。小心了，无影拳。看着挺厉害，可是力道不怎么行啊，大师。下去休息吧。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劲风大师轻敌了。承让，下一位。小子，这局咱们就比谁铸的宝剑更为锋利，我看你用什么来赢我的寒铁剑。用这把匕首就够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小子用了什么材料，竟比我的利铁还要坚韧？是我用场边堆砌的钢材辅以真火淬炼而成。真火？他竟然已经能用真火炼气了！关老哥，我怎么感觉事情有点不受控制了呀？怕什么？这不是还有一场比试呢吗？灵虚道长，看您的了。小子，让老夫来试试你。这位大叔，你可一定要使出全力啊！聒噪！大叔，我还没发力呢，你怎么就汗流浃背了？不好，这小子的实力居然在我之上。若是想赢下这场比试，那就只能用禁术了。天铁至高，虚源不测，扩大无边，无物不复。大叔，快停手啊！废话，受死吧！大家快离开这里！这家伙已经走火入魔了！死！都给我死！大家快离开这里！这家伙……别怕，我来了！驱邪附魅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镜，心神安宁。大叔，还要继续比吗？是我输了，楚先生高义。会客厅。我说2位，你们已经看了快1个钟头了，到底签不签字啊？事已至此，咱们就签了吧。一切果然都和我说与我听听。楚先生也姓仙姑，在下也懂一些占卜之术，所以有些好奇。2周前，就关林2家的未来，我们曾向仙姑请卦，得到了江山易主、生死难料的8字。唐家合作，可张天师说了，这次的灾祸就是唐家带来的。我现在明白2位为何如此抗拒合作了。倘若我能证明此卦与唐家无关，2位是不是就能签了这合同了？那是当然。楚明今天真的好帅啊！江小姐，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吓到我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想问你，要不要去旁边的凉亭歇歇脚？不用了，我就在这儿等楚明。又去给江默默当舔狗了？什么舔不舔的？那是我未婚妻，是一家人。我看你脑子是被门夹了。江默默都说了，他们只是朋友。唉，真是没救。楚明，你排完了？你不是想要去仙姑庙看看吗？明日一起去吧。好啊。这到
好气派呀！当然，这是我们东岳最好的。今日为何这么多人？这位居士年纪……那我们快去排队吧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不必了，我现在想去别处看看。我可以给你做向导。不用不用，你自己一个人不安全的。唉，林少还需要再努努力啊。天师，拍卖会的日期定下了吗？我们都等不及了。诸位居士放心，慈善拍卖会就定在3天后。太好了！那天师快发请帖吧。本次慈善拍卖会还是老地方，届时诸位居士凭邀请函即可入场。那是黑气，可以给我一张吗？哪来的穷小子，一边去！张夫人，这是您的。终于拿到邀请函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不看路？我的邀请函。这还好邀请函没事，否则我可饶不了你。这位大哥，这拍卖会一般都卖点什么呀？都是张天师开过光的法器，只要能拍下一件，日日虔诚供奉，愿望都可以成真。唉，真是被人卖了，还替人数钱。既然他们只发给权贵，那关林两家肯定也会收到。江小姐，你走慢一点。哇，这处大殿比……站住！这殿宇不对外开放，请居士速速折返。站住！这殿宇不对外开放，请居士速速折返。我看小蓝书上明明说这里可以进的。哎，你是不是在拍照？给我拿出来！我没有，我就是在看攻略而已。是吧？没事。哪里来的扑街仔，还想英雄救美？今天你们2个谁都别想走！哼，这下老实了吧？哎呀，哪来的臭小子！上，给他的教训！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好帅，这才是男朋友该有的。人在仙姑殿外闹事，活得不耐烦了吗？仙姑殿，怪不得藏在深处却如此辉煌。我们外来的香客无意冒犯仙姑，既然此处是仙姑殿，可否让我们进去上香赔罪，聊表心意？就你还想见仙姑，死了这条心吧！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，扑街仔！住口！仙姑何时教你们这样对待仙客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仙姑竟然要见他！仙姑，楚先生已经到了，让他进来。还有，你们都退出去。这就是他们口中能窥探天机的仙姑，看上去好年轻啊。楚明，我等你好久了。等我？你究竟是谁？我是你三师姐荷西呀。什么？我的三师姐竟然是仙姑？这么惊讶干嘛？难道以我的卦术还不配做一个仙姑吗？可你为何要在合作的事情上欺骗关林两家？此事我也占卜了，明明就是大吉。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关林也是世家，单凭我的卦象，他们可能还是拉不下脸面和唐家合作，所以我才会想办法让他们与你打擂台。原来如此，只要我赢了他们，他们自然就无话可说了。我的头好痛啊！三师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滚开！不要碰我！楚明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，我没事的。师姐，你这个样子哪里是没事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管别人？
马上就能掌控这具身体了。你休想！我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这是心魔，怪不得真真姐会说三师姐性情大变。得罪了，定！啊！小子，你压不住我的。压不压得住你，试试才知道。智慧明镜，心神安宁，三魂永久，破无丧心。师姐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你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心魔？说来话长，幼时的我自命不凡，不听师父劝告，学了点卜卦的皮毛，就妄图窥探自己的未来，因此遭到了反噬。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可我却心有不甘，非要一探究竟，这才生出了心魔。幼时的我自命不凡，不听师父劝告，学了点卜卦的皮毛，就妄图窥探自己的未来，因此遭到了反噬。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山就是为了寻找这对抗心魔之法，结果这么多年过去，心魔非但未除，反而更加强大了。越是如此，我就越是觉得无颜面对几位师父。那这些年你是如何对抗心魔的？门外的那个张田师祖上有些道行，留下了些压制心魔的法子，作为交换，我替他卜卦算命，助他在东。只是我平日里清醒的时候不多，根本无暇管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把骗来的钱财都还回去的。师姐，张天师就交给我处理吧。以你现在的情况，安心调养，我不许你这么想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跟大师傅学了这么多年的医术，就算不能除掉心魔，也一定不会让你过得这么痛苦。真的能做到吗？当然，我从不骗人。来探查一下你的情况。那就麻烦你了。灵力也算出名，为何看上去却十分虚弱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楚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被那心魔吞掉了些许真气而已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这次只是真气，若是下次伤了你的元力……谁在外面？给我站住！可抓到人了？抓到了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此人的生魂早已被提炼，根本无法开口。你见过？早些年我在东南小国见过这种术法，在东岳这么多年，从未与人结仇，为什么会有人监视我？竟无不信服。若是那人意欲掌控东岳，他接近师姐就不足为怪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要将我炼制成挪人，用来掌后顾之忧？那我们该从何找起啊？师姐可曾怀疑过这？况且挪人炼制难度极大，若是他失败了，以后谁来替他补？从明天起，我就假装闭关，仔细观察一下张天师。希望是我杞人忧天吧。楚居士，请留步。张天师，有什么事吗？观中弟子刚刚冲撞了楚居士，小道心有愧疚，特来赔罪。3日后，观中举办慈善拍卖会，还请居士务必光临。真会做人。想治好仙姑，你也得有命治才行啊！哼，什么破道观，竟然把我挡在外面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仙姑的神殿难免有些规矩，不如明天我带江小姐去其他地方逛逛。不用了，你还是在家好好养伤吧。今天谢谢你了。能为江小姐受伤是我的荣幸。二位久等了，咱们可以回去了。王姐在吗？楚先生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两位家主都等你好久了。楚先生果然不是一般人，初次登门就能见到仙姑。仙姑可有什么指示？二位请看，这是仙姑的卦象。拿近点，让我也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此卦大吉呀！
二位请看，这是仙姑的卦象。拿近点，让我也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此卦大吉呀！的确是仙姑亲笔无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么说，咱们之间的合作成了？那是自然。爸，这卦签由凶变吉，您就不怀疑吗？有什么好怀疑的？这正说明楚先生有大气运。可这卦他是一个人求来的，谁知道做没做手脚？仙姑笔记，我岂能认错？此事就这么定了，你立刻回去，让他们去拟合同。爸真是老糊涂了，仙姑占卜从未有过改卦的情况，这小子一定有问题。要是能成功签约，我和江小姐岂不是更有希望了？闭嘴，你这花痴！哎呦！我问你，姓楚的今天当真见到了仙姑？我亲眼看着他进的仙姑殿。楚先生武艺高强，不似凡人，仙姑因他改卦也不无可能。看来这家伙也指望不上了，必须想个办法探探楚明的底。楚先生，您初来东岳，不如让犬子领您好好游玩一番如何？多谢关老好意，但过几日我还要参加仙姑庙举办的拍卖会，实在是没时间出游。楚先生收到拍卖会的邀请函了？对啊，张天师给我的。不愧是楚先生，竟然能让张天师亲自送上请柬。您算是来着了，这次的拍品里据说有能医治百病的宝物呢。医治百病？你确定吗？当然，香姑庙刚搬来市区的时候，名气并不大。张天师就是靠着这法器四处救人才打出的名声。法器救人可以理解，但能医治百病的法器，我可从来没听说过。方才您说仙姑庙是搬来市区的，它的旧址您老知道在哪儿吗？那是自然。仙姑庙早年名叫浮云观，就在东岳的远郊山中。修炼魔术需要避人耳目，这旧址倒是个隐蔽的好地方。楚先生若没有时间出游，不如去跟我见一个大人物。大人物？谁？梁家大少爷梁天禄，跟他交好，对唐家在东岳立足很有帮助，这也算是我一点心意了。那就麻烦关少了。你们一个个的油门踩到底还这么慢，真没劲。还不是梁哥你实力太强了。就是，谁能跑得过你呀？菜就多练。梁少，我们来了。哟，今天怎么还带了新人过来？这位是西北唐家的代表楚先生。商业上的事儿我不关心，我就想知道，这位楚先生会不会开车？楚先生既然是唐家的代表，赛车肯定也不在话下。关少懂我，不就是飙车吗？我可以试试。敢不敢下场跑2圈？当然没问题。后面蓝色那辆车归你。好。这摔子还真应下了，我看你待会儿怎么出场。哼，想甩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没看错吧？那衰仔竟然和梁少不相上下。侥幸罢了，这才第一个弯道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有点东西啊，小子！梁少的车怎么飘了？不会要出事吧？不好，他要翻车了！没受伤吧，梁少？没事没事。今日幸好是遇到了你。不然我怕是要躺着离开这儿了。您言重了。行，能办事儿，会说话，怪不得仙姑也赏识你。都听好了，往后楚先生就是我的朋友了，你们都不许难为他。明白明白。该死，明明是带他来出场的，反倒让梁
人家欠了他的人情。我打电话问过了，他们说这车测试的时候没有问题，要不您再换一辆吧？大少爷，要不你还是去仙姑庙拜拜吧，这个月都开坏3辆车了。开坏3辆，不科学啊！梁少这面相应该是平安顺遂才对。大少爷，要不你还是去仙姑庙拜拜吧，这个月都开坏3辆车了。开坏3辆，不科学啊！梁少这面相应该是平安顺遂才对。梁少，在下也略懂一点占卜之术，不知可否让我为你算上一卦？你竟然还会这个？在山上时跟着师傅们学过几年罢了。那来吧。乾3连，坤6断，气符卦象。好浓郁的黑气，怪不得他这么倒霉。楚兄，结果如何呀？梁少近期还是小心为上，尽量不要出门了。你这学的可不到家呀！本少是张天师亲自验证的大气运之人，怎么会倒霉？我倒是觉得挺准的。就是，你最近确实有点背。楚兄，给我也看看。还有我。好好，一个一个来。这小子段位太高了，这群世家子弟竟被他耍得团团转，看来要另想办法了。我记得这本书里有记载才对啊！找到了，血魂草可安定心神，牵引魂魄。用它说不定可以将3师姐的心魔引出体外。可拍卖会在即，完全没有时间寻找啊，只能拜托关林2家代为寻找了。楚兄，你可算来了。抱歉抱歉，张天师的拍卖会特殊，可不能迟到，否则就进不去了。我记住了。你第一次来，我给你讲讲流程。等会儿你看中什么就举牌，很简单的，每次出价不低于1000万就行。1000万？这哪是割韭菜，分明就是抢银行啊！你也觉得很便宜对吧？啊，有钱人的世界我真不懂。梁少之前来过几次？以前都是我家老爷子来，根本不带我玩，我也是头一次。待会儿你看上了什么，只管拍，钱不够有我呢。一定一定。关灯了，拍卖会要开始了。欢迎诸位居士前来本次慈善拍卖会。本道在此承诺，拍卖获得的所有金钱将全部用于慈善事业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赶紧开始吧。是啊。好，好，好，现在就请出第1件拍品。首先如意，此宝供奉于家中，可保家宅平安，百邪不侵，起拍价8000万。不对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宝物，分明是夺人气运的邪物。各位居士可以出价了。9000万，我出1个亿，2个亿。梁少，这东西有问题，还是不拍的好。那可不行，我爷爷平时就爱收集如意，我可不能让他失望。2亿5千万，3亿。这群人体质太弱，受到邪气的影响，已经开始失去理智了。3亿第3次，成交。恭喜梁少获得玉如意1枚。才3亿就没人抢了，真没劲。杨公子，请您签字确认，拍卖会结束后可凭此牌取走拍品。好嘞。等一下，楚兄，你又拦我做甚？这合同可否先借我看看？1张纸有什么好看的？给你，给你。多谢。这表面上看去是保密协议，内里却是生死契。一旦签下，便是自愿借出生机和气运，从此生死不由己。生死契需要以血为墨，这笔绝对也暗藏玄机。果然，上面附着了吸血的符咒。这张天师不光要骗取钱财，还要夺人气运性命，实在是用心险恶。
这位先生，麻烦您让梁公子尽快把合同签了吧，不然我也不好交差呀。好，梁少，快签了吧，人家都等急了。虽然我方才已经将合同上的生死契给解开，但拍卖会再继续下去，这些人还是会有危险，得想个法子了。虽然我方才已经将合同上的生死契给解开，但拍卖会再继续下去，这些人还是会有危险，得想个法子了。接下来的拍品乃是日月仙子的尾花镜，可延年益寿，辟邪影响。有福者更可用此物与仙人进行沟通，起拍价5亿。我出6亿，你们抢不过我的10亿、12亿、15亿。15亿一次，15亿2次，50亿。谁呀？这么有钱，这还让人怎么玩？楚居士，您确定要出价50亿？当然，不过我初来东岳，从未见过此类宝物。张天师，这话是怀疑贫道了。哪里来的毛头小子，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敢怀疑仙师，让他滚出去！楚兄，所当然。但若对拍品有所怀疑的话，还是莫要出价为好。仙人之物，非虔诚信徒不可用。居士既起了疑心，就说明与此物无缘。张天师，你不会是害怕了吧？若居士非要证明，也未尝不可。我怎么呼吸不上来了？梁公子，他怎么突然晕倒了？该死，还是没有防住。脉律无序，脉行散乱，一旦气衰神散，便是垂死之象。小子，你在做什么？没看到梁公子晕倒了吗？自然是为他诊治。楚居士不必心急，梁居士只是拿到拍品，福运临身而已，是好事。诸位请看，梁公的确，面色红润，神色安详。你不是让我证？他这是在用梁少来威胁我。梁居士得上天眷顾，拍下拍品后便可成功通神入梦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不愧是梁家，气运就是充足。是啊，梦。是啊，别跟那小子掰扯了。来人，先请梁居士到休息室。机遇难得，万不能惊扰了梁居士今日的造化。慢，楚居士难道还要痴迷不悟？怎会如此脆弱？难道这真是次品？臭小子，你找死！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给我瞪大眼睛看清楚了！宝物全掉了，快跑啊！等等我！小子，你敢毁我拍卖会，我要你死！阴阳倒错，五行逆转，气运大阵，开！气运之阵真是好手段。这阵法与我所学相悖，处处克制我的功法，看来是特意为我准备。既想借此敛财，又想顺带灭了我，当真是好大的胃口。梁少，这家伙竟然也被困在了阵法里。这家伙几次三番被张天师吸取气运，如今已是奄奄一息，得赶紧帮他斩断气运之丝，不然就是神仙也救不回来。哎，这气运之丝上怎会有种熟悉的感觉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张天师借为三师姐除心魔一事？我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天师，这都已经过去2个多小时了，那小子肯定已经被吸干了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这可是吴大人亲自布的阵法。你们先跟我去安抚众人，明天再来给他收尸。你们先跟我去安抚众人，明天再来给他收尸。但还是无法恢复意识啊！不能在这儿继续待下去，得想办法出去了。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七圣宗的绝学——吉凶在我，生死归位，乾坤倒转。搞定！楚先生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谁？是我啊，楚先生。出什么事了吗？江小姐她不见了，我打电话给她，
一直都显示不在服务区。会不会是去山里玩了？可是他答应我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吃饭的。那你有什么线索吗？他很有可能去找人了。找什么人？他朋友的弟弟，说是突然失踪的。这傻子，失踪不报警，自己找什么？报不了，他父母不承认孩子失踪，说是送到张天师那儿当弟子去了。收作弟子然后消失，难道跟罗术有关？仙姑庙旧址浮云观，江小姐应该是去了那里。浮云观，关少今天也去了那里。他去那儿做什么？你托我们两家寻找的血魂草，今天刚得到消息，长云山就有血魂草，他便上山去寻找了。对呀，我早该想到的。施展罗术须先令人心神大乱，再伺机抽出生魂，而血魂草正有此功效，所以张天师一定会在长云山培育血魂草的。楚先生，就是荒废才适合杀人越货呀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？这个我还算不出来，但是咱们再不快些的话，就不好说了。楚先生，究竟是谁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？这里是浮云观，你说会是谁？你是指张天师？低头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拖痕，还有血迹。奇怪，江楚楚的方位怎么到这儿就消失了？臭明，你可知这天底下什么人的卦象最好？也不牵扯重大天机的普通人，卦象应该最好解。主依旧缥缈不定，所以当一切都有定数，卦象才好解。死人因果已定，吉凶无改，所以钟小姐的弟弟便是破局的关键。这是什么？妈呀，尸体！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张天师就是利用仙姑庙广收弟子，再放有问题。仙姑并不知情，但此事光凭张天师一人是绝不可能完成的。西南屋门有一邪门禁术，可将活人炼成傀儡，听其使唤。我猜测钟小姐的弟弟就是因此遇害。那这些尸体都是傀儡吗？会不会突然站起来？不会，这些都是失败品罢了。闯入者死！